所以我们有讲过啊，十世古今啊，不离当念。各位先，当念是什么？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这叫正念，那个叫当念，当下的念头。那当下这个念头啊，它具备万年，亿万年前是这个念，亿万年后还是这个念。所以这一个就叫十世古今啊，不离当念。那个十世啊，就是过去世、现在世跟未来世。那三世各有三世啊，就九世。加现前一念啊，就是十世。那十世的古时候跟现在古今啊，不离开当下这一念。我们当下了了分明，这一个就已经具备了所有佛性本体。安尼有摸到位，有没有？很亲切，对不对？所以不用再另外去找，就在当下。当下呢，我们全部都记住，跟佛没有两样，是一样的，只是我们不敢承担。各位敢承担的吗？还是不够力大，敢咱都不敢，很怀疑啊，刚是。怀不怀疑啊？不怀疑的那不错，半年就可以不怀疑。我们都是佛所以一定要当下承担。要了解说只要我们见到了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就已经成佛了。因为因果同时，你因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心果位佛的果位就呈现。那中间的所有过程因为我们已经见到自己的佛性所以所有的视听联动都是从佛性本身发挥。那个很理想，纯善无恶，全部都是善都是要利益众生利益自己利益众生所以就很理想我们要当下承担，然后去做。那么来去自由无事无碍我们这个已经能够见到自己的佛性就可以这去来自由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去来自由无事无碍，没有那个障碍没有挂碍。可是我们现在在凡尘我们这个障碍很多了，多不多？被什么障碍？被形象障碍我们都指向被形象障碍所以烦恼很多了。各位有没有烦恼这烦恼什么什么内容为什么烦恼？有没有努力去找看？为了什么烦恼说不出所以然来，就跟他烦恼在的烦恼下是这样吗？不是那为了什么烦恼？这个烦恼跟金钱有没有关系？有对了，对，这个跟金钱有关系。没有钱的烦恼，有钱的烦恼，对不对？这个没有钱不要那生活钱太多了也很烦恼，在微商在多多烦恼。所以要了解说呢，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来了以后没有这一些事因为不用钱。佛性本体要不要钱它不用钱的它也不会肚子饿，也不用呼吸，然后也不怕冷热也不用穿衣服，很逍遥自在
哦，是不是气来自由？哎，所以我们了解哦，我们在凡尘啊，就有一些功能，那个气来自由啊。哦，像各位哦，这个住在台南，台南车站哦很熟嘛，对不对？我们一想台南车站，那个景象就出来，对不对？去了哈，然后我们现在又回来这边听课了，来了，有没有？去了，有没有很自由？哦，都已经呈现了嘞，哦，我们都不知道嘞，而且还很快哦，要是马上去又马上回来，哎，比那个坐飞机还快，哎，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佛性本体，哎，就是这个样子，气来自由，甚至还可以超越我们整个太阳系啊。哎，到外太空去啊，哦，很快的，一下子就可以去了。各位先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啊，东方琉璃世界呢？说现象是有很大的差别啊，说真理啊就在当下，哎，所以我们了解哎，那个真理世界呢，跟形象世界啊是不同。形象是虚幻不实，因为山海长天变化很快，一直在变化。等到我们这个一会一过去啊，然后又混沌了，混沌以后啊，又重开天地，它整个世界又不同，哎，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变化都很大。可是我们的寿命啊都有限啊，才100岁而已，100岁啊，各位，我们能够做什么？太少了，对不对？哎，所以我们不在现象里面去争，现象里面争那个都有限度了，太少了。你安尼出世开始直做，做到一口气等于100岁会当做偌济？是不是很少？可是我们进入不是不昧的佛性，一进入了以后，进入本体，可以千百亿化身，千百亿。我们凡尘现在有多少人？60亿人口了，我们那个是千百亿，你看多了1倍，很多倍，对不对？我们又可以马上把它收回来。可以发生，又可以收回来，又可以喜欢变什么形象就变什么形象，很理想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吗？哎，不行的被三餐都束缚了，有没有？哎，无吃呀那，简单扼要，无吃腰，无吃无力没有力道的工作。哎，所以我们了解说，上天就互咱这个生命是安怎叫咱家己过？为什么？什么原因？无明，就是因为无明假如说我们都明了，明了就是觉，然后觉了时间拉长久了叫觉者。觉者是什么？觉者就是佛啦。那我们有时候也有觉，可是还没有者，没有觉者啦，又会很快不觉了。不觉是什么？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叫做不觉，不觉就叫无明。各位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起心动念？有啊，真的很理想哎。北部的先贤都还不敢说发现你起心动念，念头出来我还不知道。那能够发现自己起心动念我们就马上可以去遏止马上可以遏止自己的那个念头。马上遏止那个无明就消失了，就进入那个觉。我们整天假如说24个小时都保持觉，那就是在真理的领域
啊，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进入不知不觉。各位先生，24个小时里面我们不知不觉大概占据了多少？大概有一半没有，不但是一半，还超过。都大部分不知不觉。我们可以说被那个自己的那个习性控制都不知道，这个连我们要吃饭也不知不觉不知不觉的去旁话，不知不觉的去得饭，不知不觉的觉都要点看经验才吃饭，有没有？还是都很觉有没有在觉之中做出一些事？有没有？我们回想真还拢不知不觉。即马天一个暗骹手洗洗，不知不觉都会变成电了。整天拢甲不知不觉做伙这样可以成佛吗？不行那要怎么做？对，就是要觉要时时刻刻保持那个觉。那我们就从自己想到的时候做起。起心动念没使这样就觉了。觉的那个念头就消失了，没有。没有了不知不觉又来了，可没使，又觉了，慢慢的它会增加，那觉的时间它会增加，觉的时间越增加呢，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就越少，这样呢就越来越理想，时时刻刻我们保持那个觉般若妙智慧就容易呈现。那有般若妙智慧我们知道怎么样应对进退都不造业，所以我们要互相鼓励。那么应用随奏应语随打，我们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可以应用随奏，随着这个环境随缘怎么做都有一个刚好的角度刚好的角度我们去做了，就不会考虑到自己是一种这个自私自利的心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大部分都会先考虑到自己，这个事情对我有利呢还是有害？有害我就不参与了，有利我就去做，大部分都这样那我们训练自己是从佛性本体出来，那么从佛性本体出来直接的就直心，直心知道吗？没有经过思索就直接第一个接触到的那个当下该怎么做我们就去做，那个叫直心。所以直心就是道场直心是我们佛性整个呈现的地方所在。那我们又深入第二个叫做身心，第三个叫做大悲心直心、身心、大悲心，它是连贯的大悲心也叫菩提心，也叫大圣心大圣佛法那个大圣心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就尽量使自己运用佛性本体，从佛性发挥挥出来就不会造业不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不考虑自己的情绪。那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念头转得很快我们接触的第一个直心不用1秒钟我们就可以转念，我们就可以加自己的意识进去那就不是直心了，就不是道场，就变成我们的实心变心意识。那修道就不要用心意识，因为心意识是因缘际会才有，因缘消失它就没有。那我们的直心，我们生不灭佛性它是常住，永远都有，永远都在
所以我们要用永远都在的真心，这样会吗？听较熟的都一样啦，所以要听熟，应用啊随做，然后呢应语啊随答，这个呢我们就是应着这个讲话问问题呀，然后呢要随着答，从佛性本体来回答。那么普见化身，就能够这个普见化身，千百亿化身就是我们对做什么事都会做，这个做上等事一个身，做下等事一个身，什么都会做要清那个我们以前讲塞下现在的那个厕所各位有没有清过厕所会做嘛这个是一个身。有没有这个我们清理佛堂这个清理佛堂一个身，是不是普见化身？有没有？什么事都会做到厨房去煮东西、煮菜、炒菜、煮饭，会不会？坤道大音的比较大声我们前道拢点点，有老鬼在应。老钱师长念后写说，你都不去厨房去学，说有啦，我嘛会晓卤，那卤豆干我嘛真够卤啊真香的。只是要应付很多就没办法了那一下子100桌100桌1桌10个人100对的。很厉害马上都要准备好吃不要说去煮了，我跟他摆那碗底，都已经摆几波，就已经够忙了。然后有一个厨师很厉害，他那个判断力真强，一堆很大堆的菜，他说这个96盘。我在想你都甲一盘一盘甲念一死那4盘就走出来。他说不行，念起来歹看，一盘一盘有伊拄好的迄个角度，你都要有安尼拄好才好看。真的真时伊拍出来遐都96盘，我讲那才厉害，个那个功力这堆菜看来讲才几盘，一盘10个人要吃，很厉害还是要车开的来买，都买4盘。因为从天佛院到福里街上7公里蛮远的，平大，我甲念念的就好伊讲袂使念，一定要一盘一盘拢圆满。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有多少那个能力功力都会整个都呈现，可是或许都判断不准而没主修这个主不高。所以呢，这个普见的化身，可是重要就是不离自性，这个化身也不离开自性，所以千百亿化身也在我们真心之中，所以不能离开我们自性。那么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就可以得到这个自在神通，就很自在，自由自在，又可以游戏三昧。在正定，三昧就是正定，在正定之中的游戏，因为我们如如不动那个佛性就在正定之中，如如不动。可是我们可以千百亿化身很多现象，可以游戏，这样了解吗？本体都不动，可是呢现象太多了，都在动，可是又可以摄用归体。
归到呢佛性本体回来。所以自在神通的游戏三昧是名见性，这个样子才叫做见性。很广，对不对？见性很宽广，所以角度很多。那我们要先认识就是我们本来面目，本来面目那个就是佛性，就是见性，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一个，了解了没？懂了没？那一个。因为成佛就是那一个，你没有去摸到那一个，成不了佛的；修道没有摸到那一个，修不成的。为什么有的千生万世修不成道，就是没有摸到那一个，很重要我们要用不生不灭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一个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一个是不是了了分明？有没有？了了分明。你要抱抱不得，你要把它甩开也甩不得了。就是那一个本来面目，不即不离，不住相，可是也不离开我们身体，还能怎样？一定呢要认识它，要启发它，把它启发了以后，再完成，我们就应用。那应用了以后因为都是这个学我们一切，学耳，就是呢回光返照，时时刻刻呢我们都回光返照。所以我们记得，精神外放就是众生，回光返照，就是圣贤。安尼一样的，要放出去较好，要修转来好。爱记拢即马拢伫遮咧讲爱修转来咧厝的时阵会记讲修转来，修转来。唔通看着好看规个拢走出。一定爱记修转来，迄拢假。幻敌的景象。都是假的，全部虚幻不实在。不管它是好看不好看，都是假的。因缘际会才呈现，因缘消失就没了。不真，那真的就是我们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这个亿万年都在的。就是要重视它。能够重视它的启发的应用的。我们一个名称叫做佛啦。不启发不应用，然后不注意它，我们一个名称叫做鬼要做佛要做鬼。要做佛都要理心认识，然后把它启发应用，然后呢能够利益众生，度化众生，这样呢就一定可以成就了。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见性，就是要我们自己本身回光返照，所以才有那个回头是岸。以前呢，到那个寺庙看到那个匾额，那个回头是岸，都以为是在欠那个流氓那个流氓欠他要回头是岸，不要当流氓。结果后来一领会说不是嘞，这个是在跟所有众生讲，我们所有众生精神都外放。那叫所有众生呢要回头，就是把外放的精神收回来。只要把外放的精神收回来，我们就可以到达清净的彼岸。那我们精神外放就是在苦海，我们精神外放投入完成，那懒得成垢，五颜六顺。一定有喜欢讨厌一定有行为一定造业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回光返照，回头是岸。一回头了，就到清净彼岸。原来是跟所有众生讲的，不是在欠流氓。
可是我们想一想哦，我们这个流浪六道，大概也是太久了都当流氓，都没有努力啊，认真的想回到我们那个当佛的本位。那么至诚呢在其事业如何呢是不利益呀？问这个六祖啊，什么叫不利？那六祖就回答说：自性啊，无非无痴无乱。我们的自性里面没有是非，然后也没有无明，然后呢也没有散乱。这个很重要了自性啊，没有非，没有负面的，全部呢都是一个绝对体。无痴，没有无明，无乱，没有散乱。那我们现在在凡尘啊，大概都离这个蛮远了，一定有是非，然后呢一定啊无明，然后又一定散乱，有没有？还有我们这个回答的很奇怪，好的也有，坏的也有。念念的般若观照，就是我们这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啊，那个一念不生以后，那个六祖很喜欢把这个佛性本体啊用念来代表，所以叫念念，念念般若观照，一念不生呢叫正念，那个正念啊已经进入佛性的本体。所以理想就是那一种状态，在正念的状态。那我们有起心动念啊，那个叫邪念、妄念都不正，也不要它。那真正的呢，我们都不起心动念啊，那个叫正念。那正念已经进入佛性了，所以叫呢正知正见，正确的知见啊，从佛性本体出来。那因为佛性本体啊，就是成佛那个因子，能够成佛，就是因为佛性本体，所以叫佛知佛见。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讲佛知佛见就是从佛性本体出来，那个才是佛知佛见，正知正见。所以这正见不是我们根尘相对所产生的。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的那个都不正，都是邪见。我们被自己的邪见障碍，所以就成不了佛。这样了解吗？那我们生活之中都这样，是我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对着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然后产生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那我们把六识当成我们的真心所以这样才一直六道轮回。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这个是根尘相对所产生的。那根尘它一直在无常变化。各位浅显，我们的根根有没有变化？可能各位有疑问眼耳鼻舌身意怎么会有变化？有没有变化？或许呢分析了这个小孩子所看到的跟我们大人所看到一不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对不对？小孩子看的他的视线很短，看得很近，那我们大人以后看得很远，看得很宽广，跟小孩子完全都不同，看的角度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念那个国民小学的学校在念小学的时候接得很大，学校这么大，教学这么大。然后等到我们出社会已经几十年以后，我们再回去看，回去我们念小学的学校看，这好那叫谁？这高雄那叫谁？一样的没有变化的东西可是在我们小时候看，跟我们大人的时候看，一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
差在哪里？差在哪里？在我们的心呐、我们的心的差别。因为那个小时候那个小时候的那个见解就是很狭隘。然后呢，我们这个到社会来历练，见解就很宽广。是那个叫无常变化。那我们不要把无常变化的东西把它当成是真，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的那个六根它也在无常变化。那六尘呢？那个变化更是明显。只要你一段时间没有到一个地方去是过一段时间去你认不得，整个都改变了，对不对？所以那个色声香味触法，那个也都是改变很快。那根尘都一直在变化。那产生的六识我们产生的心会不变化吗？绝对变化。那变化的心我们要用吗？不能用。我们要用佛性本体出来的那个真心。那我们的真心呢，要怎么出来？一定要跟尘相对的那个四心全部都放下。所以呢，那个施公山本净禅师才讲，这个道无心之道。他的无心就是把跟尘相对我们日常生活所用的心全部都不要了，去掉了，叫无心。我没有心的，没有心的就叫道。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他又讲一句这个时候那个道就是即心即佛。那个道就是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佛。这样听懂了吗？不是我们在凡尘用的心那个即心即佛凡尘那个心才不会是佛嘞。那个都是造罪，那个造了很多业，一定要受苦的。那我们呢，就是把凡尘的所有这一些因缘际会所产生的心全部都放下，不要它了。这个叫忘记。忘记了以后接着怎么样？真就显，真就显现出来。所以忘记真就显。只要我们用忘，那个真就退隐。用忘心的时候真心一定不见。然后我们凡尘在讲我都是真心的，我都是真心的。那个是建筑在事心上的真心他的认识不在真理上，而在事心认识的心上面。所以男女之间在谈恋爱，不是有的时候很真心吗？那个真心会不会变化？为什么会变化？因为它建筑在事心上面。因为凡尘的景象一直在变化，等到景象变化，时过境迁，时间已经过了，环境已经改变了，那以往那个相爱的心还在不在？变化了，对不对？被形象左右了，影响了，所以那个叫世心的真心当他相爱的时候不能算这个假，真的很真为他生为他死都愿意可是经过时间的那个变迁以后你要给他旁迄个洗下水的碗，对不对？这个一个你不喜欢的人要给你端了洗脚水你愿不愿意？我给一旁不免你旁，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我们心的变化是很大那我们修道呢，就不用这一种世人的那个心来修，一定也要用真心不生不灭的那个常住真心。所以我们用念念般若来关照那个六祖用佛性本体这用无字就叫念念念。就是呢，我们佛性本体它没有间断，
所以念念无间，念念没有间断，就是念念都是觉，在这个万年化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都是觉，所以六祖喜欢用念念来讲，按念念呢就用般若，般若是妙智慧啊，是佛性本体所生发的，我们用呢这般若来观照，那用般若观照会不会做错？不会的，绝对不会做错。那时时刻刻啊，都在这世界之中。所以呢，念念啊，般若观照。那么常理法相，我们凡尘只有两个，一个叫法性，一个叫法相。就是一个性啊，一个相。性是没有形象，相是有形象。那我们呢，就是呢，常理啊，法相。凡尘的所有法相，我们都离，就是离相明佛的意思啦。各位对相有没有认识了啊？或许之前不是有问说我们要怎么成佛，有没有？要怎么成佛？对，正确的答案就是两个字：离相。就是形象也要离，事情也是形象也要离，语言是形象也要离，文字啊是形象也要离，这样懂吗？不管是事情，不管是这个所有有形有相的东西啊，我们都离，不是破坏它，我们不住就可以，不要住相就可以，全部啊都可以离相。这样有没有一点了解了？比较能够进入真理世界。所以常理呀、法相，全部呢所有的形象，我们都可以理。不管是这个事情的相、文字的相、语言相，真正形象的相，全部都离。离了就是佛了，就已经是佛了。那么自由啊，自在，因为离相以后啊，就自由自在。我们住相就不自由自在了。比如说假如说各位想买一部车子啊，这个心思啊都在车子上面，对不对？规个拢叫车白条的啦，行去遐倒咧修车，去遐倒咧换车，去车白条的，是不是心就很狭窄了？拢想一家想，对不对？都不自由自在了。那我们假如说什么相都离了以后啊，就自由自在，不会束缚了。所以我们就时时刻刻训练自己的心啊，就是这样自由自在，不束缚。那么纵横啊，这个尽的，这个纵，南北，横东西，这个纵横都可以尽的，就跟那个自由自在的意思啊，是有点相类似。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得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么有何可立？这样的状态啊，要立什么名称来说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佛性本体啊，它是实义啊，不可思议啊。不能用头脑来思，不能用嘴巴来论，不可思议啊。不是还有讲说不可思议是什么状态吗？还记得不记得？可能也有一项了就是我们不着有，然后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请问是有还是没有？不可思议呀！说有不对了，说空不对了，说亦有亦空不对，说非有非空不对。按讲拢唔对唔对，大家拢唔对，且无法度想，无法度讲。那个叫不可思议啊！那你不信本体就是这种状态，实以不可思议。我们勉强把它说出来，让我们了解一个轮廓，然后知道怎么做、怎么修，然后到达我们需要的目的。这样了解吗？自性啊，自悟
顿悟啊，顿修，义无啊，戒次，就是我们要自性啊，自悟，自己的佛性呢，自己啊领悟。他顿悟了以后啊，要这个顿修，领悟了以后啊，就是要去做，就是不能光知道，一定要去实行，顿悟。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啊，就能够心领神会，顿悟。各位顿悟了没有啊？为什么会一直问呢？就是要我们增加信心啊。我们信心都不够，惊都袂着定，所以要当下承担，就是我们不是佛灭的真心佛性已经顿悟了，然后要从佛性发挥出来，然后去做，叫顿修。那么义无啊，就是没有次第啊，没有按照说，我想要修，先摆一个时间，然后摆一个所在，然后我才来做，不用这样啊，就是当下，在当下该如何就如何。巴肚枵就食饭，爱困就来困，逍不逍遥？很逍遥。所以那个以往啊，那个老师傅啊，很老了，然后他弟子在问啊，说师傅现在还用功吗？用功。师傅怎么用功？这个饥则餐来，困则眠，会吗？弟子问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吗？那个老师说不同，这个现在的人啊，这个虽然嘴巴在吃饭，可是头脑都胡思乱想。虽然身体躺在床上睡觉，可是一样翻来覆去。这样同不同？不同所以老师傅的做功夫啊，就是饥则餐来，吃就吃，困则眠，睡就睡，这样就叫修了，顿修，那样的，这样的。训练我们专一呀，做事呢就是一样，集中精神做事。要玩集中精神去玩，都是专一呀。专一就是道，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呀，专一，跟那个老师傅一样，饥则餐来，困则眠。所以不立一切法，一切不立，不建立一切法，知法呢即灭，所有的万法呢，它都即灭，即就如如不动，灭呢就是灭掉所有形象，灭掉呢所有烦恼。那么有何次第？就没有那个安排的那个秩序啊。那么自成礼拜焉为执事朝夕不懈，这个自成呢就在呢这个六祖的身边呢，当了那个执事。那么生自册江西人，有一个自册江西人，本姓张，名叫贤昌，张贤昌。少年任侠，就是少年的时候他当那个侠客，行侠仗义那个侠客。那么自南北分化，那个神秀呢跟六祖他们呢分开教化，二宗主虽往彼我，那个神秀跟六祖他们没有分你我他，没有分彼此所以二宗主就是呢神秀跟呢这个六祖，虽往彼我，就是已经不会分别你我，没有那个分别心了。而呢徒女渐起爱憎，可是他们的徒弟那一些就互相起了那个喜欢跟讨厌他们徒弟都会有。神秀的徒弟不喜欢六祖，六祖的徒弟不喜欢神秀。
是不是这样？都一般啦，那个常情都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啊，北宗门人啊，自立啊修师为第六祖。那个北宗门人就是神秀那个徒弟呀，他们自己呀，立那个神秀第六祖，就是跟那个五祖付给衣钵给六祖不一样，而祭啊只是传衣为天下闻，就是那个忌啊，就是害怕，忌讳啊，害怕。六祖啊，那个五祖传衣钵给六祖那个事情啊，天下的人都知道，怕这样这样他们要立神秀为第六祖就立不起来了，天下人都知道那个六祖是慧能，不是神秀，可是神秀的徒弟呢，他们希望说，他们的老师啊就是第六祖，乃祖行昌呢，来赐死。就是祖父啊，这个自册啊，这个张贤昌呢，来这个行刺啊。那么六祖他有心通啊，意知其事，他知道这一种事啊，有人要来行刺，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只要各位这个能够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然后一段时间呢。大概以我或许看那个解和传灯录，还有那个五灯会员，所有他们的那个修持的过程要有这一些功夫出来大部分都12年，12年，这年就有成就了。那我看六祖在那个猎人队有多少年？有10年，对不对？所以那个六祖也有那个功夫等于是已经有那个五眼六通，大概12年就会有六祖已经15年了所以他也是会有，所以有的是心通，心通呢是六通里面的一个。那六祖呢知道及至今呢10两以座间就是放那个金金块令放在他坐的那个地方。那么10月末贤昌入子师，这个张贤昌就进入子师将欲加害师呢师景救之这个六祖安君春登本要抬然后贤昌挥刃折山伊把迄刀为六祖的阿妈棍给抬过去3界，知道吗？已经给抬过阿妈棍给长3界那么虚无所损六祖拢无去互斩断去还甲斩3界过，侠客真是迄拢敢咧抬价，真的呢，毋是假比的就好咧，是真是甲抬过那为什么那个抬过无去阿妈不斩断去？那个就是功夫修的功夫，所以在那个《楞严经》里面就有这一段记载，就是他修外面的水有风土4大，我们身体也是水有风土4大，那4大跟4大已经融成一体，好像我们水投入水，但水甲倒落去水会变嘛是水对无？咱若火甲等咧火会变嘛是火所以它就是修这一个功夫了，已经不相妨碍。外面的水有风土跟我们身体的水有风土已经融成一体所以没有那个摩擦，没有妨碍所以一抬过抬3界那个好然后诗曰，这个六祖就讲话了，说正见不邪邪见不正正见
那个正的，你在行侠仗义啊，那个叫正见，它不邪。那假如说你是私心的，那个叫邪见，邪见就不正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从这个延伸出来，就有说呢，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正；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邪，有没有？所以我们本身的心重要了。你是正人，那你行邪法，这个邪法变成正法；你是邪人你去行正法，那个正法就变邪法。所以重点就是在心。我们是正人的话，虽然这个法是邪，可是变成在你身上行出来变成正的，这样懂是吗？所以心重要了。我们就是要掌握自己的心。只负汝金不负汝命。我敢若欠你的钱尔我无欠你的命。你要甲我抬我都无欠你的命，所以无应该这个样子。然后行仓呢，经补转回去一个侠客他会吓到那个晕过去了。你看有多严重？很严重，一行到有够功夫啦。哎呦，哪会安尼？一届死了，我抬3届呢。哪会佫无死，佫会讲话？六祖还会讲话，所以他那个下程度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呢，久而方熟真久才醒起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研究的这个六坛心它不标榜神通标榜还是在真理世界。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侠客他也是要行侠仗义，可是他的出发点就已经不对了。要杀了一代祖师就已经不对了。而且那个神秀又不是真正的有灵衣钵，所以他这个出发点就不正确。那么求哀悔过我们人都会啦这声他没弟弟啦这个算杀人很重的这个罪了然后呢，希望呢他能够下面呢这个自测。那么举愿呢出家，讲过去我拢出家做侠客修遮久拢无功夫所以呢愿呢这个出家。那么10岁已经六祖就给他那个10两跟他说汝且去你较紧走恐途中关害于汝我这徒弟若知影讲你来要甲我暗杀这声你原来袂得得啦，大家拢唔帮你耍，真会甲你害死所以紧走你看这个心地就很好就是他害他也没有说生气在心没有他跟他讲说只有欠你的金不欠你的命你赶快跑，赶快逃跑如可呢他路异行而来你改天改变形象，然后再来有当呢摄受，我就收你做徒弟你就要变形，唔通赶快这个形来，你要赶快这个形来我那会去徒弟主动被六祖的那一些徒弟主导。那么行仓呢秉持消顿就赶快按所说无快赶紧走后投生出家。他没有来找六祖就已经呢去出家了具戒精进，然后具备那个戒力，然后很努力的精进。那么有一天呢一师之言想到六祖讲的话这个呢引来李庆就是赶快来见六祖。那么六祖呢就跟他讲说无酒炼乳乳来何往，讲直直咧甲你炼你那换得来所以这个还是看他的那一种修道的根器还是可以也当呢来修德。
那么自册呢就讲说卓蒙和尚呢舍罪今虽出家苦行呢，终难呢报德。所以我们都有那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说去修苦行都是伫咧害迄罪啦，他认为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已经这个已经出家了，然后修那个苦行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苦行对自己没有利益啦，对众生也没有利益啦，所以释迦牟尼佛不鼓励。那苦行呢，我们要了解到是磨练我们修道人的心智，惊咱会放逸啊。当然安尼不要修好精神够这个生活的时候我们精神很会放逸，就是生活得很好，那变成我们就不收敛就会安尼会做歹。所以就借了那个苦行来磨练他的心智所以一定呢要了解到，重点都是在明心见性我们要修道一定要先追求明心见性。那剩下怎么做我们自己衡量。咱来行这个身体好逸恶劳喜欢享受不喜欢受苦嘛。那假如说我们有这一种情形就可以借着一些苦行来磨练磨咱迄个心，把迄个想要享受的心给它磨掉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实际的。因为我们呢假如说是在好的环境之下生长，那他受苦的程度那个受压力的程度就不大，一点点压力他都受不了了。那你假如说是在很苦的环境下生长像那个非洲的那一种生活形态他们接受了那个苦的程度就很高。那我们假如说是富裕环境这个下生长，那一点点苦他就想自杀，受不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外面的环境对我们的心智磨练也是很重要那我们能够吃苦这个呢重点就是在我们已经对佛性认识。像颜回颜回我们从记载他就是没得吃没得穿没得住这个肌肉相，就像现在的违章建筑然后呢这个单食瓢饮就是没得吃家都没他家，人不堪其忧这个我们平常的人没有办法去像他那样生活。可是回也不改其乐。那颜回的快乐不是装给人家看的，而是他从内心产生。那为什么内心会产生那么快乐？因为得一善，前前呼应终身无私。他得一善，这个一善就是得道，一就是道，他已经得道，他把这个道前前呼应就是时刻刻都保守，没有那个不觉的时候没有起心动的时候，时时刻刻呢都是觉。所以他会如履深渊，如履薄冰那个呢深渊不小心摔下去那个万丈深渊浑身碎骨。然后呢如履薄冰那个冬天那个湖面结冰还很薄足薄的你即马较大来较大落迄冰破去迄人就沉落沉落去即马佫起来去互冰拄掉一定死所以咧打迄薄冰的时阵爱真气袂使出来有人行我们修道哪一个像这样？有没有？有没有如履深渊，如履薄冰大啦就一卡一卡就来行去，对不？你哪有遐尔运是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啊，行造业啊，以后要受苦再来，对不对？啊，所以哦，我们了解说，菩萨为因啊，凡夫为果。菩萨呢为记啊，造了业因，造了业因要受苦啊。那我们凡夫都不管哦，什么业不业因啊？哦，我都安尼规去做。啊，即摆咧接受果报的时阵啊，哦，怨天尤人，啊，那会拢我啊？啊，那不是别人。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形？这个回答是对的啦。没有，哦，没有这个情形，所以呢，哦，我们要了解到，哦，因为他对这个道的重视，哦，所以时时刻刻啊，都保持那个觉。那我们假如说哦，能够时时刻刻像颜回这样，哪会不成佛？啊，他因为哦营养不良，32岁哦就归空。那到现在都那么久了哦，我们竟然还得颜回。我说我们祖先哦，大概经过四代5代啊，我们有哪一个还记得我们4代5代之前祖先的名字？哦，咱老爸阿公阿祖过去啊，第4代啊，第5代，大概都唔捌你啊，捌人捌，唔捌啊。唔知什么名，唔知啊，都要去总婆啊，哦，才会知道是什么名字。那颜回跟我们非亲非故啊，我们竟然会知道他，就是他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只要肯学，你就可以成圣人。哦，他已经成父圣啊，是圣人，就是这样。哦，这个。得一善，全福音，这样就好了。然后不迁怒，不恶果，容不容易做？不迁怒，我们都很容易迁怒。哦，这个以往我时常说，这个先生在外面上班哦，受到公司的那个打压，回来就骂太太，太太就骂孩子，孩子就骂那个宠物。不是迁怒吗？那个宠物哦，那个小孩子脚就踢过去了，很倒霉。就是因为他爸爸在公司吃亏，所以我们凡尘就很容易见到这一些现象。那我们了解说，原来圣人有教我们不迁怒，到你的身上为止，不把那个怒发出去了。不迁怒，然后不恶过。我们呢不知道的时候啊，会做错。那做错以后啊，绝对不犯第2次，不恶过。这样就可以啊，成为一代圣人，不是很困难的啦。看看我们愿不愿意做。所以或者都会问说，愿不愿意成佛啊？也信不啦。大部分都是想说我的生活好好，脑花都闲就闲，若无完无要紧，都是这样想啊，所以那个缺少那个精进的动力，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凡尘啊，是苦海。那假如说各位还不死心的话，去找那个大铁板来踢呀，踢铁板。一定会清醒的啦。我们太顺了上天把我们考倒，让你能够赚钱，让你能够有社会地位，那你还想修道成佛吗？安尼都真好啊，不想的啦。还让你什么都不如意，还是修道好，还是脱离苦海好。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啊，要成就我们的话。让我们很坎坷啊！可是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就是顺利名利就是很实碎，完全都不同。那我们所有的追求都达到的话，那还想成佛吗？不想了。
凡尘很好玩呢。哦，现在都很自由，有钱你要到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去啊。哦，好不好玩？不好玩啦，很累的。哦，去玩很累。那所有山河大地都在我们兴奋之中。你只要一静下来，所有山河大地就在你身上，干嘛还要出去玩？哦，心都还要外放，还要用钱，受苦的啦。我们可以把那些钱都省下来。所以这边这个册呢就讲说呢，今虽出家苦行，终难呢报德没有办法来报答那个六祖不杀他的那个德。那么其为传法度生乎？要怎么样报答六祖就是要传佛法，然后度化众生。这个方向倒是蛮正确的，这样才可以报答那个六祖的那个不杀之德。那么弟子常览《涅盘经》这个自册呢就讲，他时常呢看了这个《涅盘经》。那么未晓就是还没有知道，没有了解常无常的意义呀。就是呢看那个《涅盘经》还不知道呢常跟无常。那么启和尚呢慈悲，这个希望呢六祖能够内为解说，就是呢把那个常跟无常。那么六祖呢他就讲说无常者即佛性，是不是已经跟我们所认知的不同？六祖讲说呢，那个无常就是佛性。那我们说佛性是常，对不对？可是六祖他就讲这个无常就是佛性。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假如说那个常是佛性的话，那我们众生都成佛了啦，要不要修道？就不用修了，对不对？那佛性是常常的话，大概众生都佛大概众生都有佛性已经都是佛。所以站在众生的角度来说佛性是不是无常？我们众生站在我们众生的角度来说佛性了解这个意思吗？假如说佛性是常，那现在的众生都已经是佛了，要不要修道？就不用修了。所以六祖讲佛性是无常，它一直在我们众生这个生活之中变化。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要懂意思它不会是完全相反因为佛性是常住嘛，跟那个六祖讲的无常完全都是相反。那他为什么要讲相反？就是因为我们的认知都以为佛性是常。那六祖就讲，假如说佛性是常的话，他常住的话，我们众生都成佛了，就不用修道了。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了。还有了解不？有没有没有再说说得清楚一点。有常者即一切呢善恶之法分别心。那个有常呢，就是咱的善恶之法分别心咱的分别心就是有常。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生活之中拢用这个心是不是常心？是不是常？我们生活之中是不是用这个心？用这个呢善恶之法分别，对不对？都是用这个心，对不对？所以六祖把它讲，这个叫做常。今天都在用咱在用这个心就是叫做常这样懂了没？所以站在那个不同的角度来解说。因为佛性是常，我们要知道真理佛性是常住可是常住众生没有去启发，没有修正所以没有成佛。
那我把它认定是常的话，那就不用再修了。那本来众生都是佛了，六祖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了，所以咱一定都来了解。讲起咱来安尼讲，我们认知的佛性是常住，为什么会讲无常？就是众生呢不用，我们众生所用的就是分别心，所以常啊叫分别心啊。我们日常生活是不是用分别心？它是不是常？又不敢回答然后呢，智彻就讲说和尚所说啊，大为经文，违背大大的违背经文。那么六祖就说：五传佛心印啊，安敢为矣啊！佛经，我在传达就是佛的心印，以心印心呐，怎么敢违背那个佛所讲的经？那智彻呢就说，既说佛性是常，和尚呢皆言无常，所以把它点明啊，说经里面讲佛性是常。可是六祖和尚切言无常，这个和尚不用再解说了各位浅显是和尚和尚，和中了。三恶之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切言是常，那么此即相违，那个跟真理相违背，跟经典相违背，就是这个地方。那么令邪人转加疑惑，无听无疑问愈听疑问愈多。智彻就是这样讲。六祖就讲说《涅盘经》五时听尼就是比丘尼无尽常读诵一遍。那个无尽常比丘尼他就是肉身菩萨，他的家境很好，可是他修真的修苦行一天只有吃一餐，然后不倒单，不倒单知道吗？就是不躺着睡觉。好野人的查某囝无嫁翁，个食一顿，个无倒咧困，所以有苦行无，很难得所以现在在曲江的一个山上，肉身菩萨无尽常，那六祖有听无尽常读诵一遍变为解说伊听到以后上经的人唔知影意思啦，听经的人知影，听经的人捌字，很有意思所以为什么我们佛老师一直要我们大家研究六祖坛经？是说知佛妙理非观文字不要住在文字里面要在真理世界在真理里面追求。无一字一语不合经文解说的时候一字一个字义理拢跟经文相合，乃至谓汝中无二说，跟你也一样都没有两种说法。然后智彻就说邪人思量浅昧，愿和尚委屈开示。伊讲我咧学认识跟迄个度量拢真浅，佫真暧昧迷昧啦，拢无了解希望和尚能够委婉的曲折的来开导教示所以这个智彻就这样要求六祖。六祖就讲说：汝知佛，说你知道吗？佛性若常，假如说我们佛性它是常，那么更说什么善恶之法佛性假如说常的话，那么善恶之法都唔免讲都伊是拢已经常乃至穷绝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一直到达穷绝，也就是时间过得很久很久以后没有一个人会发菩提心为什么？因为佛性是常，是常的话就不用发菩提心
那也没有三恶之法，全部都没有，因为它常住了，故呢无收无常，所以六祖才讲佛性无常，正是呢佛说真常之道。那个佛说的那个真常那个真心常住真常，就是在真理世界啊。那六祖讲的是在现象，这样懂了没？现象来讲，佛性是无常；然后真理来讲，佛性是常住。你把没懂了没？所以一定要抓到那个讲的那个角度。六祖因为呢，站在现象角度，我们众生呢都在用佛性可是我们用的时候都不知道。不知道呢，就变成佛性变成无常，一直在变化，所以六祖把它讲出来，然后呢，我们那个平常的心都是用世心，所以这个六祖就讲说一切之法若无常，所有的万法，假如说无常是变化的，即物皆有自性。变成所有的东西它都有本性像我们坐的椅子它也有本性。那假如说椅子有本性它就会有取舍，讲我给你坐，我不给你坐，不给你坐你就要坐起来。我们的椅子会不会这样？不会所以它没有自性所以假如说物都有自性的话，那个世间就不能安立这样懂意思吗？有捌买，因为较早都唔捌听到讲伊的自性，这都我嘛会咧。讲我无你用，你莫把我起来吃，这样了解吧？他会不会？不要他这个也可以我不给你用，你不要在这边说话会不会这样？不会，所以物没有自性，所以这边六祖就讲，假如说一切之法若无常的话，每一个物它都有自性，容受生死，它要来接受，每一个东西都要接受生死有自性的话要接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骗之处。那真常，我们那个追求那个真常之道，那个真常真理它就有不骗，就不是尽虚空骗法界，它就呢不骗了，故呢无收常者，所以呢六祖就把这个说是常，是佛说呢真无常，佛讲的那个真无常，就是万法万象那个呢。就是真无常。那么佛比为凡夫外道呢，只以学常。就佛呢为了我们凡夫以及呢为了外道执着以这个学那个学常，就是不正确的常住了。那么知二圣人以常寂无常。二圣呢就是声闻跟缘觉。就是修成是阿罗汉跟辟支佛，那个叫二圣。那么他们呢，把那个常寂无常，共成八道。八道呢，就是这个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我常乐我净，常乐我净是佛的四等。然后我们凡尘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他的整个把它看成颠倒过来，佛的常乐我净看成无常无乐我无净，已经四倒了。那我们凡夫的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把它看成常乐我净，又四倒了，加起来八道。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有没有把那个凡尘的看成无常无我无乐无净看成常乐我净？大概也都没有了不知道了，都不知道。
竟然我们讲的超过了，剩下9分而已。本来还留下15分要给各位问，今天讲得很热络竟然超过时间，还剩下9分钟呢请各位踊跃发问不要怕人家笑了，只要我们有疑就必问有疑问就提出来。疑问呢疑就是怕改，爱把这个改套套回较无改才会解脱才有法度呢脱离苦海。有没有啊？有没有人问？剩下8分而已，剩8分了。上次那个浅显问的就很好那个有关于那个那个领天命的问题那个一提出来问我就是了解到这个一代祖师受记那个给我们这个点到只要我们不反道拜德，那绝对都可以修成。咱要去向修我若对了唔对，唔通修为成，那个都是多余的那个顾忌只是我在修持的过程自己要有这个般若妙智慧，要用我们的那个智慧来判断，怎么样可以修成，怎么样修不成。假如说我们太注重了这个注重形象，那个修不成那修不成是害我们自己。那假如说我们相都不住了，可以修成是帮助我们自己。所以在修的过程里面我们要了解这个释迦牟尼佛有讲说我们修道要四依依法不依人。我们按照佛法来修可以成佛，不按照人，因为人他有过错，有看不见的不对的。那我们按照追求跟人去修的话，我们错了也不知道。所以现在都有一点我们的传承社会家己要去地岩是讲无伴，讲招一寡人去规阵带带的来地岩行到一关系，大家讲好行都盲目。那我们要了解到一定要清醒这个不对的就是不对不会变对是非要分辨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所以第一个依法不依人，第二个呢依智不依事。我们的智慧是不生不灭，我们的事心是生灭。然后我们依照呢我们的智慧，不按照我们那个事心然后这个第三个呢依欲不依语。义就是道义的义就是真理。我们按照真理，不按照语言，不依不是语言，依义不依语。还听有无？第四个呢，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了义就是究竟不了义就是方便法门。那方便法门我们也要用。可是要知道它是方便不究竟的，是我们以前很容易做，很容易成就，那我们去做做过以后这一个法就把它割开了那个叫不了义。那了义就是究竟就是大圣究竟那个我们要依为四依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是。还有4分钟，今天都没有人要问好，请说。慧典老师好，刘老师好。或者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耳根圆通放出，就是把耳根放出在我们听得到的那个声音里面，对不对？可是呢，如果说有很多声音，到最后就有一声音，就是通的声音。可是呢，
水中。我们呢，这个之前这个有讲到那个耳根圆通，因为当时这个各位都是反应听不懂所以听不懂，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详细说了，就把它搁起来说，往后有机缘的话我们再来讲。那各位可能也是有听到，或者在北部讲的一些录音带，那个录音带里面就会有交代怎么做了。然后我们这个做耳根圆通最主要要先分第一个是听，第二个是闻，第三个是闻线。那第一个听那个是耳朵的功能，而不要。第二个闻就是我们听到声音又加入我们的心意识，那个也不要。第三个是闻线，闻线就是佛性，不生不灭的。那我们修耳根圆通的时候就是要用第三个闻线。第二个闻我们是最容易误用。那个不要。你一听到以后加入你的心意识那种给走的白做的白讲不好，所以一定要用第三个闻线。那闻线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就是要了解最重要的就是了了不灭。你听到什么了了不灭，可是不要追它，不要被它影响。你知影这个十方都有声音你十方都了了不灭，你就好。所以就保持这一种状态。然后耳朵会发生什么变化，不要管它。你要去管你耳朵发生什么变化那个已经心意识作用。你心识作用都不成耳根圆通。所以我们要了解用闻线。闻线唯一，没有心意识这样懂意思了吗？懂不懂？各位要做耳根圆通的时候也是要用第三个闻线。就像或者说眼睛是见性嘛，那见性我们去分别这个水这个肉，那已经落入心识了。那能够了了分明，了了分明不分别伊是水是肉，你能够一清楚知影，那个叫一，见性是一。你知影无？没有进入千差万别，没有，只有一，单独的一。所以这个呢，满眼本非色，满耳本非声，闻时常触目，观音赛耳根。我们眼睛所看的就是文殊菩萨，就是智慧第一。我们一看出来都是用智慧，所以看出来的了了不明，那个智慧第一。然后耳朵一听到声音闻线，寻声救苦，那个也是慈悲心。那个是我们佛性，闻性也只有一。这样懂吗？超过时间的下。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的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或学机会学讲。我们上个礼拜有带这个如是我闻的 CD 80片，可是那个 CD 因为录的时候是从 MP3 把它转录过来。转录过来呢，竟然把后面录到前面了，把前面录到后面。各位有拿吗？有。听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奇怪？那要从5、6、7听，然后再听1、2、3、4这样才会顺。那或许呢，说这样不好，这样我们会往后会混乱，所以把那一些旧的全部都收回来。那我们有在记500片新的顺序的已经记下来了。各位可以拿那个新的回去听。有书面资料，有那个印册。那书面资料后面有很多
那个台北前贤问的问题，把它印出来，这 CD 里面没有，所以听的跟书面的不一样，前面一样的，后面不一样，所以各位可以两样都拿，也拿 CD 也拿那个书面资料。那下个礼拜呢还有一份是张卓秀才的悟道记，这个 CD 也已经做好了，他那个书面资料也已经在印，下个礼拜也会好。那各位假如说有拿到没有来听的，也希望各位拿回去给他们听，因为有看过这个书面资料，有听过这个 CD， 那我们大概就会知道怎么修，然后会从内心产生自己成佛的那一种信心出来。所以或许之前呢是有看那个书面资料了，因为那个时候着重以心印心，所以不注重印下来。那因为这一阵子比较宽广，真的印了上天大开普渡了，所以把它印出来了，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多拿回去呢，给没有来的前贤看，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怎么修，怎么成佛。只要看过听过都会有从内心产生的那个十足的信心，绝对可以成就了。那我们准备下个礼拜开始又讲耳根圆通。我们上次讲过一次，对不对？可是大家都听不懂，是不是那样？拢听无啊？现在或许又准备要重讲，一样的啦。这一次准备走慢一点，然后因为我们也有经过半年多的欣喜，再来听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生疏了。那在我们耳根圆通讲完以后，我们又接着讲那个黄檗虚云禅师传心法要，各位有看过吗？有。它很深蛮深的，蛮好的那个一部那个修持方法。那有的会讲说，怎么不把这个《六坛经》讲完了以后再来讲呢？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可能都以往有研究《六坛经》那有研究过以后我们对它的那个内容以及它那个背景，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修道很兴盛，禅宗也是在那个时候兴盛起来。在达摩祖师西元502年到我们中国来，一直到西元1000年这一个期间是我们的禅宗最兴盛的时候。那我们借着六祖坛经的背景，因为六祖就是我们东方本，那文化背景是一样。那借着那一个时代的大家的那个心灵的结晶就是很努力在修道，然后把那个很努力修的一些那个纲要、一些法要，都把它阐释，就是记载流传。那我们借着这个六祖坛经来了解性理心法，所以重点就在一定要明心见性，不是在说我们六祖坛经是讲完了没有，也是说我们明心见性了没有，这个重点所在，我们要把握。那接着讲耳根圆通，告诉我们怎么修；借着王波那个传习法要，告诉我们心的要法在哪里。我们都透彻知道，这样的话修起道来就会很快的，就会像老前所说摸到根的成仙做佛。我们不是那个摸不到根加修行。那假如说我们没有
找到不生不灭的，没有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个就是没有摸到根所以这个很重要。刚呢在卢世文跟那个那个周秀才那个张轴悟道记都有提到就是要很努力的就是进入很理想的那一种状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一定会有空闲的时间，然后我们在空闲的时间呢我们就先做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做的功夫绝不会这个失去就是唐捐，功夫唐捐就是不会这个没有用，绝对有用我们开始呢用比较强烈的意念告诉自己万年放下这个虽然比较有为可是要经过这样要有这个过程然后呢以一念来比万念所有万念都放下就是告诉自己万年放下强迫自己，然后我们真的是万年放下以后一念不生。那一念不生以后各位浅显，我们人是半阴半阳，仙佛是纯阳，鬼魂是纯阴，那我们是一半，半阴半阳。那我们在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是已经在培养我们的阳，阳一直培养，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持久，然后一段时间我们纵然在晚上睡觉都会很清醒，已经人在睡觉可是头脑很清醒，那个就是阳比较充足所以或者曾经经过那个纯阳的阶段，晚上不用睡觉，晚上不用睡觉所以各位假如说有到达那个可以不用睡觉的时候不要起烦恼，不要吃安眠药。为什么？阳已经足了充足的时候那个精神很好晚上不用睡，白天也不用睡，全部都不用睡，那个叫纯阳，已经全部都阳了，阴已经没了。可是我们因为在凡尘生活，我们是半阴半阳，所以我们有时候难免会有那个负面的念头，就是不好的念头生发，那个就是在培养阴各位有没有不好的念头产生？就是增加我们的阴所以有那个阴一增加，我们会昏沉。各位浅显，昏昏沉沉会怎么样？想睡觉，就是没有精神，那个就是阴多了。那我们可以回光返照，我们到底是阳多呢，还是阴多？哪一个多？阳多都很理想的呢。我们这边真的很棒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人比较单纯这阳就比较容易培养。然后我们心思很多心思很多已经就是阴了。我们念头很多有那一种机智就是都唔听吃亏，都是想占人家便宜那个就是在培养我们的阴那个不好，要准备要到地狱去的所以我们不要，我们呢就是以诚来待人，就是把那个诚就在我们身上，那诚可以感天何况是感人所以我们就对自己对这个亲友对所有的人全部都是以诚相对待这样呢我们一生呢就会很光明，阳就很容易培养。然后我们又做功夫这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阳越来就越足，纵然在睡觉我们都很清醒，很清醒的在睡觉。各位有没有经验
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有，可见还不很普遍。那我们只要呢做久了，时间久了，一方面不要有负面念头，一方面呢我们做万年放下，然后越来那个养就越充足，越充足以后我们就可以不用睡觉，然后这个我们都要吃饭，对不对？上个礼拜还问说3餐不吃会怎么样？所以所以我们每天拢在抓腰，各位有没有抓腰啊？拢在抓掉对不？都要说为什么也腰啊？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日常生活精神都外放，那我们吃进来的那个养分都被我们用掉，就是追求外面的形象，追求外面的事情，向外去追求，就把这一些能量都用掉，所以我们就要学着回光返照，就是把那个外放的精神收回来。只要我们把精神收回来，那个能量不消耗，会累积在我们身上。所以各位一收回来以后一段时间精神都收回来，不要去追求外面的那一些假象，外面都是假的啦，不要追我们一口气不来都会后悔迄种劲我拢较早来要知拢卖掉就好不要追就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收回来。那收回来以后我们一段时间，我们的下丹田会温热修了，那个就是能量，我们的能量。然后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那个经脉、经络都会阻塞，尤其年岁越大，它阻塞的会越厉害。那当我们那个能量累积到一个程度它会打通我们的脉络。那当在打通脉络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动，就是我们有空闲的时候坐着这个坐着不一定是要打坐了你只要呢坐着，坐椅子可以，坐在床尾可以，坐着就可以静下心来，然后开始它那个能量在打通脉络。那打通脉络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有动作。假如说是横向的阻塞我们身体会摇摆，横向的摇摆。那假如说是直向的阻塞我们身体会直向的动，就是上下动。看看哪个地方阻塞，它在打通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有动作了。然后我们记得勿忘勿助，不要忘记，就是不要心外放，然后也不要去帮助它，让它自然就好。它只要通了就停了。然后身体假如说全部打通了身体的脉络都通了，已经跑到颈部到头部来，身体都不会动，只有一个头在动然后头的动也一样它是横向的就横向的动，它是直了就直的动。各位有没有经验有的有啦有的没有因为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最只要就是你有能量才可能产生这一些动作。那假如说我们都把能量消耗了，精神都外放，然后呢这个情爱又很浓那就没了，没这个功夫所以这个就让它自然，它只要全部全身的脉络通了，就停止了身体就不会再动了就停止。停止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训练，从佛性发挥那个电，那个才是真的啦
佛性出来的定啊，那定才是真的，那个定啊就可以产生喜乐，定生喜乐地，那个是二禅，所以我们了解说，先把精神收回来，然后我们一段时间，假如说整个身都已经充满能量，那各位学姐，我们吃的东西就可以越来越少，不用吃很多了，吃很多反而那个血液的循环它不顺畅，所以吃很少就可以了，看看自己的身体状态，那真体力都要加济，那讲都安尼拢精神饱满，充满活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少一点。那假如说已经都不感到饿了，精神又饱满，那就可以不用吃了。我们要了解到，身体的需求都够了，这个时候你再吃就变成病。那不吃就是正常的，已经接近了那整个是成养，整个呢我们那个佛性的大用都要呈现，不是有体有相有用吗？我们佛性有本体，然后有形象，然后呢有作用。那先呢要认识本体，本体认识了吗？都已经这么久了，应该是要认识了。不认识的话，要自己努力，把那个CD 反复听，或是呢MP3，也一样，那个可以听得很久，然后呢 DVD 看，这样呢绝对可以帮助自己了解，体了解了，相知道了，用又可以把它用得出来，离相用，就整个可以度化众生，众生呢都可以度化成佛，绝对可以成的。我们每一位都是佛，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佛，都是我们自己障碍，自己的见解障碍自己不能成就。那我们把这一些不正确的见解都去掉，走路正知正见，一定可以成就，可以成佛的，所以我们要努力各位假如说有亲朋好友没有时间来听，没有时间来这边研究，带回去给他看给他听，一样也可以进入，不然呢我们沾到上天大开普渡这么殊胜的机会，不好好把握很可惜，大家一定要知道。那假如说我们也已经晚上不用睡觉，白天不用吃饭，接下来就呼吸了。各位呼吸长还是短？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可以听一听你隔壁人的那个呼吸声音它是吸进来呼出去都很长呢，还是很短？一定可以听得很清楚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自己那个吸进来呼出去到底是很长还是很短？各位学姐，很长还是很短？短很短命不长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你到那个医院去看那个病人的呼吸都很急促一呼一吸一呼一吸拢足短，那命拢无久尤其他只要说这个呼吸呼气长吸气短，那要死你要吸气长呼气短，那个才那个命还能够存活。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生命不是在呼吸之间吗？对不对？因为我们平常都没有这个做那个呼吸的功夫，所以我们那个肺部它都是到最上面最浅的那一层没有深呼吸所以你看深呼吸的人
他身体健康，命呢比较长。我们也是要学，尤其我们南部啊，空气好，空气好哦，就是要时常深呼吸，然后呢，使我们的呼吸到达肺的深部，是加心的所在。然后我们很努力了以后那道家修炼功夫不是有一种叫龟息吗？乌龟在呼吸有没有？所以我们只要是都已经纯阳了，可以不用睡觉，也可以不用吃饭，这个时候连呼吸也可以不用，不是死去也活了呼吸也可以不用。所以我们有听过真人呼吸以走，就是我们脚底从涌泉涌泉呼吸。那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凡人还有毛细孔会呼吸，这个鼻孔呼吸已经没有了以后毛细孔在呼吸，所以鼻孔是主要的，毛细孔是次要。所以有一些表演，舞台表演，他会把那个皮肤磨那个银粉，那个银粉会把毛细孔都阻塞，所以他一磨了那个银粉以后，要赶快洗掉，不能太久，太久它会窒息，会死的。规个毛细孔那个鼓起来免偌久就会死，不是说只有鼻孔呼吸就可以了。不过咱毛细孔都有在呼吸，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修持的功夫可以到达纯阳，晚上不用睡觉，然后不用吃饭，然后不用呼吸，不是在讲卡通是真的只要我们努力我们这边都有嘞，我们这边有浅显到达这个状态。或许还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不过有跟后姐通过电话，我说你这么殊胜那个要接近五眼六通的，可是他把他整病，找医生看，我说可惜了那我们回来讲这个《六祖坛经》。我们讲到81页，对不对？那个华还不净84已经到84了八倒了竟然也会恍惚那个八倒呢，就是常乐我净我们把它认为无常无乐无我无净，这样就四倒了。那我们凡人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把它当成常乐我净，这样又四倒了，加起来就八倒。这样八倒知道吗？我们凡人都是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可是我们竟然都把它当成常乐我净。认为身体就是常，然后呢，凡尘有快乐就是乐，然后我这个形就是我，然后呢，这个清净就是净，那个都是颠倒，这个都变化。那我们要知道凡尘落入现象一切都是变化，是无常，无乐无我无净，一定呢要先认识。然后呢，修道这个已经证了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时候常乐我净，那个才真正的呈现，这样呢就不倒了，不颠倒，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那个二圣人以常即无常，然后凡夫这个外道执迷，这个我就是常。所以共成呢这个八倒，
故以啊，涅盘疗愈啊教之中呢，这个破彼啊偏见，就是要破除啊，我们那个不正确的见解，所以这个很重要啦，因为我们这个固执啊，是与生俱来。各位有没有很固执啊？有才是正确的，有才是对的。为什么？择善要固执啊，对不对？就是呢，不能落入啊，偏见、见解不正确，我们不能啊落入那个见解不正确。那我们呢，都一再的讲，我们根尘相对啊，六根对着六尘，我们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六根对六尘会产生六识，那我们产生的六识啊，那个叫偏见，所以有的就不承认了。讲黑龙真健康的那偏见，不知道那个真理所在。各位浅显，他为什么会偏见？我们根尘相对啊，我们讲我们眼根，然后对着色相，然后产生对色相的认识，那个出来的见解啊，是实与不正确的。各位会承认吗？承认它不正确，还是承认它正确？两边有没有落入两边？就变落入两边了。那为什么它实呀是偏见？邪见是我见，不要用。因为啊，我们的根那个凡尘的尘根尘啊，它都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产生的那个识也在变化。那变化的我们要不要用？我们要找到不生不灭、不变化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根尘相对啊，它是一直在变化的。那变化的我们不用，所以呢，那个根尘相对啊，它是实以啊邪见。那我们凡人一听到说，日常生活之中啊是实以邪见啊，他就排斥了，不接受，不知道说自己呀没有深入的研究，那为什么说正知正见？各位亲戚，怎么样呢会产生正知正见？知道吗？就在我们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个时候啊，那个知啊就是正知，那个见啊就是正见。那是不是整个都从佛性本体出来？对不对？那个正知正见啊，都从佛性本体出来，不是从根尘相对出来。这样了解了吗？我们知道根源，为什么它不正确？就是因为它会一直变化，那一直变化的东西会害我们。变化好的时候我们喜欢，变化不好的时候我们讨厌。那有喜欢讨厌，我们有取舍。那取舍啊，就是造业。那我们造了业，就要接受果报，是不是很冤枉？那现在我们万念都放下，没有根也没有尘，没有根尘相对，然后产生的叫正见，产生的知啊叫正知，因为从佛性本体生发出来，这样了解吗？很重要。我们就是要追求正知正见，然后我们说念正念，就是什么念都没有，万言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个叫正念。
六祖很喜欢呢，把这个念收成佛性本体，所以他就讲念念无间，就是我们的念不要给它间断。那我们的佛性都没有间断，就表示佛性都是在觉之中，没有不觉那佛性有不觉就叫无明因为我们不觉才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叫无明，已经不明了真理，所以我们为什么会造业，就是不觉。那我们整天觉的时间多呢，还是不觉的时间多？我们是时时刻刻都不觉嘛，不觉，然后吃饭，不觉，然后睡觉，然后不觉，然后坐车，都不知不觉。觉的时候多呢，还是不觉时候多？所以我们就是要保持那个觉。各位先生，保持觉容不容易？可不可以做到？不会很困难嘛只是我们会忽略而已没记没记，你的不知不觉那会记就觉。觉的时候，各位先生，觉的时候会造业吗？绝对不会自己找罪受怎么觉的时候还造业？没有那个事觉的时候不会造业，就是不觉才造业。我们就是要修道呢，要保持那个觉，时时刻刻都觉，所以后来就加一个者，觉者。觉者是什么？觉者就是佛。那差这少，差足少一点点尔，一滴尔者觉者就有啦。我们是不觉者，不觉者就众生嘛就造了业受了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先培养正知正见完全都是从佛性本体生发出来没有偏，都是正的，不生不灭的，不变化的那个才拿来用。我们用这个修道可以成佛，就是个在成佛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所有的一些佛菩萨在讲经说法，都破除我们的偏见，破除我们的邪见。只要我们把这些都破除掉了走入正知正见，所以正知正见也叫佛知佛见。佛是一样的佛知佛见，这样了解了吗？了不了解蛮重要我们那个偏见跟这个正见是差的很多一个是从根尘出来，一个是从佛性本体出来那个来源不同，来源不同，以后的做法遭遇整个都不同所以我们从佛性出来它不落入两边，没有善恶，不会造业。然后我们从根尘出来它有无常变化，我们有喜欢讨厌，所以会造业。先懂了没？懂了没？而显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见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在涅盘那个了义之中就把那个常乐我见整个呢都呈现。那么如今这个依言背义按照语言，可是呢违背真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六祖跟那个智彻讲说你依言依照语言，可是违背真理。我们上个礼拜有说我们修道要思依，还记得吗？记不记得？不要看笔记，记不记得？
依法不依人。我们按照佛法可以成佛的，这个法就是佛，所以依法，然后不依人。人会有这个看不见的过错，会有不觉的时候，所以我们不依人。然后呢，这个依义呀，不依语，按照真理，不按照语言。语言文字是工具，然后我们按照真理，所以依义呀，不依语。然后依智不依事。智慧是不生不灭，然后认识事是生灭。所以我们按照不生不灭，不按照生灭，叫呢依智不依事。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了义就是究竟，我们要按照究竟的真理。不了义就是方便法门。那方便法门我们也要用，可是呢，我们不依赖它，可以用不依赖。比如说我们去度人，那现在人都也是蛮这个现实。他说我跟你去求道要不要这个吃素食啊？你跟他讲说要，他说安尼我买嘞。为什么他很喜欢吃鱼吃肉？那你跟他讲说这个要不要吃是你自己的事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要讲家里的代志，对不？可是带你来求道并没有硬性规定说你绝对得讲素食，没有那个样子那个叫方便法门。然后等到他求道以后，研究真理。说原来他是完全做得不好，然后呢才转世到了畜生道去，然后我们把它杀了来吃，我们一命要还一命，我们是还要去还给他，这样划不来，这样我不吃了，是不是自己明理自己做？所以就不跟那个畜生结恶缘，很自然状态之下。没有勉强，你若想讲你都爱甲食，爱过来好食，你就做你家食。我们想一想，将心比心有没有说我们自己很高兴，说我给你抬啦，我给你讲，有没有？一定是很怨愤，对不对？你给我抬，你给我提都会这样不然你看我们自己养的那个家禽咱家己厝的鸡啦我们要杀的时候为什么要拿去庆瓦达？有没有？可以养的时候要杀的时候有没有先称一称它有多重？有没有？你家己饲的家己抬，那都爱请。那个就是明讲我现在是吃你多少斤多少两以后你要不能超过，你吃的时候以后你讨回去不能超过，就是先跟他明言所以我们了解说还是不要，我们这个人生难得人的身体很难得到。各位要了解不要看社会现象说很多人都在自杀，黑龙唔在做人生难得，我们可以借这个人的身体修正成佛，可以成仙做佛可以到呢无量的百千世界去游玩。这个凡尘那个买机票那个游玩黑龙无够看，咱看认真修的道理啦。千百亿法身，然后有无量的千百万亿佛的国度看他们去倒一条龙样水去水搞，不用坐飞机坐那么久。现在我们还要再办那个还要办那个签证，很麻烦的，还要买机票，还要花钱，还要坐很久。那我们以后修成了都不用，
要到哪里马上到，哎。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的，很神通的。像我们现在坐在这边回前去，我们马上一下子可以马上回到家里了。我们把我们精神这个心领神会我们现在回到家里。各位前贤，各位家里都有厨房嘛？有没有？你厨房的会有关啊？确定拢有关有没有？我们神已经回到家里去看厨房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又回来，我们到佛殿同一个回来。我们佛殿那个间的哪一位仙佛？弥勒祖师，搁转来对吧？不紧吗？很快要马上回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可以意生生，我们的意就是一个生，马上要到了，马上到。而且拄则坐下面登厝的看法，坐飞机吗？就是我们意生生，我们的意跑回去，我们的意跑回来，这么快的，我们可以再试验一次，这一次到我们睡觉那个寝室就是房间，各位都有睡觉的地方吗？坐着睡还是躺着睡？躺着睡起来有觉，咧困的时候有觉无？加被单还是加棉被？起来有记号无？都有你看一个灯在底下房间内底有紧无？然后我们又回到同一宫回来，所以下次我看佛殿我们右手边是哪一位仙佛？够不够快？很快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本来就是神通变化，自己都日用都不知，很快的，不用买机票，马上就可以一下子看着我们到哪个地方去游玩，一下子马上到，游玩过的地方，印象都在脑海之中。那我们修正了以后那更宽广，不只有娑婆世界。还有那个东胜神州，还有北俱泸州，还有那个西牛贺州，我们是南赡部洲，我们只有一州，我们的寿命是最短，北俱泸州最长，平均都有1000岁。我们有看过1000岁的人吗？没有所以我们赶快努力修，我们修了以后去看一看。看他们1000岁是谁是安娜，可能不要买门票，可以就直接去看。然后呢，那个东胜神州250岁，西牛贺州500岁，我们南赡部洲那个所有佛世界讲这夭寿，讲咱南赡部洲的人夭寿。听懂吗？就是寿命很短不满100岁那我们就了解到100岁100岁是长还是短？很短一天不是很难过吗？都要24个小时有时候听到说要怎么样来打发时间，各位有没有？时间要用打发的，有没有？时间都很好过都过得很快乐。所以看我们怎么样来追求让我们整个那心神很活泼很自在所以要从我们正面的那个念头着手，不能有负面的都是正面。
然后呢有空闲的时候啊，就做功夫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这样培养自己成养，到达成养的时候啊，那个身体呀，可有可无，已经呢恢复到整个宇宙空间啊，都是我们真心佛性啊，所以这个现象就是天地的水有风土。那就还给水有风土了，有哪一个可以不用还的？都不能赖皮呀，一定要还。纵然我们修那个海外啊，那个三仙海外三仙有几千岁啊，几万岁，还是比较晚死一点而已啊，还是要死。所以这个凡尘啊，没有贪念的地方。那我们的佛性啊，不生不灭，不会死的。会死啊，是这个现象，是身体的现象。那或许在讲，我们身体的现象，是被我们的业力啊，把我们推到这个凡尘来，已经有现象，接受果报啊。只要我们果报都接受完了，我们就回归本位了。问题是在我们在接受果报的时候又在造业。本来欠的都不多了，我们一念妄动才落入凡尘，一念妄动才欠5港。我们现在都找不到5港，最少都1块对不对？可是我们一念妄动那个才负债啊5毛钱而已。5港的，结果我们到凡尘来要来还是5港，要看起码欠偌济啊，各位先生。那5亿都唔拿呢，所以欠得太多就赖皮啊，不想还了。各位先生想不想还啊？想啊，真的啊，这么好是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只要我们都想还，自信啊都是清净光明，没有负面，没有黑暗。那所有债主啊，一听到我们说要还，他就放心了，不会积极的来讨债只要那个冤欠不积极讨债，我们生活就会过得很如意慢慢还。慢慢把这些债务都可以还清。可是只要我们搬家，那个债主啊，他就俩讲这下比我拄着现他妈给你掠咧，小拢海来那个就很积极也动不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就是要诚心，要光明，都不欠，一定要还。这样的话，债主就放心了。然后我们又一直真的在还，然后就不欠了，不缺了。他努力做，尤其我们年岁一大，脑筋都会太空闲，胡思乱想。那或者一直讲。我们的念头起念就是业。之前我们所造的那些所有的业因都在虚空之间，全部都在。可是要有缘因缘会合，它才会呈现果报。那我们假如说都不起心动念，都是清净这一些业债它没有缘来配合，不会显现现象，所以我们就已经不用接受了，已经所有债业所有的罪业都还清了，这样知道吗？会样还咧，所以咱得爱做应先先袂使用的时阵起心动念。所以或许之前都是这样讲，这个济公济生命都爱钱听懂意思吗？你坐在那个算命师前面，你坐着，
算命师不要讲话哦，你不要误会，你免六钱啊。啊，伊若开始讲话啊吼，等下你离开你爱六钱，这样知道意思吗？经营点啊济吼，拢莫讲话，拢莫起心动念，咱唔免付出代价，不用付出代价。你若坐伫遐吼，安尼东想西想啊，妄想经营嘛，头壳无想拍算，都直直甲想。你等下爬起来吼，爱纳钱啊！已经吼，迄债啊已经欠落来，爱纳啊免。你无纳伊无你走咧，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理就是这个样子。空闲都不起念，不造业，不造业不用受苦。你既然起心动念，你造了业，你就要受苦。了解了没？以后有空闲不要起心动念啦，要记得要付出代价。起心动念太容易了啦，所以我们那个债啊，愈欠愈多，有没有？越欠越多，尤其年岁一大了那更是累积的厉害。所以我们呢讲到说，这个修道四义呀，的医疗义啊，不医不疗义，那个不疗义方便法门我们要用，可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是应用过程，过程的时候可以，然后呢我们到究竟啊，那个都不要。那么以断灭无常，即确定死常。我们凡尘就是要了解那个断灭。我们一般的自杀的人啊，他会讲一了百了。各位浅显，一了有没有百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它的现象是一了，可是佛性我们要知道它还在，佛性还在啊。所以没有了，那我们的佛性要先到王死城去观到我们的寿命到了，才出王死城。然后出王死城以后啊，因为死掉了，又入地狱。那个王死城都是多余的。那既然有暴力对自己，自杀就是暴力对自己。那往后它现分之中啊，暴力存在，再来现象，它又会再自杀。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有问题啊，就是要解决，解决就没了。再怎么大的问题啊，都可以解决。所以不用逃避啊。那个是懦弱的行为。自杀呢，那个不可取，不能取。不要，一定要面对，欠人家多少，把那个数目啊，定出来，列出来，只要有数目，都可以还得清。一生还不清啊，我来生再还，来生还不清，我来生再还，只要有这个心啊，这个所有的这一些啊，无形无相都会帮助你。帮助你啊了这一些呢业障，所以我们要了解，在凡尘啊，一定要勇于面对，勇敢面对，所以那个啊，真正的那个断，什么都没有那个啊，是现象，在呢真理之中没有，那个呢，那个断灭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尤其我们修道更没有断灭。佛性都是常在，虽然没有形象，可是我们可以感受，那个呢确实是常在。所以六祖都讲，用呢那个依照语言呐，把那个断灭无常确定呢死常，就是现象之中的这一些呀，把它
记得太牢了，而这个错觉呀，佛之严妙，最后的威严，那个佛讲出来，就是呢非常的圆满奥妙，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有，我们都有圆满奥妙不生不灭的佛性，都有常住那个圆满奥妙那个佛性也都在，所以佛释迦牟尼佛把那圆妙那个呢最后这个威严把它呈现讲出来，让我们能够知道知道这个真理。可是呢那个自测他错觉了，错误的了解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佛经一定要透彻的领悟不能那个错误的了解，一定要透彻的知道。那么纵然千遍有何所益？不了解真理的话，纵然我们呢看了有1000遍对我们的帮助也不大。各位有没有这个时常在念那个心经？第一句是什么？什么意思？我们大家呢大概都知道的意思，就是回光返照，我们自由自在的那个良知良能，就是我们的心回光返照，那个观自在观就是回光用心来观，不是用眼睛，用心来观，它自在菩萨我们呢每一位都是自在菩萨。菩呢就是菩提，萨呢就是萨埵，菩提萨埵，萨埵就是有情有情识的众生叫做萨埵。菩提是觉，有情的众生已经觉悟了，就叫菩萨。所以我们都是菩萨。我们有情有情识有情识知道吗？不知道咱知影枵，知影热，知影寒，迄就是有这情识，知道吗？有情识的这个众生，他已经觉悟了，就叫菩萨。然后这个菩萨呢，他是自在菩萨，自由自在。各位浅浅自己的佛性自由自在了没有？有没有？拢个发表所以我们就是要训练让它自由自在很活泼的整个呈现在我们生活之中观自在菩萨我们一般解说都会说观世音菩萨，那个不是正确是观世音菩萨的话，对我们帮助就不大不很大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回光返照。我们自由自在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才是真正的正确。然后接下来就是恒生般若波罗蜜多时，对不对？假如说我们念贤生，各位念恒还是念贤？两个都有念贤的话，表示你没有在做了。念恨的话表示你做足久做足久是拢无咧做，没有回光返照就是无咧做已经做足久迄个身就是已经功夫有做足久做身恨就是咧做恨咱用单话讲行道行，捌听到无？行唔係啦，人講迄個道行真懸，迄個行修持的功夫啦，做行所以我們了解說，看看我們有沒有努力，真的來做，有的話就有功夫，功夫有的話就很深，時間久，功夫有深。那依賴般若
波罗蜜，依赖我们的妙智慧，到达波罗蜜清净的彼岸。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就已经都到达清净的彼岸，都没有烦恼。各位在生活之中有烦恼吗？啊，那都没有观自在菩萨，都没有恨生般若波罗蜜，所以都在烦恼之中。那我们有的话，回光返照，我们自己呀，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然后已经呢都有功夫，都有般若妙智慧，都到达清净的彼岸。这个时候啊，就照见了五蕴皆空，就是我们整个五蕴色受想行识全部都是空，就已经呢所有的苦厄苦厄，拢已经超越了，拢过去几句话就把整个怎么做都交代。所以或许有看那个《华首经》对里面的有一段倒是特别的印象深刻他是这样说如来不以世间共之，世间以我之。我们讲过好几次了，对不对？因为文字我们一看到文字都会讲那个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不跟我们凡人娑婆世界的众生争，可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呢，都要跟释迦牟尼佛争，这个是现象，对不对？拢要带争，要带修争修争那个地位你的作物我嘛要来做安尼，来修争释迦牟尼佛说如来不以世间共争，世间以我争，世间拢在跟我争。可是我们真正的进入它的含义那个如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佛性，就是让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各位想想看，我们的佛性是不是不跟世间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间，它不跟时间争，不跟空间争。只要时间空间呢跟佛性一争的时候我们佛性都退隐了啦，它全部都会让给你，它全部都退隐不见了。我们佛性的修养好不好？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嘛，要把它启发出来运用。不要让我们这个世间当家。我们这个世间就是身体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跟意念，哪一个不跟我们佛性争？哪一个不争？眼睛也争，耳朵也争，鼻子也争，嘴巴也争，身体也争，意念也争，对不对？伊拢要做主，佛性里的拢牛力，他都全部让给你了，他就退了。等到什么时候一口气不来？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们那个佛性要出来收拾善对不对？我们这个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一口气不来他非常不负责任，他撒手不管，什么事他造了很大的罪过，他也不管，什么人要管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那个如来要出来管，冤不冤枉？走拢无伊咧走他那个背那个罪都有他的份，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凡尘的时候就要降服这个世间，降服我们六根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拢甲降服。只要降服了
万年放下了，佛性出不出来啊？如来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个如来一就出来，他就出来，整个就呈现了。所以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啊，就是要这样去做。那各位要了解到，因为我们这个感官呐，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当家已经很久。所以我们启发佛性当家的时候啊，这个感官它会反扑了。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你做早干那落来你都要领分，知道吗？会领分啊未？各位试试看尤其我们这个年岁假如说还不大的话还大的也一样到那个服装店去看服装，或者都讲这个时候到底是眼睛当家呢，还是我们佛性在当家？你徛咧迄橱窗头前你就知影谁在当家。那一直想一时我钱就好，这个一定是眼睛当家，对不对？你佛性在跟你讲，你厝的衫有够济啊，唔免购买啦。那个佛性的力道真弱，很弱不够，这点较水，厝迄拢伤旧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在那一种状态之下，就可以衡量我们到底对佛性的那一种这个护持啊，咱的保护咱的佛性啊，到底是多还是少？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个时候就会呈现。所以我们这个生活都是很现实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努力来做。那么行仓呢，忽然大悟啊，就是自测。行仓是他在凡尘用的名字。忽然呢，这个大悟啊，就说呢这个句言，说因所无常心啊，佛说呢有常性。因为我们守的日常生活那个叫无常心呐。然后我呢就讲有常性。所以各位先生，我们现在把它换一换文字啊，看看我们了解。因所有常心，佛说无常性。懂了没？各位有没有看书啊？是不是因所无常心，佛说有常性？那现在我们把它念因所有常心，佛说呢无常性。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唔通迄个文字啊，伊安尼记载伫咧咱甲小活用的一个俩的活拢无共样。把它对调。因为我们在凡尘用啊，那个都是无常心。可是我们平常都守着无常心呐，就是日常用的心呐，都是无常心。然后呢，我们现在把那个无常心变成有，那个无变成有，因所有常心，然后佛说无常性，还能了解意思不？活用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佛性啊，那个叫做有常心。然后呢，佛说呢无常性啊，就佛就讲有常心啊，它可以随缘之用。那随缘之用呢，那个叫无常性。安尼了解呗？懂不懂了？迄嘴咧讲懂，头壳咧摇头，安尼到底是懂还是不懂？嘴讲懂，可是头壳咧摇啊，安尼到底是懂了没有？刚好中道。
没有落入两边。我们要学的佛有因为所的无常心就是日常生活的心呐、那个都无常。然后佛跟我们讲有常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我们把那个因所无那个无啊，把它变成有，因所有常心，表示我们知道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所的那个常有的心常有了，这样知道吗？那佛在讲啊无常性，就是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可是它可以随缘之用。那随缘之用是不是一直变的话？一直变的话是不是无常？嘿，这样懂了没？有较宽比较宽广的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看经对这里面呢它记载，我们意思呢都知道像我们刚才讲那个法手经那个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真的不跟世间争可是世间都跟我争。那我们在看的几千年它还不会有变化。可是我们了解以后，迄个讲咱也低呢，咱都爱甲迄个咱的感官迄个伫个日常生活迄个迄个当家做主迄个甲去掉，不是马上可以改变的，对不对？我们可以修入修正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是不是成就如来了？真正的意思就出来。无佛都应成佛啦，伊搁较讲嘛佛，它不会变化，会变化是，对不对？我们会变化，我们现在还是众生，会变化成佛。佛都已经佛了，他再怎么说是佛。你不了解它的含义的话，你吸收不到好处。你吸收得到，安尼就会成佛咯，安尼好，我去做。要不要做要就可以成佛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佛讲出来呢，就是要我们成佛。成佛的方法呢，就是一定要进入真理。不知方便者由嗔痴舍利。假如说呢，不知道这个方便法门，就是修持有那个方便法门。那假如说我们不知道方便法门，好像那个真池，就是春天那个水池舍利就是你那个七宝拢不爱救啦，你捡石头那个利就是小石头啦。小石头要不要捡？捡等于无价值定入伊。七宝要不要捡？那个可以用，还可以布施，很好用，所以不要嗔痴舍利，我们要舍七宝，我今呢不施功，佛性而现前，那个智者行仓呢就讲，说我现在都不施功了，都不用功夫可是佛性已经现前了，了解意思吗？讲唔免安那去做架势那个架势全部都不用我们要摆一个架势要照相的要摆cos然后才照得好看师父就讲，我今不施功，可是佛性而现前。都整个现前。各位浅浅，佛性现前了没？我们佛龛那个左手边是哪一位菩萨？佛性有没有现前？就是现前，不然怎么知道？就是都已经现前了，这么亲切有没有很亲切？所以我们了解说呢。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整个佛性跟佛都一样不缺，只是我们不敢当下承担，不敢相信自己就是佛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上课一定要一直培养，我就是佛，我就是佛，会不会啊？要培养培养到真正的成佛。那么非执非思相授予我亦呢无所得。假如说这个六祖没有讲的话没有教授，无教无教我都拢唔知影。所以这边各位先生有两个那个含义，说佛性不是指不是六祖这个给他的，然后呢我也没有得到什么，就是他只有本性的呈现这样了解两个意思吗？了不了解？一个就是说六祖他没有讲没有教的话，我没有办法达到佛性会现前，这个是一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的佛性不是六祖他这个教给我的送给我的，然后我佛性现前的时候我什么也都没有得到，是不是两个意思？两个都了解吗？了不了解？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两个意思一个就讲六祖一讲了以后我整个了解佛性都呈现了这一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说佛性我本来就有，不是六祖给我的然后我虽然已经佛性现前，可是我也没有得到什么，只是本来的回来而已。有了解不？所以我们要了解它这个佛经那个包含那个意思这么奥妙不是只有一面它可以面面俱到。那么这个自测的部分呢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底下呢就讲有一个童子名呢叫神会襄阳高士子，年呢13，这个13岁就已经很努力了，在修道13岁。那么自呢义前来，就是呢那个神秀那个地方来这个参礼然后六祖就跟他讲说，知识眼来艰辛，还将得本来佛，六甲列本改大来各位先生，假如说这个有讲这个叫禅机语有人问讲你有甲本过来了，你要怎么回答？拿出来看看。老师不是教我们吗？功能被贴到看将眼拿着眼睛看着他，会不会啊？拿着眼睛看着他，就是把咱的本摕来这个我们佛老师教的所以这边这个六祖问的那个神会，说你有甲你的本带来无？若有本则何事子？你若有本有迄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跟你今嘛认识的主人多好合作会这样懂意思吗？我们认识的主人跟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现在各位先生，它是呢合在一起还是分开？它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就是因为合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们分不清到底是世俗还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各位先生，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不敢肯定有，试一下。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事，认识的事那个事主，它有程度上的差别。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没有变化它呢都是湛然常期。所以我们了解说呢，六祖就讲说有本的话呢，跟那个事主合在一起，这样细收看，你收看，
看看讲出来啊，能不能够呢？真正的那个世主跟你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全部都带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前面有那个怀让禅师不是讲嘛他说收拾一物啊，即不重，有没有？那我们看六祖坛经好像是当下就回答，可是要了解到那个已经是回去研究8年，8年以后再来见六祖。说我已经领悟了。他说你说说看，他才讲收拾一物啊，即不动。我们看起来那一句话没什么了，可是他一回去以后，他把所有东西都拿来跟佛性相合。这个不是所以他回去很忙万物都拿来跟佛性合。才说出那一句话，收拾一物啊，即不重。我们看那个古时候的那个古人修道的用心，或许没有看那个五灯会元或是那个景德传灯录啊，真的还不知道有这一段典故那写得很清楚然后来的时候才讲收拾一物即不重。然后六祖一听说有一点味道了然后还可修正佛，不过确认一下，一共修正即不无啊，染污即不得。六祖一听说染污即不得伊就讲安尼见识领悟一下讲即此不染污是知佛之守护呢，如意如是无意如是。你看那个就是认可都对，你领悟已经健康。所以那个都是普普通通的，那个都是那个残机残机语。那这边呢，那个神会被六祖这样一问了以后说以无住为本，无住，这个无住为本我们是从那个《金刚经》看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对吧？他以无住为本各位先生，这样正不正确？正不正确？正不正确？正确应无所住是讲我们那个真心的状态，不要有所住，然后而生其心我们要了解说应无所住就是空了，而生其心就是有所以不能进入空，也不能进入有要两个它同时存在无所住空，其心有有跟空合在一起，这样才真的是本已经无住为本这样了解是它哪个地方不圆满吗？就了解了所以我们了解它是有跟空一无所住，我们的心不要住无所住就空了。可是呢，耳生其心，无住之中有心那个有耳生其心就是有，无所住就是空空跟有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本这个地方才无住。是不是不一样？以无够那个圆满所以这边以无住为本，见即是那个见就是咱看到的就是主人。所以这个就里面就合理合理我们跟尘相对也是见，对不对？然后我们全部把这个眼睛就是不用，然后眼睛不用的时候我们不用眼睛，不用眼根然后眼睛闭下来，各位有没有看见？一样看见，就是看见黑暗所以这个见性见性也是见，见尘也是见
啊，你这个见啊，以见为本，这个见即是主啊，这个主到底是成呢还是现，就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六祖呢，就跟他讲，说这沙弥呀，争合起次语。这个争合啊，就是要争取人家跟他相同的那个见解，相同的意见啊，争合。我们呢一般呢都会讲说呢，这个当机甲倒头啊，有没有？黑了这啥？他们讲的话叫什么话？不是会随顺吗？各位都没有去这个那个问过那个神明啊，拢唔捌去问，唔捌去问迄个当机倒头。迄个当机倒头，唔是拢会顺回咩？有没有？那一种这争合起次语，当机甲倒头，因会顺着迄个来问代志的人，会迄个话，然后去讲，有没有？我们有没有那个印象？安以顺为美，有没有？就是那个啦，那个叫做争合起次语。次语我们就是了解到不是我们自己生发出来，次熟才是重要嘛。我们已经起次语那个就是不重要，这样了解吧？所以那个争合起次语就是没有自己的主张听人安那讲，咱就对人安那讲，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边呢，六祖就讲说这个沙弥因为他年纪很小，叫他沙弥，争合起次语。那么神会就问六祖说：和尚坐禅这个还见不见？讲你咧坐禅嘛，有看到家己的佛性无？这个问的怎么样？我们会感觉到很突兀讲连问人讲你坐禅的时阵，你有看到你家己的佛性无？然后六祖呢就用那个智障就打神会三下用伊的话甲讲三个啦就问他说：有达鲁是痛不痛？我甲你拍，你会听袂听？然后神会回答说：亦痛呢，亦不痛。嘛听嘛袂听。这个真的是有一点，我们就了解了。以这个现实来说的话，痛的就是身体不痛的就是佛性。他说亦痛亦不痛他两边都讲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含理合理那我们修道就不要含糊含糊含糊知道吗？就是没有肯定的答案。那么六祖就讲说：无意见亦不见，我嘛有看到，嘛无看到。所以坐禅有看到，那个是领悟领悟家己的佛性。无看佛性没有形象哪看得到？所以意见亦不见。讲的也都是我们了解他们的那个含义。那么神会就问说如何是意见亦不见？是安那迄内容嘛，讲出来听看卖。这个神会呢，请六祖就讲说：无之所见常见的自心过谦。所以这个六祖就讲说：我有看到拢看到家己的心嘛，有过错唔对。这个真的是一代祖师都这样的。那我们平常有没有像这样？看看自己的心有没有过错，有没有不对的地方，有没有？有我很理想
能够这样哦，就很理想。哦，不见呢他人是非好恶，这个是我们要学的。我们好像是反过来，那个呢，不见自心的构牵呐，常见他人是非好恶，文字又不同了有无？有感觉文字不同无？那个啊，不见自心构牵，那个是我们现在众生的毛病。然后呢，常见他人是非好恶，有没有？有很现实的。所以六祖一代祖师啊，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反过来，别人好不好，是非啊，跟我没关系。他有功德不会分给我们，有罪过我们不用担，所以不要去检讨别人的是非，过恶不要。那检讨我们自己很重要，因为我们自己有过错了，我们自己要承担那个果报。那我们一直能够反省检讨，过错就越来越少，我们接受果报就越来越轻，越少越没有。就可以解脱。那是以意见亦不见所以那个见不见角度是在这里。那么汝言意痛意不痛如何？那个六祖就跟神会讲说你咧讲会痛嘛袂痛还是安那？如若不痛假如说你不痛，那么同其木石，你若拢袂痛甲迄个茶甲迄个石头共款。全部不痛的话，甲石头、甲迄茶拢共款。若痛你若会痛则同凡夫若会痛甲凡夫拢共款。你是石头呢，还是凡夫？所以六祖呢就这样问他。假如说呢，这个会痛的话，跟凡夫呢激起那个愤愤，就是呢会产生那个生气的那个情绪出来。那么汝向前见与不见呢是两边。你拄则咧讲的迄向前就是讲拄则你伫咧问讲见不见那个是两边。然后呢，痛不痛呢是生灭，痛的时候生啦，爱听无去灭啦，所以痛不痛是生灭，见不见是两边，见不见两边。然后痛不痛生灭，我们两边也去掉，生灭也不要，这样了解吗？所以这边就把那个重要的这个已经阐释出来。汝自信且不见感而弄人所以我们重点就是要明心见性一定要见到自己的本性。那么神会这个礼拜毁谢那么师又曰六祖又讲，如若心迷不见，假如说心迷昧，没有见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问善知识密路就是要问那个善知识来找看怎么样可以见到自己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如若心悟即自见性，心能够领悟就可以见到本性。然后呢，见到本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你自己迷昧看不到自己的心，却来问我问吾见与不见。所以我们就是把心用错方向，拢咧注意别人别人修了安那好歹做了好歹别人安那拢真在意家己安那拢无爱去注意，是不是这样？所以这边呢六祖讲得很清楚我们见性了以后依法按照这个佛法来修行那么底下呢这个六祖就讲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我见与不见。
五见呢自知啊，我的这个见解修持的程度啊，我自己知道，取代汝迷，怎么会呢替代你的迷昧？汝若自见啊，亦不待吾迷。假如说你能够领悟了解了，那你也不会啊，代替啊我迷昧，何不呢自知啊自见？要呢自己知道，自己见到，乃问呢五见不见，所以呢就跟他讲说，你不要问这个问题，你问这个问题已经呢，已经离题了。那么神会呢，在礼拜一拜呢，求谢过谦，自己也知道自己的那个不对。那么扶勤己事啊，不离左右，不离开呢那个六者身边。因为他不离左右，所以或许在那个五灯会演里面就有看到这么一段的记载。这个我们等一下请那个把那个神会看大藏经啊，对里面有6个地方疑问，然后请示那个六祖，那或许有把那个里面的那一些写下来，有6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问这个戒定慧，我们那个荧幕打出来的这个就是神会啊，因为在六祖的身边所以他呢有机会接近呢这个六祖所以就赶快有疑问的地方就赶快问，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戒定慧，所用戒何物？定呢从何处修？慧因何处起？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这个神会很会利用那个机会，然后他呢这个自己讲说所见不通流，那六祖呢就回答这个定即定其心。我们这个定就是要定我们的心，戒定慧那假如说各位先贤，我们又看到前面那个六祖他有讲从我们那个自性这个自性中就有那个定戒定慧。那个这个是看那个大藏经里面又特地提出来问，所以我们一般这个社会凡尘都一直在讲这个戒定慧，戒定慧，戒定慧。那我们对戒定慧的认识也不是说很透彻的，所以神会借着服侍六祖的那个机会前问，所用戒要戒何物？所用戒何物？然后呢，定从何处修？慧因何处起？因为这个所见都不通不流，所见不通流，六祖呢就回答，这个定即定其心，就是我们要定我们的心，心一定要先定，然后呢，将戒戒其行，性中呢常会照，我们性性问之中常常来用智慧来关照，自见自知身。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一句那个自见自知身各位浅显，那个就牵涉到我们的正知正见。自见自知身，那个所见不通流嘛，就是我们对凡尘的一切各位浅显，我们是不是有能所，对不对？有能见有所见，是不是都对待？都是互相对待所以他说所见不通流，所见会被凡尘障碍，会被形象阻隔那假如说那个自知，你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以后啊，没有能守，已经没有能守所以自知深，自己知道那个深入，一深入以后山河大地不是我们真心吗？还记不记得？是不是很深的？所以自知自知深，自己知道以后，自己就知道，原来真理是这么深入的，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会他后来是一方的那个开创者就是带了很多人带很多人修道。所以他问的问题也不是说普普通通的，就是很有那个内涵，内底不讲完全了解，所以请六祖讲，六祖一代祖师他会解说的很详细。第二题说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有今无无何物？本无今有，本无今有，本有今无，就是两个对调了。一个呢，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无今有。诵经呢，不见有无义。真是曲履更密履。这个呢是第二题。然后呢六祖就回答说：前念恶业本无，我们的前念，我们的恶业本来就没有。然后呢后念善生今有，我们后念就是我们能够把握的后念善生今有，现在有。然后念念常行善行，后代人天不久。那个后代人天就是我们这一生寿命过去了以后，等到下一生下一世那人天就是人道跟天道，不久就可以进入人道天道，就是进入三善道。如今正听五言。无极本无今有。你现在在听我这个讲话，本来没有然后出生在凡尘有了这个就是第二题。然后第三题那个将生灭却灭，将灭灭却生。不了生灭义所见是龙马。然后那个六祖就回答说：将生灭却灭，令人不执行。或许把那个里面的含义这个解说一下。因为我们要了解说咱要爱伊生出来伊确实灭掉了，将生灭却灭。咱要让伊生出来物件，伊结果灭掉无去然后我们要灭掉的东西直直要它灭掉，伊个直直造出来。有没有这种情形？所以不了那个生灭的义理真理所见是龙盲，好像聋人跟盲人一样，拢看不清楚了。然后六祖就回答：将生灭却灭令人不执性，不执着。我们那个不执着的那个个性都呈现了。然后将灭灭却生，咱们给灭掉一个生出来。这个令人不执境，就不这个令人心离境让我们那个心可以离境。然后这个未及离两边。就是没有办法离两边，自除生灭病，自己辞掉那个生灭的病。好像我们刚才讲那个痛不痛是生灭我们把那个生灭施以病，我们把它除掉。这个是第三题。然后第四题
先顿呢而后见，先见啊而后顿，不悟呢顿见人，心里常迷闷。那六祖呢就回答，说听法顿中见，悟法见中顿，修行啊顿中见，然后正果见中顿，顿见啊是常因，悟中呢不迷闷。这个顿见啊，它是常住的因呐，所以我们顿跟见啊，一下子马上领悟了，那个叫顿。可是呢，我们渐渐的去做到了，见，所以顿见啊，它是常因，常在的因呐，所以不要认为说它是不一样。这个是第四题。然后第五题呢，先定啊后会，先会呢后定，定会啊后出，就是后跟先那个出啊，就是先的意思啊。这个何生为正？怎么样才算正确？然后呢，这个六祖就回答，说呢，我们常生呢清净心呐，这个定中而有慧，然后呢，这个一境上无心呐，慧中而有定，所以定中有慧啊，慧中有定，我们了解它都是这个互相扶持，定慧等平等，无先后，定慧等无先，这个双修啊，自心正。所以六祖一直在鼓励我们就是定慧双修，双修以后我们自己的心也就正了。这个是第五题。然后第六题呢，说先佛而后法，先法而后佛，佛法本源，其从何处出？这一题蛮重要了然后呢，六祖回答说：收集啊，先佛而后法。收的时候那个就是佛在讲，他证悟了以后讲那个先佛，然后后来就讲法。然后呢，我们这个听啊，听即先法而后佛，若认佛法本根源，一切众生心里出。各位先贤，佛法的根源从哪里出来？从我们一切众生的心里面出来。所以不用向外找，向我们内心找，我们内心就会生出那个佛，会生出法。一切佛法本根源一切的众生心里出。所以呢，若认佛法本根源一切众生心里面出来。了解吗？这个呢是神会服侍在六祖身边，然后利用机会就请问这个6个问题。那或许呢刚好有看到他是在五灯会里面有记载，他把他呢这个的背诵下来呢贡献给各位。我们还剩下还有8分钟了。就给各位提问，可以有问题8分钟而已剩下8分钟。好，请说。老师好，各位同学好。或许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到了现在没有这样子感觉。那如果有的话，像老师今天每个礼拜要都从基隆来到这边，那在这个改过程当中，受了高铁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那么你如何去善用这些时间？这个我们才刚讲过六祖说我们都会注意别人然后呢这个都忽略自己，他马上就表现给我看。我们要知道这个绝对领悟到佛性不生不灭的本体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走入绝对的境界，就是没有对待，就是没有两边，也没有生昧，走入那个绝对的那个境里面就是最理想。可是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是不变之体。可是我们现在在凡尘要随缘之用。那随缘之用我们要随顺世缘。刚好我们就有一篇叫做《张轴悟道记》张轴悟道记它那个8句里面第7句就是讲随顺世缘无挂碍，就是要随顺世缘那个光明急照遍而上，完胜的寒灵共一家，一念不生的前体现，6根才动被云遮，然后依除烦恼从真变，趋向真如亦是邪，随顺世缘无挂碍，涅盘生死等空华。就是那个张轴的悟道记。那或许觉得说这个对我们修道来说帮助很大。他把那个整个本体跟那个随缘之用都全部讲，然后我们在凡尘怎么样来应用，怎么样应对，也都有交代。所以就把它抄成 CD， 然后也印成那个书面资料。那因为各位都不太敢提问所以那个如是我闻的那个书面资料后面有很多问题都是台北的浅问，而且都是蛮重要的，所以各位可以拿回去看那一些问题对我们帮助也是很大。那里面也告诉我们怎么修怎么做都有详细的没有机会来这边上课的我们也拿回去给他看也拿 CD 回去给他听，这样可以吗？还有吗？还有4分钟，好，请说。讲师好，也是跟大家好，或许有个很想请教讲师。好，说。在我以前不是有听到有一位讲师，他在印尼的时候是灵性出窍新旧的一个道期，结果这个是车祸，这个道期是车祸，结果那个道期后来醒过来的时候，就是家里的包括大太太孩子通通都不认识，只认识这位讲师。然后呢，或许就想说，那我们如果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灵性出窍去救人？你这个构想是很好，可是我们这个爱心爱心这个10人牛，自己多少斤两要自己先衡量要先学到那个真正有那一个功夫了以后所以先要救自己，先救家己先家己对这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一定要先透彻认识，然后已经把它启发，能够呢到达那个已经都纯养了然后呢那个功夫大概也都够了，那个时候救度众生就很容易了。然后我们要了解有一些现象都是前因后果都有因果在那我们这个时机都是等于是大的幅度所以借的那一些现象就是要广为度化众生重点现在在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先把那个本钱先养主，先改免而容有搞时救起别人就很容易这样知道吗？还有没有？还有2分钟。刘讲师，我想请问你们，马上回答就觉得说，这位讲师是不是功力不够，所以不能去救人？
们这个哪一位这个仙佛呈现了有这样自己讲说，我功力够，我可以都去救人，有听过这样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纵然你真正的救了很多人，你也不用炫耀，所有的众生啊，都是我们如来佛性之中的众生，并不是外人，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救人也是救自己，那没有值得那个炫耀的地方，你炫耀的就表示你有那一种分别心。有分别心呐，还没有到达佛性本体，还没有到达绝对的那个湛然常寂，所以那个还要再努力修了。这样了解吗？会的人不会说他会，他真的他说他很了不起的人他一定起不了。下课。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不学占到天师德，然后谦谦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贤给佛学机会学讲。然后我们今天又重回来讲这个观世音菩萨修持法门耳根圆通。我们上次呢，曾经有讲，可是没有讲完啦，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反应说听不懂，接触的时间呢，不多了，所以那个时候一讲下来，里面呢，虽然会学觉得说，内容是很充实，可是呢，因为听不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再讲。那因为又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了，可能现在来讲会听得懂了，那或许又讲慢一点，一定呢要能够懂，因为这个耳根圆通呢，对我们修道非常有帮助，我们能够呢实际的进入那个修持的阶段，对我们帮助会很大。各位手上都有这个古观世音佛教观世音菩萨，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同一个法号那个名称相同，所以这个观世音佛是古时候就已经有，然后呢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个是圆通古佛又来化身以后呈现，带领这个坤道来修道，所以我们了解说，都是同一个名号，所以古时候的观世音佛来教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么现在呢，这个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座下的上首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个下首各位先生是谁？对，就是大势至菩萨。这个上首是观世音菩萨，下首呢就是大势至菩萨。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然后大势至就是要我们实际的去实行，所以这个三佛，我们呢在看的时候都是三佛一体，阿弥陀佛，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然后呢观世音菩萨呢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然后大势至菩萨呢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行持都是在我们身上，所以三佛一体。那我们后来的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呢文殊菩萨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然后呢普贤菩萨呢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实际去做的行为，
就是呢普贤，就是要去做东山回体，就在我们身上。这样各位浅显可以听懂的意思吗？借着那个外佛来启发我们内心我们内心呢本来都具备我们这个三佛一体，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最后一个问题有讲佛法本根源其从何处出？有没有印象？那个神会在问六祖，说呢这个佛法的根源起的时候从什么地方出来？有没有印象？然后呢那个六祖就回答：若论佛法的本根源，佛法的根源一切的众生心里出。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所有佛法，所有的佛都从一切的众生心里面出来，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佛法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佛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所以我们要启发我们自己的那个心里面的佛，这样了解意思吗？会很深吗？因为我们都会追求外面的佛啦，不知道我们自己心里面就有一位很亲切的佛就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佛法的根源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启发所以我们先认识再完成生活的心。我们在完成的生活的心就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那六根六尘六识3、6、18这样把它汇合在一起就会形成18层地狱。我们都讲18层地狱，对不对？它就是从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所做下来的事情，就是进入18层地狱。所以我们修道的时候六根六尘六识不要拿来修道，拿来修道对我们道修不成。所以要对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没有六根，没有六尘，没有六识，全部没有了，叫做没有心。心都没有了，叫做道。所以那个司空山本性禅师就讲无心是道。那个无心就是没有四心。六根六尘六识产生的四心我们都不用，叫做没有心的。那个没有心就已经就是道了，已经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所以这个时候万缘放下的一念不生，全部就是不生不灭真心。这样有没有认识？是不是或许一开始讲就一直这样讲？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根尘相对的，因为它会变化。我们的根各位浅显要了解到，我们六根一样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看的那个角度形象，跟我们长大以后看的角度形象又不一样的。小孩子他看得近，然后把那个很小的东西看得很大。等到我们长大以后一样的景象我们看起来变得很小所以呢，在我们的六根来讲，它也在变化在六尘来讲，变化更大，都是一直无常在变化。那我们从无常变化的根尘相对产生的念头，那更是一直在变，所以那个就叫不正。不正呢就叫邪，叫邪见。可是我们假如说跟凡人讲说我们的见解都是邪见，我们绝对不承认。
说我们真正的看到、听到啊，摸到啊，自己切实啊，去行持啊，怎么会是学见？那佛是站在真理的角度来说啊，真理是不会变的。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啊，它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们就要从真理的角度，从我们不生不灭佛性的角度来看。那要看呢，就是一定呢要万念放下，万念完成的所有变化，我们都放下。这个时候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呢，就恢复到了我们本来那个不生不灭真心佛性的本体。那真心佛性本体没有形象，我们看不见，我们呢听不到，也摸不着，可是切切实实存在。要用领悟，所以这个心领神会，所以各位手上呢都有那个如是我闻的 CD，有那个张佛秀才悟道记，这个里面呢都是在讲我们要怎么样启发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只要你看了听了，知道怎么样修了，就叫摸着根摸着根成仙做佛，摸不到根瞎修行。所以老前一直在讲说我们修道一定要摸到根，这个很重要。那或许因为之前这个是96年的时候在北部讲的，那个时候千贤把它抄录下来。那或许说这个性理心法不要落入文字所以那个时候或许并不主张把它印，因为说以心传心以心译心重要，就是要了解重要。可是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大开普度了，那或许又拿回来看的时候我说这个可以来给一些没有机缘呢听到或许讲的来看。所以就把它印出来。那个是台北的前贤一个字一个字写他用那个随身听录音带然后这个听了一句就把它暂停写下来，再听一句又把它暂停再写下来，是这样出来的。很有心那各位看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那个 CD 可以听所以有一些字没有校对就印了所以有一些错字，它考验我们自己的智慧听了跟看的把它连起来，错了你自己改过，那个字印错的话，你自己把它改过来，这样就好，因为要在校对，在印的时候又要拖一段时间，或许又很急性子说印就印，结果印好了才知道说有很多字音不对，我说没关系又有 CD 可以听，那重点呢都可以去抓到重点，所以各位回去假如说没有时间对吧？进我们这个心理心法班来听这个现场呢比较有契机没有办法来的话就听。那听那个张所悟道记张所秀才悟道记就是比较没有接近这个心理心法的听的会比较明白，如是我闻会比较深一点，它比较讲心理心法，因为讲到真如，那真如假如说全部都没有接触的话，会不飒飒，唔知咧讲啥。张所悟道记很明白，凡圣寒灵共一家。一听就明白，所以那个可以给没有机缘来听的人去听去看，那个张所秀才悟道记，各位手上都有嘛要想多拿的话我们两边都还有，希望各位多拿各位可以个人都拿一叠回去或者更高兴，我会请北部再印，会再印。看要多少我们都印多少下来。像这一次这个耳根圆通之前我们不是大家都有了吗？
那或许想说哦，有了一定也会哦，忘了带来，所以我们这一次哦又印哦，而且又印了很多300张，绝对够我们用的。那也希望哦各位都拿回去给我们来这边研究人看，那个很里面的那个深度很够，能够懂的话对我们绝对帮助了。所以这边呢，后续就先呢把那个背景来讲一下。那么观世音菩萨呢，跟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众生结的缘很深厚所以呢，到娑婆世界来帮助释迦牟尼佛转法轮现在呢帮助呢弥勒祖师弥勒佛来收业所以我们在那个礼节里面诸天神人以后再下来就把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摆在我们老师师母之前，对不对？就可见这个观世音菩萨呢，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很有缘分所以这边就有写下来，所以娑婆世界众生缘分很深厚。那么发愿要度尽阎浮提的众生。我们这个南赡部洲呢叫阎浮提也叫做红尘红尘滚滚减凄凉。那个是或许之前唱的歌那个歌词里面就这样红尘滚滚就是时间一天接一天，一年接一年，然后我们遭遇的事都很坎坷，所以景色很凄凉那呢这个观世音菩萨说我们这个众生太可怜了，他要度尽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他才愿意成佛了。可是还没有度尽就已经成佛了南海古佛。那所有那个地狱那个鬼魂那个地藏王菩萨他也要度尽没有度尽也是不成佛。可是已经成地藏古佛了也是成佛。那各位就是要了解不是说他们呢这个希望说要有佛的那个果位所以我们现问之中都有慈悲喜舍。最后一个就是舍就是什么都不要，连那个名分果位都不要。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他那个果位佛的果位他也不要，把它舍掉所以已经呢都不要舍掉。可是我们众生呢不会说因为他舍掉了我们就不称呼他了，一样还是称呼了。那我们凡尘都会执着名相那个名跟形象，我们越执着我们就是了解说我们越狭隘加 A 啦一舍掉以后就很宽广非常宽广。那我们了解说那个观世音菩萨呢他也是一样说重点所在就是要度化众生，把娑婆世界的众生呢都度尽了，所有众生都成佛了。因为众生本来都是佛，都已经成佛了他才愿意成就那个是他的愿。他现在虽然已经成佛了，可是他也没有舍掉他的愿力，还一直在度一直在度化众生。那么观世音菩萨的修持方法呢，从闻思修这个闻思修就是三慧三种智慧啦。闻就是闻慧，然后思就是思慧，修呢修慧都呢这个在智慧之中闻思修，然后进入呢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正定就是从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发挥出来的正定这个定很重要。那我们凡尘呢所修的定大部分呢都是难修易坏
我们修了很久，一下子一个声响，然后一个景象，就把我们的定破坏。可是从我们的兴奋出来，那个定完全不同。像我们古时候都可以听到呢那个贤人在讲，说那个富贵不淫，有钱的不淫乱，不乱用，贫贱不移，虽然很贫穷，很这个地位很低，可是呢他的志气都不移转，然后威武不屈，受到人家恐吓他不害怕。然后泰山崩于前，刀既加以后，不动声色。这个全部呢都是三摩地，都是从我们佛性本身呢发挥出来。所以那个就不受外境的影响。我们外境不管好不管坏，外境好不会骄傲，外境坏不会沮丧。这个真的就是呢，真正的我们人生价值所在。这个人他非常有自己的那个志向。我们要追求就是要这个样子。有定力，从佛性发挥。那外面的形象它一直在变化，我们就不要管它，不要在意。所以呢，我们从呢那个稳思修进入三摩地。那观世音菩萨呢，把自己所修持的法门提供给我们呢众生娑婆世界的众生来修持。这个很重要，把他的那个好的殊胜的怎么修成的告诉我们。那么底下呢就讲说，人间的道路千万条，修士呢至高，就是我们在人生要追求的方向非常的多。那我们呢要了解到说，能够修道修自己不生不灭的真性佛性那个就是最高的，不会后悔。那我们追求凡尘的名利、荣华富贵那个都是过眼云烟很快就过去了。纵然我们能够呢赚到整个世界，可是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空手让人，都全部是别人的啦，没有一种我们可以带走。所以我们在凡尘的时候就要看清凡尘的这个现象。我们在凡尘之中，寿命都有限不过100年而已。我们要在这里有限的这个生命当中做最无限的那个无量的那一种理想呢来前进。不要呢追求这一些物质现象。我们有的吃有的穿，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在呢生活条件越简单的话，我们呢修道越容易。那假如说我们越挑剔生活呢要过得很如意的话，那我们的佛性就修得不光明。因为会互相对待就忽略了。所以我们对呢物质的生活这个呢越简单越好养，苟简易养。老子讲说咱的生活就简单的就好饲的啦。各位浅浅好饲歹饲真好饲尤其我们修道随遇而安真好饲不挑剔各位挑不挑剔？有的吃有的穿就好了。这个呢现在因为环境好小孩子很会挑剔，真好物件好起来都不爱吃所以这个环境不同。然后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在凡是一些物质都变化无常，不要在意。我们在意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硬要全部把注意力都投入。
我们呢找一条唯一后悔的选择，就是修道。修道呢就是不会后悔。当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还会很高兴，说我这一生呢走对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不后悔的选择。那么能够呢活出人生最深的价值，我们到凡尘来，最有价值呢就是能够修道，就是能够度化众生，这是最有价值。勤求无上呢正觉佛道，可以一劳永逸我们在这一生之中呢，一定要追求一世修就一世成，一世都可以修成的，不用再来了，我们这一生就是最后生，往后不再来了。我们往后不再来凡尘出生呢，那这一生之中就千万不要造业，造业会被业推到现象来还债。那我们不造业就可以不来，那努力把自己不生不灭佛性那个本体使它恢复光明，本来就很光明了。那因为我们在凡尘造了很多业，所以使它黑暗。那现在呢，使它又恢复，所有那个佛性里面没有的东西都去掉。我们佛性里面没有贪嗔痴那我现在最大的毛病就在贪嗔痴。所以我们把贪嗔痴去掉。去掉以后没有贪嗔痴就非常广泛。我们那个佛性就可以发挥，整个功能作用都呈现。那么可以以十方之佛把手言翻，就是呢，我们可以跟十方之佛就是站在一起，同等地位啦，就是我们也成就了，我们也成佛了。然修持的法门1000万条，我们要怎么修那个法非常多了，每一条那个方便法门都可以让我们修正成佛。可是呢，我们要找一条选择一条简单，很简单，然后很扼要，然后又很容易又很快速决定成就这个呢就很重要然后呢说到这个简单，但呢依耳根一门深入很简单就是从耳根一门深入。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从耳根来修耳根圆通。刚才呢或许听到外面打雷又下雨，非常高兴说今天刚好要讲耳根圆通，这上天在帮助我，下雨了，打雷了，可是我们开始讲又停了，因为一下雨而且那个又很大倾盆大雨，我们就可以听到雨声了，可以把我们那个佛性整个都呈现。因为雨是整个都在下，所以不管是我们这个左右前后全部都是雨声可以把佛性整个都拉出来，又有打雷。刚才各位有没有遇到雨还有没有听到打雷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耳根修呢很容易很容易修持，因为我们这边很殊胜，就是很清净这个叫做最高品质静悄悄。那我们要了解这听到静悄悄的是谁？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那个耳根圆通虽然没有听到声音，可是听到静悄悄，静悄悄一样，就是我们的佛性听到，假如是没有听到，怎么知道静悄悄？就是有听到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耳根来修很简单，简不简单？
又不敢回答，太简单了啦哦，所以因为太简单，我们日用而不知，日常在用，可是不知道，不知道呢我们佛性呢都在日常之中已经在应用不知道，因为不知道呢，所以就会发生问题呀那么说扼要第一个简单，第二个扼要，第三个容易，第四个快速有没有？然后呢说这个扼要，就是入一无妄，入一呀就是进入道，这个一就是道了，进入这个一就没有妄，入一呀无妄，懂意思吗？我们进入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那个妄就没有的啦，就没有妄了。那我们假如说没有进入到，没有进入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就会有妄。那个妄呢，就是变化的完成的一些这个现象。那我们会在意，那我们会跟成相对产生心，那个都是妄。那入一以后进入我们佛性本体就没有妄。你有了解要知道文字虽然很简单可是里面的含义很好我们平常都在妄之中，就是我们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它呢一直在变化，它因为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称呼呢叫做妄，不会说常住不变，常住不变呢才叫真这样了解吗？我们平常生活在真之中还是在妄之中？都在妄之中，一直在变化，所以叫妄。那我进入一以后，进入到我们佛性不生不灭本体就入一了，就已经进入了就没有妄。你有了解不？所以我们在做耳根圆通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用耳朵的听，不是用耳朵的闻，而是用耳朵的闻性。第三个第一个听是耳朵的功能，第二个闻就是加入我们听到声音，加入我们的意识，那个叫闻，那个也不要用。然后用第三个就是闻性，闻性呢就是那个不生不灭，没有对待，没有变化，一旦听到会知影，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安尼有清楚无？爱记袂使用闻，闻第二项就是咱听到，然后产生新意识就是把咱的情绪拢藏落去，咱拢伫这块情形的生活，我们都在这一种现象之下。我们听到声音，加入我们的心意识，那我们的心意识变化很大，所以不要用那个来修不行，不可以一定要用闻性。闻性呢就是绝对的它没有对待没有变化，这样了解吗？我们有时候都没有启发他啦都没有认识他，以为说我都听到都好参加我的新意识，拢个参落迄就对唔对那个不对那个是我们生活之中造业，咱业就是有遐做来咱听到外口的声音把咱的意识情绪拢参落搁再去发挥出来的行为那个就叫造业啦。那我们用耳根圆通的时候是要用那个入一没有对打，没有两边，这样了解吗？听有无？安尼有较慢啦讲较清楚，可以听懂了。入一就无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自己心得爱笃定，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
一定要启发，咱启发咱不生不灭佛性这一呀，那个都没有对待的，在我们万年的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呈现的就是一呀，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就叫一呀，那就是咱佛性本体。一定呢，我们要认识，进入了进入佛性本体了，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已经可以呀，可以脱离呀，这个生死的轮回，6道轮回都可以脱离。你知影无？真重要所以咱得爱伫日常生活就把它启发，把那个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启发，然后入一就无妄，这就是2要。已经呢进入无妄的时候彼6支根一时清净。我们进入一的时候那个6支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全部都清净，就是全部不让它当家了，已经一在当家。你知影无？我们在生活之中为什么会造业？就是咱的6支根咱的6根在当家了。目睭要看，耳孔要听，鼻孔要闻，嘴要吃，身躯要摸，意念要想，都是他在当家啦。伊咧当家拢做一寡无好的代志，拢要甲咱带去地狱去。所以我们不要让他当家，用一用佛性来当家。所以入一就无妄。那个妄呢，就是6支根6支根拢清净拢无互伊咧花手头各位先生，现在在家里什么人咧花手头？一定有一个当家的有没有？那个财政部长就是咧花手头啦。我们呢咧花手头爱交互咱的佛性本体互伊来花。伊来花就袂正业，不造业不受苦就解脱。所以那个6支根呢就一时清净。那么第3个容易收容易善相跟踪，闲流还稳。这个这个容易真简单，就是呢在我们那个耳根稳性之中。稳性我们不是都是被外面引诱吗？对不对？现在我们把它旋转还稳稳咱的自性，这样会不会？就是讲咱听到外口的声音莫去分辨迄个声音的内容，然后我们呢来分辨能够听到声音的是谁。安尼会晓袂？会当听到声音的，就是咱的佛性本体啦，唔是佛性听袂到声音啦。咱即马一般人咧应用譬如讲有一只车经过，咱怎样讲？这只车真新，行过无声有声，咻咻叫真好听。或者是讲这只车真旧敢若东光车行过哩哩落落。我们都被这个现象引诱，然后呢去辨别那个声音的内容，这样就已经向外，这个叫做顺流，顺着外面流走了，然后还稳自性都是听到声音，咱就爱了解讲听到声音的是啥人，这样会吗？很容易啦，对不对？就是不要进入那个声音的内容，而是说能够听到声音的那个就是佛性本体。这样会了吗？差别很小咱拢比如说听到人家在讲话
人家讲话我们会被他吸引，拢会去想讲伊咧讲啥，然后从他讲话的内容我们去反应，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尤其他讲得越小声的时候，咱的耳孔压入来咧听，然后听了以后会想说跟我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利害关系？若有就会扣完了，对不对？这个叫做已经顺流，然后我们要呢旋转，让我们能够听到讲话，那个声音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听到的，我们就是这样，真简单啦，咱简单的拢无爱，拢爱真复杂的，人家讲什么讲得很复杂，听较足闲的，你嘛搁直直咧听，对不对？按你把它旋转过来，我会当听到，迄就是佛性本体，安尼一样呗。所以这个呢很容易的我们只要呢旋流还稳就是稳自性的，不要去稳那个凡尘事所以凡尘都是尘垢，都是尘劳啦，凡尘劳劳碌碌所以我们就是要要背尘和觉，把那个凡尘的事都放到背后，把觉性拿出来，跟觉性合在一起背尘然后和觉，所以我们呢有时候那个双掌一合那个就是最让我们了解，只要双掌一合，因为我们那个右手做的事左手做的事都是凡尘事凡尘的事不做了合起来，你无法度做凡尘事，把凡尘的事都放到背后，你这么双掌一合良心就掏出来，就跟觉性合在一起了背尘凡尘放到背后，觉性拿出来，跟觉性合在一起，安尼就成佛啦。所以这边呢叫旋流缓稳就是稳自性。那么说快速自入流往手，自极昧现前或二殊胜这个已经呢到达得真三昧了，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很快速入流往手，那个入流进入圣贤的末流，已经有到仙佛的三期尾已经入流，所以或许又把它呢这个解说，我们所有的凡尘进入耳朵以后都不要停留在身上，让它流走入流，然后往手就是把那个能手都让它消失，不要有能手就往手了，入流往手，所以很理想从入流往手开始做，一直到极昧现前。极昧现前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呈现在眼前了，就成就了所以很快速，已经呢得到两个殊胜真三昧也已经得到。那么底下就详细的说取内容说呢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跟源头的内容，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从呢这个三会闻会思会修会进入正定闻呢是耳识以及同时意识这个闻就是我们的耳识以及同时意识，然后思修呢是独头意识那个思跟修两个是独头意识它呢没有掺杂外面的因缘是独头意识。那么闻思修三会为进修戒定慧，三无漏学是阶梯我们要进修戒定慧要有这个戒定慧，
所以蛮重要的我们要有那个戒定慧才能够进入那个三无漏学就呢这个闻思修然后戒定慧蛮重要的一个阶段戒六祖讲呢说我们自性里面就可以有从呢那个自性无非没有不对的自性已经戒了从根源做起最容易最简单。那假如说我们从四相来戒的话，那个就比较琐碎都是比较不容易去达到。那从根源从心里面心里面没有非没有不对的，这样自性就戒了。然后呢这个心里面没有乱，自性就定了。心里面没有无明自性就有智慧了。所以戒定慧就在自性之中，那个是最理想的啦。可是我们一般都要收那个相，那收相我们了解到比较已经粗浅一点可是呢我们也要了解，也要知道从那个戒定慧来修呢那个三无漏学，那么一级转凡入圣的正途要怎么样呢来转这个凡人，然后进入那个圣贤一个正确的一个途径。但是呢本法的宗旨在玄妄归真耳根圆通呢它的宗旨就是呢玄妄，把妄都旋转，然后归到真就是把假的都去掉了，然后呢用我们的真，舍事用根，把那个事认识的事就是舍掉，然后用我们的根源用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根源舍事我们认识的事会变化，所以把它舍掉它生灭的。然后根就有能生的意思根源从根源来修持我们摸到根就可以成仙作佛所以从根来修。故呢这个闻慧慧呢这个在讲我们的耳识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闻慧闻思修那个闻慧，我们听到就是要了解它已经智慧在里面听到以后智慧就具备了闻慧闻有里面有智慧所以听到呢是实语上圣法门是真理的那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不是呢我们耳识。那么乃至耳根是闻性就是我们耳根里面的那个闻性，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么不生不灭的佛性内不随分别的耳识，外呢不闻所闻的生成，就是里面我们那个心意识很讲，可是呢不要随着它不随分别那个分别心那个心意识分别心不要随它那个耳识产生的分别心我们不随着它。然后外面不闻就是呢不进入那个所闻的声尘，那个声音那个叫尘，六尘之一这样了解吗？各位浅浅差别很小我们去闻声尘跟用我们那个闻性闻性跟那个闻声尘它差别很小刚才或者讲我们去辨别声音的内容，那个叫声尘，就是凡尘那个凡尘的会污染我们佛性所以我们是要旋转呢那个闻机闻的动机就是谁听到就是佛性听到，就是要抓着这个佛性听到可以的，不要去随着声音一直在流转变化，因为声音会有变化会有流转
那我们不随着，这样了解吗？一定呢要详细的了解内容。我们做耳根圆通就怕我们变成在追外面的生成，那这样的话做不成功夫啦。所以要了解说，是要用稳性，听到的是谁？那个重要，就是稳性，不生不灭的，没有对待。那进入生成以后，哇，那就千变万化了。有一些声音会引起我们很高兴，有一些声音会引起我们讨厌。那我们有高兴有讨厌我们就有取舍的心，取舍的心一出来我们就造业，我们造了业就要受苦，就连带一直下来，很危险这个地方很危险所以我们就不要进入内不随分别而事，就是心力事不要用内不随心力事，然后外面呢不随生成，安尼知影无？一定要了解伊的内容，就是要把我们佛性这个呢不住在身里面，要使佛性出来。只要你呢一听到呢这个外面的声响，哪个地方有声响，佛性在哪个地方？这个是耳根之前我们有讲那个眼根就是这个满眼本灰色，有没有？讲那个眼根就是呢闻书常触目，还记得吗？记得就是我们眼睛所见到的我们假如说以为眼睛看到，那就变成很狭隘了。那假如说是我们的佛性看到，那就很宽广。那佛性看到就已经是启发文殊了，文殊已经出来了。那无私的妙智慧让我们佛性呈现，所以看到众生你看都不同的面孔。一样七孔可是大家拢不同款大家不同款，咱拢了了分明，对不？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就是一，就是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还有清楚不？有没有？所以凡心所在一切心能分别明了。你心里都你拢清清楚楚。那个就是真心所在咱用眼根的修较容易住相所以用耳根就比较理想。所以耳根圆通不只有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他也讲，他是从耳根修成的。文殊菩萨自己讲就在我们耳根圆通的那个最后面文殊菩萨自己讲。最后面那一段，文殊菩萨讲说，我也是从耳根修成的。那个最后面那个我们会讲到。现在各位也是可以先看一下。看那个文殊菩萨讲说，我也是耳根修成的，所以就知道耳根对我们帮助很大。就是要了解它的实际的怎么做才可以按实际怎样。我们呢先呢启发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已经认识了，认识以后才把它从身里面延伸出来，卖互伊敢若拢带在身躯啦，拢带在身躯咱的身躯爱互业咧杀，业甲咱去倒来就伫倒现象。然后呢，我们现在把佛性已经启发了，认识了，然后就把它修持，让它离开身体。开始的时候呢，紧紧就好，然后慢慢的可以延伸到宽广，然后宽广到整个虚空法界都遍满我们整个真心那个时候这个身体的生死就不管紧要了。
活性已经弄出来，出来的时阵啊，咱的身躯还有余地，水火风土嘛，众缘际会皆有用的。我现在还给天地，可是我们还没启发之前就不可以。什么？因为我们死掉了，你活性要去倒，无地气啊，所以一口气不来啊，就满眼都黑暗，没有路可以走。那我们现在啊，把佛性啊，可以啊启发出来以后，这整个啊空间啊，都是我佛性的所在，都是我佛性要走路，所以就很宽广。那很宽广可以出来，可以自己主宰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啊就还给天地，就不用怕生死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关键点啊，就在这里。我们凡人都把佛性局限在身上，所以身体啊就会很重要，我们就贪生怕死。因为死了以后，又会被这个现象推，所以我们那个台湾话都讲贵心，死掉是不是叫贵心？就是这个身又够一个身啦。咱就讲贵心贵心，无人一贵心呐，贵什么心？所以我们就看我们凡尘所造的业，做得好，贵心的贵去天生啦，天生啊，天的心就可以当那个六欲天啊，或是那个去天神仙，王爷妈祖啊，山神土地，都可以构成那个身。那假如说做得不好呢，贵心呐，贵去精神的心，贵去地狱的心，贵去鬼的心，就过身就过到那边去了，贵心贵心，蛮传神的啦，无死贵心，贵心俩过一个身，都是在，所以身体啊是天地的物体，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好好的借假修真，把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修正出来，很重要。我们凡尘就是少推广，所以我们呢众生啊，六道轮回不绝。那假如说我们可以多推广的话，使众生都知道本来都是佛，可以啊跟整个宇宙虚空合在一起的。可以啊成就的，那我们呢，就努力啊朝这个方向。内呢水分别的那个心意识，外呢不闻啊所闻的声尘，那个听到的声音只是要喜欢我们佛性而已，不要进入那个声音的内容。但闻啊能闻之闻性，能闻的闻性。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呀，像我都听到，就是咱佛性本体呀。所以那个叫做能闻的闻性，谓之呢闻慧，那个就是三慧之一闻慧。然后具啊本觉理，起啊始觉智。本觉理的是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从佛性本体呀，然后启发。我们那个开始觉悟的智慧，启发了，我们开始觉悟的智慧，就是把第六意识啊转成妙观察智，那个叫始觉智，开始觉悟的智慧，就是不要用我们那个第六的那个意识不要用，我们用妙观察智。所以妙观察智啊，六祖讲见非功，就是见到呢非有为功用。我们的妙观察智啊，可以照非有为的功用。那么非有为就是无为，那无为啊就是佛性本体。那我们呢妙观察智啊，就可以见到我们的佛性本体。所以呢，我们意识那个第六意识啊，不要用，我们把它转成妙观察智，就是呢来观察凡尘的所有一切。那么凡尘的所有一切啊，原来都是我们真心佛性。这样的话呢，就见到佛性本体了。见到佛性本体啊，那个叫做始觉智，已经开始觉悟了。那个智慧啊，
已经呈现了。那我们有开始觉悟啊，就来关照本觉理，本觉理就是佛性本体呀。然后合于大觉，非常广泛，我们觉非常宽广，然后到最后成就境觉。所以始觉智关照本觉理，合于大觉，成就境觉。这样有印象吗？有没有？就看我们想不想做，想不想成佛。想的话呢，就把第六意识我们那个胡思乱想那个第六意识把它转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呢，就是能够见到佛性本体，来关照佛性本体，然后呢，让佛性本体合于大觉，跟整个虚空相合。然后久了以后就就近觉觉已经就近了，到达目的了，到目标了，就已经成佛了。还有印象好像很沉重。所以我们有这个始觉智以后不着空，不着有，不着呢空就是完空了，不着空，然后不着有，不住相，不住在形象，这个呢不着有，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的生活我们很容易着相，着相呢就是有了。那我们很努力都全部不着相了，可是却着空，很容易都是两边的，不着有就着空，那着有不行，着空也不行，我们不着有不着空，这样呢，不空不有可以进入中道，所以那一次呢，或许说到底各位是和尚还是和尚？那个浅显说和中，那个很理想的嘞，可以和中，中道就是不容易我们呢都容易两边，像凡尘的现象，白天黑夜春夏秋冬，我们要是了解到我们是容易住相，很容易着相，那假如说我们很努力相都不着。可是呢，却着空了，着于完空了。那我们要了解说着有着相不对，着空也不对了，都不会成就。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那个才是中道。中道就是佛性本体。我们着于佛性本体回到佛性本体就已经做佛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被做佛了都在达标，努力就会成就了，绝对会可以成就的，所以不着有不着空，这两边呢都不着，那么一味的还稳自现，就是呢能够稳自现，就是回光返照了，时时刻刻我们都回光返照。不要把这个精神外放，我们很容易把精神外放，被这个整个造化引诱。那引诱以后我们所有的养分就会用光了，就要赶快再吃了。为什么有要吃很多？就是喜欢精神外放。所以各位浅显，精神外的厉害。吃东西要吃的很多，才营养补充的够了，他不会胖。吃足多个不会肥有没有这样的人？知道为什么吗？就喜欢精神外放，吃足多个吃会肥那就是喜欢精神外放，才会呢这个吃不胖。那假如说我们呢这个时时刻刻都回光返照，肚子呢不会饿，不会很饿，
吃也不用吃很多，那个呢养分就会在身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造化都是在引诱我们呢，精神外放，那我们精神一外放以后啊，我们就会讲这个人都没精神，有没有？没有精神啊，就是他已经消耗掉。那我们假如说能够养精蓄锐，精神都不外放，不胡思乱想，就会累积啊，那个养分都在身内。那养分都在身内，时时刻刻都是精神很饱满，精神饱满的话比较呢那个灵智啊，我们灵比较呢灵活，灵很灵活，我们会对真理的认识啊，会比较容易进入，容易透彻。那假如说迷迷糊糊啊，我们迷迷糊糊的时候啊，这个不清醒，对真理的认识啊就不容易那不容易认识真理很容易那个造业做错，那业一造了以后就要接受果报，接受果报就迷糊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呢，我们要自己本身就是要努力进入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这个回头是岸。我们回光返照叫回头，然后呢，只要回光返照就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所以回头是岸。肯不肯回头啊？要到清净的彼岸才我们人生价值。那么谓之还稳自信呢，谓之思慧，就是呢我们有那个思慧。那么念念旋往脱念内伏就是我们所有念头都旋转，把那个妄都去掉，不要，就旋转到真的回来，念念都真，所以要脱念内伏所以各位先生有没有看过那个强力胶做凉的尤其那个肾尖更凉。肾尖看过没有？一瞬之间就把你凉到那掉爆不开，有没有？那个强力胶我们要脱念凡尘拢把咱凉掉，凉不掉凡尘拢凉得足掉的，拢把咱未成佛，未做佛拢去互凡尘凉掉的。所以咱来脱念脱离这个凡尘的中国莫去互凉的脱念，然后内伏就降伏啦。咱哪会去互凡尘凉掉的？就是因为咱内心内底拢咧追求这物质咱就要甲伊降伏。降伏呢我们那个内在的追求，所有一切我们都能够降伏降服它的内服这个很重要我们内心一笃定了以后佛性本体定力就出来。那假如说我们这个三心两意一直想东想西都呢追求物质的生活那就不容易降服我们那个妄想心所以那个脱念内伏这个实际要去做那个功要自己这个做。那么伏归呢圆真降伏能够归到我们那个圆真，圆就是本来真呢就是真的我们本体你看这个真的还是让我们真的可以耳根圆通不管是这个东西南北全部都在下雨所以你看我们那个佛性很圆满，整个都呈现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那个稳性都有听到雨声嘛，有没有？对，听到雨声就是佛性本体
都已经呈现了虽然现在身体是在佛殿里面做，可是我们整个佛性呢都充塞整个周间周围空间我们都充塞了，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修耳根圆通的殊胜很殊胜因为是有声音比较容易我们去比喻静悄悄的时候也是佛性听到的，可是那个就比较不容易不容易说有我有听到听到静悄悄的时候我们的反应都说没听没听，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听到什么声音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反应说没听没听，对不对？没听没听，我们不会说有啦有听听到静悄悄，不会那样说啦。那个是研究写心我才有才会说听到静悄悄也是佛性。所以呢我们了解福归原真也就是降伏归到我们本来的真就是佛性本体真来归到真心。那么为之修慧所以闻思修三慧全部呢都呈现如是闻如是思如是修所以各位手上都有如是我闻就看看那个如是是怎么讲讲得很详细各位有听了没？那个如是我闻有没有拿回去听那个上个礼拜我们有记500片的那个如是我闻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带回去听，而且多一点给亲朋好友，他没有来研究的话，可以带回去给他听那手上资料也都有有那个如是我闻，有那个张轴悟道记。那张轴悟道记也都在各位那个椅子上面也都有放。要多拿的话，旁边都还有可以多拿回去那个比较没有接近道场的，没有实实在研究的可以听那个张轴悟道记，比较这个白话一点如是我闻是有比较深一点点这个是浅显反应反映说那个要研究如是我闻才听得懂看得懂那一般的话那个张轴悟道记就可以所以没有接近这个道场的话，就鼓励他先从那个张轴悟道记入手。如是闻如是修这个日久功深花本明耀，就是修的那个日期已经久一点比较功夫深。那功夫深的话，它会花本，就是发挥我们本来呢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明耀，就是光明照耀我们的佛性本体它本来就很光明就会发挥那个照耀功能所以花本明耀，然后可以解开6个结就是我们都完成了就是把那个干把这个6个结解开了它就成佛了啦各位打开几个结这边有写第一个呢就是动，第二个呢就是静，第三个呢就是根，第四个呢觉第5个空，第6个昧它的动就是凡尘所有动向我们凡尘所有的这一些呢都是动向我们对凡尘所有动向已经都没有生灭心了，那个就解开动的结然后呢静悄悄是第2个结第2个结打开呢就是呢进入静悄悄，也不住在那静悄悄的境界里面那个已经也是蛮殊胜的那个景象不住的话呢就已经打开第2个。那么第2个解开以后就进入第3个根就是我们6根
不给六根当家，六根的结也解开了。那第4个啊，就是觉，我们有能觉有所觉啊，那就是第4个，那已经呢没有能所，就已经打开了，进入了空，空呢就是什么相都不住了，相都不住以后，那个微细的那个啊还有，所以那个第5个空解开以后，才进入第6个。第6个的昧就是极昧了，到达极昧的状态，就要恢复到本来，所以这个6个结啊，全部都解开就可以啊破5蕴，5蕴就是我们5蕴，5蕴呢色受想行识可以破除的，能够破5蕴呢，色受想行识超越5浊。5浊呢，结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我们在5浊恶世啊，咱拢伫个5浊恶世，内底咧生活，所以我们这个破5蕴啊，超5浊，5蕴5浊呢，都超了，就可以证圆通，证悟啊圆通，所以我们各位浅显，我们刚才听到那个比较大的雨声呢，你看是不是很远？远呐，有没有？远，然后有墙壁啊，我们又通，有没有通？所以证悟啊，圆通，证悟圆通，我们佛性呢，具备的，它就有这个圆通，然后入啊三昧，就是进入正定。我们佛性呢，都整个启发以后啊，可以进入啊，如如不动的那个真如，一真啊就一切真了，所以呢，这个又比较深一点的，真如一真呢一切真，所以我们了解说进入啊这个三昧，那么始觉智啊，已经契合本觉理，那么谓之啊，如幻啊，稳心稳修，金刚三昧。我们就是要了解加2个如幻，就是要我们不住相，什么事情啊都是变化无常，那我们很容易住相，所以呢，在正式的修持的时候啊，我们也很容易进入法执啊，那个执着。那我们用如幻2个字啊，就会让我们对所有的一切那个修持啊，都固执。那不固执的话，就容易进步。所以执着啊，全部呢都能这个去掉。所以啊，如幻。然后呢，稳心稳修。就是呢，我们要还稳自性。那自性呢，我们认识的不透彻，所以要熏习呀，熏习的久，自然啊，就可以很熟悉，那很进入。所以呢，我们讲说我们佛性是如如不动，可是呢，我们讲如如不动的时候不容易体会啦，所以或许才会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说。说呢，我们有玩过呢相机的人都知道，我们那个按快门的一刹那，绝对不可以晃动，一手一晃动，我们洗出来的相片模糊清，所以一定呢就不能动，如如不动，一按快门出来很清晰。那我们的佛性呢，就是这一个状态，跟这个原理是一样。它如如不动，我们头虽然在动，可是我们看到的景象都很清晰，就表示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如如不动，动是身体，佛性没有动，所以看才会很清晰。那我们就了解说，如如不动的真如性本体，就呈现整个空间。这个要一直熏习呀，稳心稳修，不是说听一次就会了啦。
除非说我们已经是那个佛菩萨来示现，他才会马上一点的通，就可以全部恢复啊整个功能。所以我们要稳心啊，稳修，就是一直啊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金刚三昧，金刚啊就是佛性本体了啦，三昧就是正殿。我们佛性本体本来就有金刚三昧，可是我们都没有启发，没有进入啊实际的修持，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努力。那么底下呢，观世音菩萨自己呀细数次第呀解决修正的过程，要怎么样来这个修持，观世音菩萨呢自己讲那么这个经文不多了初以稳中，就是呢开始修道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初，那用什么方法呢？用稳用稳来修。那观世音菩萨呢是在普陀山海边然后听到呢那个海浪来的声音不是嚓就很大声，对不对？然后它会退潮退了以后不是静悄悄的吗？有没有？他就呢一直在听这个，声音一来了有声音声音去了没声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在用然后呢他就听到的时候有声音稳那个稳性听到，然后呢退潮的时候静悄悄也是稳性听到静悄悄所以他就听这一种声音在修，所以初以稳中，然后呢入流往守入流就是所有的不管是动不管是静有声音没有声音他都呢一样让他呢不住在心上。那个入流是进入圣贤的末流，那实际的做法就是声响有，声响没有，一进来你的身以后，你让它流走，入流，这样会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入流在这个细数的时候虽然说进入圣贤的末流，可是呢，我们做功夫的时候就是怕我们住相。声音进来了，住在我们脑海里面，就住了。它这个住不让流走的话，会不会形成障碍？会形成障碍。所以入就不要住，让它流。出流会掩尘入流要照现。入流要照现。就是你听到声音以后，那个听到声音的是谁？就是佛性。那入流以后是不是照见佛性？所以入流就照见佛性。然后我们精神外放的叫出流，出流就跟凡尘攀缘，出流眼尘，因缘攀缘凡尘。入流照现出流眼尘，跟凡尘攀缘。我们众生在生活之中都是出流眼尘没有入流照现。这样懂意思吗？我们听到声音没有去回光返照就是我们佛性本体遭遇没有照见本性那现在呢，我们做功夫的时候就是要一直能够回光返照，就是入流就是不管你听到什么音，不管听到什么声音，就是佛性听到，他只要记得是佛性听到不要进入声尘，声音的内容不要管它了只要知道是佛性听到的，那个叫入流所以呢，这个入流以后后面不是往守吗？就是要把那个能守都让它死亡，能守所以或许不是讲嘛，能守就是四相用比喻的来讲
我能看，能看的就是我相，所看的就是人相。那所看的差别重生啊，叫众生相；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就是有能所就有事相，懂意思吗？往所啊，就是把事相都让它消失，没有能看的我相，也没有所看的人相，也没有差别重生的众生相，也没有连续不断的受者相，就是往所。这样会了吗？很细很微细，就是把那个能所让它消失，没有能所。那我们只要没有能所，就没有对待，没有对待，就真的照见本性。本性就是没有对待，所以呢，入流往所，照见本性以后，把所有事相都去掉，已经呢没有了，没有事相。这样会吗？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清扫自己家门口的垃圾，在清扫的时候那个心态，假如说要娱乐，你在清扫人也在娱乐对不？会不会？人家讲迄个迄真古老了拢会安尼外口扫扫清气，人家会称赞，对不对？那我们有经过人家称赞，以后你在清扫等不等待人家称赞？这个叫能守啦。那假如说我们是一种心态，我厝的头前我家己扫清气，这是我应该做，这样就没有能守了。这样懂吗？是不是差别很小？在心里面咱心有咧想，互人娱乐，那个就有能守啦。你想讲这我应该做的，那就没有能守。这样懂吗？所以完成了，只要我们做事是我应该做的，就没有能守。那我们有期待的心那个就有能守。这样会吗？那我们生活之中能守多不多？就表示我们不是从佛性在生活，都是从现象在生活。那现象生活之中呢，都有能守。那我们在佛性生活之中就没有能守。所以我们要自己努力这个往守就是要自己努力，往守了以后才没有事相。那没有事相以后佛性才整个呈现。那我们有事相就有六道轮回了。这样了解了吗？那么守入积极，那个前面的往守的守跟入流的入，这两个全部都急，急就是如如不动，守入积极，都已经到达如如不动，就是已经很理想的状态，可以照现了，可以离掉能守了。这样懂意思吗？所以这个守跟入，守就是往守的守，入就是入流的入，守入积极，都已经到达如如不动了，到达最理想的状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到达这个时候就已经这个动跟静的两个相，了然不生。这两个形象都在，动静二相都在，了然就是讲清楚了解，可是呢不在心中产生，这样懂意思吗？动静二相现象都有，可是我们的心已经超越动静，还有了解在实际的来讲。就是呢，我们听到有声音叫动，听到没有声音叫静。
那我们假如说还在声音的有跟声音的没有，那就我们心中的动静都很明显。那已经超越了有声音跟没有声音，我们都超越。这个叫动静二相了然，可是不生，不在心中产生作用。还有了解不？就是对凡尘所有声响，你都呢可以很超越。就是了解到所有动静所有凡尘的有声音没有声音，都是呈现凡尘的景象。那凡尘的景象都是变化无常，你都可以不在心中住，不在心中产生影响。这个叫了然不生。有了解不？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是说灭掉所有声响，不是灭掉所有动静，不用灭，是我们的心超越。我们的心已经超越了，知道呢，凡尘所有动有声音，所有静没有声音，这个都是凡尘的事，都是成果。这一些让我们劳劳碌碌，那我们已经不在这一个劳劳碌碌的现象之中，所以叫做了然不生。那已经蛮理想的状态，可是呢，不要住。如是渐增，还要渐渐的努力增加，就是要向上再精进，渐增闻所闻进，闻呢就是能闻，及所闻，能闻跟所闻都进，就是没有能闻的我，没有所闻的声响，没有能所的。没有能闻的我，没有所闻的声响，所以闻所闻尽，已经尽了。要了解能闻的我，所闻的声响都在只是心超越了。心已经超越能闻跟所闻，然后呢，尽闻不住。那个闻已经尽了，又是很理想的一个境界。可是不要住，一住了就进步不了了，都不要多进步。所以那个闻已经尽了，尽闻又不住，然后下来那个闻那个性又进入那个觉了，进步到觉。那个第一个觉就是能觉，它后面所觉。这能觉跟所觉空，能觉这个时候进入到已经摸到佛性的边了，那个能觉以及所觉，能觉所觉都空，不是有形有相都没有，都是空，能觉跟所觉都是空。然后呢，又不能住就进入那个空觉局也，空跟觉它到达极点都很圆满圆融，所以呢，那个觉所觉空，空觉局也，到空觉很能够呢，很圆满圆融。那么底下呢，空所空昧，这个呢能空跟所空都昧，没有能空也没有所空，到达这个时候就已经所有的凡尘的生灭都完全解脱了，所以到达生灭寂灭，所有的生灭都全部灭掉了，寂灭就现前。那个极昧，就是已经呢佛的果位呈现了，极昧现前。所以呢，从那个入流往手一直到极昧现前，这个就是呢修持的过程，就是这么的那个简单扼要。
很容易的，只要我们呢这个努力啊，这修持都可以达到，那么上啊这个禀受法门是教，就是禀受啊，那个观世音古观世音佛，那个呢就教。那么此即啊依教所起之修，按照那个教，然后呢我们真正的实际来做，那么此以稳中者，即最初呢由耳根的稳性之中下手起修，这个呢又详细的来解说，那个观世音菩萨细数的那构成。那么以耳根之中的稳性啊，这本觉理，本觉理呀，就是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叫本觉理。然后取如幻啊，是始觉智，那个始觉智啊，就是从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本觉理生发出来的，然后我怕我们住在那个始觉智啊，那个很殊胜。很理想，所以加2个如幻，就要了解说这个虽然很好，可是呢，是一个修的过程，我们要用的，到达目标就不要了，所以用如幻让我们不住相。那么为能观呢是观智，那个始觉智啊，就是能观的那个观智，能观的智慧，即妙观察智。就是我们的妙观察智，以能稳这个因生之稳性啊为首关键，这个呢后面呢就是守稳，前面呢就是能稳，前面呢能观，后面就是守观，这样了解吗？就是有能守了。那我们做的时候啊，不是说一下子就把能守全部去掉。是要有那个过程，要有手段，要有方法，这样知道吗？始觉智啊，那个开始观照的那个智慧，那个叫能观之智。然后我们所观之见，就是所闻的声响，就一定呢会有能守，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修持的过程啊。我们就是要经过，要经过的时候啊，要有能守，要有能有守，能观的妙智慧，守观的那个境，是什么样的景象，是我们所面对的目标，是要你实际的去做，做的时候很明显，做到成就的时候才把能守去掉，这样了解吗？是有一点因为很细腻所以是有一点感觉里面很复杂。其实做起来习惯了是很容易的还没习惯之前就是稍微用一点心，不要偏的，一偏差以后功效就没有所以呢，开始就是小心点内不依妄事分别。就是不要用心意识，外呢不随生成流转，外面不要随着生成流转，那个呢能够听到声音的佛性本体就好，从根这个根中本觉的妙理，本觉就是佛性本体，那个理就是性佛性，我们那个奥妙的佛性，从根中呢本觉妙理。起如幻始觉的妙智，这个起那个始觉妙智是从本觉妙理出，所以这个理智是体的。那么以智来照理，稳心稳修，我们就呢来稳心修，不可这个错用阴心，这个我们心一定不能错用。日常生活之中呢，惯用的是四心，而四心呢是修最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日常生活呢很习惯用的就是四心四心是生，那我们不能用生灭心来修，
一定要用不昧的心，修不生不昧的道，这很重要。所以四心就是我们修道最大的障碍，不能够成就，都是用四心在修在做事。那么用此生灭的四心修道，决定不成就，就是千生万世拢修为成所以一定没在用。所以必须呢舍事舍掉我们的四心，根尘相对的那个心就是用我们根万缘放下念不生那个呢佛性本体那个根源根中所具备的本觉我们六根里都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才是呢成佛的正因。我们成佛的主要因呢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那个呢一定要启发要认识。那么依之为本修因自可严惩果地修正找到佛昧的心自然就可以修到佛的地步。那么入流往守入流是对出流来讲，耳根呢随闻出流会追逐声音之结辅之源咱会去白条条都是这样，都是呢我们随着生成，然后一直追逐才去白条条。寻声呢故流转六道追寻的声音我们去做才会流转六道轮回也是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性精神都外放，所以起后造业迷惑了，不了解真理了，不了解那个实际的状态起后就造业，因为业造了业就要受苦。那么若能还稳就是回光返照，还稳入流呢就照现我们刚才讲的能够入流就是反过来看那个听到声音的是谁，那个就是佛性。入流呢就照性即是呢解脱之本，我们就有办法呢这个解脱。即所谓呢回头是岸，精神呢只要一回头，立刻到达清净的彼岸，当下即是佛性全体都记住，不缺分毫，一点点呢不缺不缺分毫，没有三心四相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呢这个重要就是要了解说我们本来佛性呢都记住了，没有三心四相，可是我们都把它呢不善于运用就有那个三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尤其我们年岁越大，就会活在过去的那景象之中过去心很浓厚所以跟老一辈的人这个聊天的时候他就好像那个录音带那个导带，所以你跟他讲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他都讲相同的事给你听那个就是生活在过去啦。然后我们要了解我们有过去心有现在心，有未来心，就被三世摄受。过去心就是各过去世摄受可能起，然后现在心现在世摄受，未来心未来世摄受。然后我们被三世一摄受，有过去世，有现在世，有未来世，就是六道轮回啦。然后我们没有三心，过去心过去了，不要去想我们想过去被人欺负了二度伤害。那假如说想过去如意了他不会回来所以过去就让它过去。然后未来你不要策划，你策划未来是我们身体要用佛性不用。佛性你不用策划未来，所以你策划了赶不上变化所以不要策划。然后不要有现在不住了我们说现在已经2秒过了，现在又过了，现在又过了，说现在不住
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没到，现在不住，三心都没有，三世啊摄受不住，三世摄受我们不住，整个不生不灭佛性啊呈现在眼前，这样了解吗？所以年岁大的啊，不要胡思乱想。为什么？因为念头就是业啦，咱起心动念的想那都是业。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累世啊，轮回太久，不可能不造业啊。然后业啊，它已经形成在虚空之间，你不要胡思乱想，它不会来让我们遭遇。那你一直胡思乱想，就是这一个缘啊，把你往前世啊那一些业啊，把它拉来，跟你现在的因缘汇合，你就要去遭遇。那你遭遇的时候啊，你会怨天尤人，说我又没有杀人放火，又没有做坏事，怎么我的遭遇这么坎坷不通顺？他不知道是自己胡思乱想来的，所以要跟老一辈的讲，过去让它过去，不要再想，再想了往后的遭遇啊不通顺，会使自己身体那个血液循环不流畅，会有病。要跟老人家说，我们都缺少这方面宣导。所以一有空闲的，营养嘛是营养，都爱妄想。所以有台北到青州讲，读壳都生出来，无互伊想都浪费。不要那样那样造了业受苦的是自己啊。所以我们爱做因先先。会晓做咧，做好因先，拢耐受，有用无？咱人咧是真无用对无？咧起心动念拢足无用的，咱就莫起心动念，做好一先先，一点拢莫生，整个佛性啊本体都呈现，跟佛都没有两样，都一样的，理不理想？很理想就是我们要做了。还15分钟了，各位要不要问问题啊？不问的话，我还要再讲我在讲课。要问还是要讲？有问题一定要问所以这个有疑不问，或者都讲。我们不要把那个正面的当成负面的。我们不是有这边这个晚上可以不用睡觉嘛白天不用吃饭，甚至都不用呼吸，有没有？你看这个都是黑龙瑞水修呢，叫都修啊，这个第四禅的状态都要呈现的。可是我们都把它当成了什么？哎呦，人拢咧困，我无困安尼敢会使？安尼我来找医生，然后吃的东西身体就不舒服，还勉强吃，无食袂使，大家拢咧食，食的身躯无爽快，搁来找医生，然后搁唔免喘气，安尼我嘛有问题呢，经过来找医生，不是把正面都变负面嘛？所以或者就鼓励我们人是半阴半阳你假如说这个晚上精神都很好，不用睡觉，那就不要强迫自己睡干嘛一出门安眠药出到后来都神经麻痹，不要睡就不睡只是那个时候不睡的时候不要胡思乱想。我们人会辗转反侧，都是头脑不让它清醒。他较想赢拢直直甲想，那个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在那种状态之下，就呢，
观点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就有去体会那个整个活性呈现的状态。你白天的大家起来要跟着起来，晚上要躺你就去躺，不躺也可以啦。可不倒单啊，不是有人不倒单的吗？我们知道那个水口广清老和尚啊，他就是不倒单，就是晚上不躺着睡觉了。那你精神好就可以不用睡啊，不是要多人1倍时间的吗？那肚子不饿啊，就不要吃。你感觉到大家吃我不吃没晒，那你泡一点的流质的那个什么粉啊来吃就好了。那不用呼吸也不要呼吸啊，那个毛细孔会呼吸嘞。我们要了解到，修到了后来的时候，真人呼吸一种，就是我们脚底啊，真人的呼吸啊，从脚底在呼吸啊，不用鼻孔，不用那个毛细孔，是用脚底在呼吸。你可以不用睡，可以不用吃，可以不用呼吸。已经到第4禅了呢。初禅啊，是离生喜乐地，离开欲界的生死，进入那个喜乐。然后2禅呢，就是定生喜乐，从定从性温之定产生喜乐。3禅的时候啊，就离开喜乐，进入妙乐。进入妙乐3禅啊，是妙乐。所以呢，我们了解到第4禅啊，舍念清净。那个第4禅的舍念清啊，不用吃，不用睡，不用呼吸。然后呢，差不多接近了，又可以进入4空天。进入呢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天。再进一步呢，最高啊，就是昧受想定，就是那个大家的现在在云林的那个鸡足山路啊，那个昧受想定，他要等待我们弥勒祖师下生。那弥勒祖师在多久下生啊？我们这边前不是讲嘛，56亿万年。他要在那边住56亿万年，不用吃饭，不用睡觉，不用呼吸，要经过56亿万年，很理想的，不要把它当成病啊。去给医生看的话，医生头大了，这个头很大。后来还有一个医生不错，说你去研究3度空间。不一样的啦，整个都不一样，所以或者都鼓励人家问了，你不问的话，把好的变坏的追加糟糕了。所以或者有听有一位这个前贤讲，说他就是因为晚上睡不着啊，一直吃那个安眠药，然后安眠药吃1年后来都没效了，吃的没效。为了睡不着，他很烦恼，结果就自杀。自杀的时候喝农药，那喝农药在河边喝了，他喝了以后很难过，那个河边那一些杂草都被他拔那一些杂草，可见那个难过的程度了。我说年岁大的那个睡不着觉，那个是器官老化，都已经用过头了，那个跟修是不一样的啦。那我们年纪轻轻的这个睡不着觉，那个氧啊比较充足，所以不同那个状况是不同。老年人器官退化，所以会有老人痴呆症。然后我们年轻一直修观念放下，一念不生啊。那个一念不生啊，不是老人痴呆嘞，那个是修出来的嘞。你现在说要不起心动念，那困难；不修的话很困难。你要修到念不生，是经过长远的时间修持才可能。那你修到一念不生，整个佛性本体呈现，
那有没有身体没关系啊。哦，你都在佛性之中了。哦，整个虚空法界啊，都是你的法身，不是最理想的吗？所以一定要问啊，有疑要问啊，不要变成负面。无才咧修，修安尼骨力身骨力细，这本钱拢累积较少啊，袂晓用。所以要问。还有7分钟，要问啊。都没问题啊，这么好啊！这个或许以前呢，这个在努力追求心理心法的时候就是找不到人问了。这个问我们是可以问的，可是回答的问题我们不会满意啊。这个回答一定要按照真理来啊！你讲出来不合真理，人家哪听啊？好，请说。请问袁讲师，您的指示要办收银，然后收银，说你是没有意外的，那什么问题是什么意思？没有意外。好，请说。这个在现象之中因为弥勒祖师下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平均的寿命84000岁。那我们现在众生的寿命都不满100岁所以要到达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寿命都能够有84000岁的时候那要经过很久时间。所以以那一个现象来推测大概就是要经过56亿万年。可是我们要了解那个是现象。可是现在我们弥勒祖师就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我们不是说吗？时事古今不离当年，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就是时事古今我们时事呢就是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3世。那3世各有3世就9世了。过去式有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现在式有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未来式有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加起来不是9世了吗？然后我们现前的一念加起来不是刚好有10世吗？那10世的古跟10世的今跟往后，1000亿万年前、1000亿万年后跟现在，我们现前的一念就具备万年。所以以往的庄严觉，往后的星宿觉，现在的玄觉，不是各有千佛吗？都有千佛。庄严觉的千佛已经过去了，玄觉的千佛现在弥勒祖师是第5位他后面还有995位。那我们这个觉玄觉过去还有星宿，天上那个星宿觉，还有千佛。所以那个时间是非常的长远。可是呢，所有的长远的时间是讲相。那我们的那个理真理就在当下，我们现前的一念，我们这一念具备1000亿万年，这样了解吗？那我们追求就是追求眼前空主的现前的一念，就已经具备了所有的那个活菩萨呈现了。安尼听有无？比较抽象所以你要用真理的角度来看，真理是如如不动的，现象是千变万化。我们了解千变万化，我们住在如如不动。这样讲了解意思吗？就是我们面对千变万化的现象，我们不要住相，然后我们记得住在如如不动的那个佛性本体之中，跟佛没有两样，是一样的。那现象就让它现象，我们只要都不住相，
离相，后面2个字呢？明佛，离相明佛，只要都离相了哦，形象的相离了，语言的相离了，文字的相离了，事情的相都离了，就叫佛啦。安尼会样袂？所以哦，若要讲看现象啊，哦，千变万化，看不了啦。所以哦，让它自然去变化。然后我们住在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本体之中，所有万象啊、万事啊，也都是佛性的生发的啦。没有佛性的话，就没有万象，就没有万事。还有2分钟，好，请说。让问题大家听到。我们3期大概主顾的是上部7天科，对，7天神仙，对，河汉星宿，对，全部都读。你想去度仙佛吗？跟人家上部的7天仙河汉星。对，因为现在这个三桃大开普渡了。所以不管是一些7天神仙，因为我们要了解当7天神仙他都是对凡人有直接的贡献，就是有帮助凡人，他才进入那个7天神仙。那假如说他这个想这个度化众生，不在7天神仙想的，那我们也可以度他求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道的殊胜你7天神仙呢都有那个期限你做了多少的好事有多少的福报，那个年份那个期限都有一定。只要那个期限一到，你又进入轮回了。那怕我们在当7天神仙的时候骄傲，拢互人咧拜的时阵不知不觉的骄傲。骄傲以后他的气数一到了一落入就三恶道，人道都没有机会了。所以有那个机缘的话，伊若规暗时拢甲你拜托，你就难多了。原来是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千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的老千天大。及感谢各位先贤给佛学机会学讲。好，我们今天呢一样接着讲跟圆通。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这样讲，各位先贤各位听得懂吗？有没有可以意会的？跟第一次讲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第一次呢，或者看各位听了以后有听没有懂，然后完全呢都不知道那个里面的内容。那我们呢，因为对这个修持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那个时候就讲，等到我们呢稍微能够领悟的时候，我们再来说。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二次呢又开始讲那或许就讲慢一点，就是呢重点呢要在能够听得懂，要会做，会做呢才有功效。我们都修到蛮久的，各位天贤修到久不久了都蛮长一段时间的，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假如说回顾我们这个进入到以后的一些呢这个修为我们会觉得说进步的那个程度并不大，因为在心性方面没有了解，不了解的话呢，我们的进步就不会很大。然后我们呢这个修跟圆通重点一定要在呢先周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对呢，自己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已经有一点认识。各位认识了没有有的时候已经认识了，有点点了，点可能要搁伫咧体会，说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有时候
这个呈现啊，我们呈现呢我们那个真心佛性的时候啊，自己呀并不知道。像呢我们上个礼拜有拿那个《当走秀才悟道记》呀，里面呢就有一句讲说呢，趋向真如啊，亦是邪。各位有听吗？有。了解那一句的意思吗？这个又是有听没有懂，听是有听了，没有懂所以呢，那一句那个趋向真如亦是邪啊，它就是讲我们已经在真如之中，不能再趋向真如了。已经在真如之中，那我们又趋向真如的话，就是我们的头，然后上面再按一个头，这样知道意思吗？就已经不对了啦，已经是错误了。所以在我们万念都放下，那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啊，了了分明，那个知觉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一个本体一定要启发，因为就是这个成佛的，成佛就是这一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就是那一个没有限量的，要用体悟啊，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呈现。就是真如，就是我们本体了，一定要先启发这个，然后再来做耳根圆通，把那个佛性让它延伸到我们的身外，到整个虚空，跟虚空合成一体，这样了解意思吗？会不会有一点深啊？不会已经听了很久了。下个礼拜就已经9个月了，已经听9个月了，算时间过得蛮快，那歌也都或许很感到很赞叹，领悟的都很快，因为北部的浅显大概都要经过1-2年才能够领悟，才能够听懂。我们竟然还不到9个月就可以听懂了，高不高兴？很不容易因为这个心理心法就是都没有形象。我们把没有形象的东西用语言文字把它描绘出来，然后让我们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我们一进入了以后那已经就在真理世界了。所以或许开始讲以来全部都是在讲真理，都在真理里面。像我们讲那个十世古今不离当念，56亿万年以后就在我们眼前当下只有念头，这个都是真理。然后佛世间在凡尘讲经说法49年，那佛就讲他从出生一直到修成佛，到入昧，他不动分毫，就是如如不动，一点点都没有动。那我们在凡尘看的现象不是这样是从出生以后然后慢慢长大，然后出家修道，还偷跑的去修道，然后成佛了以后讲经说法19年，然后进入涅槃。我们看的是这样，可是在真理世界它是一点点毫厘都没有动。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个观念，对不对？所以在真理世界之间我们一念就1万年，1万年就在我们一念之中，所以我们眼前的这一念非常重要。我们要保持没有三心，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那我们有三心就有四相。这个各位三心知道吗？什么叫三心？对，就是过去心、现在心跟未来心。过去心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要去想，我们过去的就让它过去。那未来的我们也不用策划，
那我们要了解，那个策划未来是我们身体要用，佛性不用。那我们现在心也不要，因为现在它不住。我们说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都它不住。那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三心都没有，三世就摄受我们不住。三世啊，过去世啊，给咱 keep 不掉；未来世啊，也摄受不到；现在世啊，也摄受不到。那三世都摄受不到，我们整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就呈现的都是佛性本体跟佛都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行为作为，我们自己有三心，所以才引四相。四相呢，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一般呢都在文字方面的。那或者都讲我们以实际的来讲，只要落入能手，就有四相。所以我能看的就是我相，然后一定有手看。那手看的就是人相，那手看呢差别众生就是众生相，连续不断的看叫寿者相。落入能手，我们了解就已经有四相。只要落入能手，我能听，我能闻，我能做，我能怎么样，都是四相。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没有三心以后就没有四相，因为三世都不摄受。三世不摄受我们没有六道轮回，有六道轮回就是被三世摄受。所以在我们生活之中我们就是要注意不要有胡思乱想的心，不要起心动念，念一起就叫业，我们已经造了业。所以我们看那个黄母性子十界有那个三山坡那个是一念无明生三系，然后呢后面就是境界为眼长六出，有细还有粗，从一念无明生花，我们起心动念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就让我们落入凡尘了。在凡尘里面生活，因为有念头才有三河大地，有三河大地我们才出生了。出生以后造了业才有业果。所以那个境界有环境有界相，为眼因缘，然后长六出出来。一念无明生三系。我们是这样下来的。所以上个礼拜有讲，说我们有6个劫到凡尘来怕6个劫，要转去爱把这6个劫掏开6个劫。第一个呢，本来都是极昧。极昧就是咱佛本位极昧我们把极昧如不动的那个全部什么都没有的，没有烦恼的那个极昧就变成生昧，起心动念。所以第一个头一个劫已经怕一个劫极昧变生昧。然后第二个劫本来是真空真空咱无爱，咱变完空，怕第二个劫变空。然后第三个劫咱的那个觉咱的知觉性，本来知觉性是一个，可是我们从知觉产生不觉，不知不觉就无明。第三个劫，第四个就是咱的根咱眼耳鼻舌身意6根。本来呢，我们了解这个根根本是要我们从佛性发挥来用，可是我们跟6尘相对跟尘相对，就产生6识。我们把6识当成心所以又变生灭心所以第4个劫就是根。然后第5个就是镜相完成的所有那个静悄悄的那个相镜相是我们的第5个劫。第6个就是动就会引起我们注意所以动就是第6个劫。那我们回去也要把这个6个劫都解开第一个就是从动，把这个动的那个结解开。那动的结
我们了解啊，完成了所有声响，有声音叫做动。那我们要在有声音之中解脱。我们现在大部分都会被声音束缚，叫声给咱绑起来。咱听到声就叫声来给咱指挥，咱就去做，就被声音束缚，这个动被这个动的声音束缚。那凡尘所有的广告它一样要动才会引起我们注意所以那个动最容易让我们这个起心动念。那我们知道完成的所有，不管是声音，不管是形象，不管是事情，它都是因缘际会才呈现，都是变化无常。不要住，不要把它当成固定化，不要住在相。不要住在相我们第一个那个动的结就可以打开。动结一打开以后我们不被那个动的形象、动的声音引诱，那不被这一些声音引诱束缚，被叫声绑起来，这样我们就已经把那个动结解开了，不受它影响了，这个叫做已经打开结。那么第二个动已经解开以后第二个就是静。这个静就是完全都没有声音的时候。那么没有声音也一样是我们佛性面对的。这个虽然已经比动要进步了，可是毕竟还是很粗浅，是跟动相对的也要把静的结也解开所以动静这两个结解开了以后那个根源，我们那个完成的那一种诱惑力量就已经不大了要我们投入凡尘去追求大概就不会了不会投入凡尘追求。然后再接着了解说我们六根面对六尘产生六识。那我们在日常时候用事来则应事去则静，不被它这个左右，不被它主宰这个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在凡尘会被我们六根主宰造了很多业，那已经不接收六根的指挥，我们就接受佛性指挥，这样的话那个根的结就可以解开第三个。然后再下来就是觉，那觉或者就讲那个也不合上也不合下，合中的我们这边发明的啦，那个合中我们这边发明的，那个合中很理想就是时时刻刻跟中道合在一起，把凡尘放到背后，背尘和觉跟觉都合在一起所以跟觉合在一起就没有那个不觉。那么没有不觉我们觉的结已经打开那个结打开以后得细也改。然后又进入以后波姐都讲，我们已经启发我们不生不灭佛性跟空间合在一起，整个空间都叫真空，有佛性在。那我们把佛性集现在身上让这个空变完空这个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完空。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做跟圆通，把佛性延伸到空间出来这个时候整个空间都是佛性，所以叫真空妙有真空妙有，我们第五个结又打开了，然后又回到最原始状态那个如如不动。或许不是讲说我们有玩过照相机的人都知道嘛那个我们按快门的那一刹那，镜头不能晃动，一晃动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所以我们那个佛性它是如如不动那个叫寂寂就是如如不动，就是寂灭我们已经回到那个原始状态了，第六个结就打开了。你怕那个该怕鬼各位打开了没有还没先知道了先知道怎么打，因为或许有讲过了可能对六个结都蛮疑惑
所以我们在上课之前先把这个稍微提示一下，然后当我们再看下去再来研究里面的详细内容，就容易做。会做了我们一段时间各个节队知道说不一样的，我们整个人生都改变了，我们自己心改变，我们的家人一样跟着我们改变，然后我们的亲朋好友看到我们改变，也跟着我们改变，整个环境都不同，所以就很理想，我们可以了掉很多的业障，而且又可以利益很多众生，都可以修正成佛，只要我们启发不生不灭那个真佛性，那个是成佛的正因，正确的原因就是这个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个时候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就是本来面目，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一定要启发，启发了以后再来做耳根圆通，把它扩散到整个空间。那整个空间都是佛性，那尽虚空遍法界，整个非常理想。那个文殊菩萨他就有讲说，我们住的世界是很狭隘，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个觉性非常宽广。用比喻说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就好像大海，可是我们这个地球我们住的这个地球就好像大海里面的一个海浪引起来的泡泡。文殊菩萨这样讲他说我们看我们这个空间很大，地球很大，他说不大，很小，是我们起心动念以后才有的，才有这一个三河大地我们居住的环境。假如说我们花心修道，这一些都消失了，这个假象全部都消失了，没有所以很狭隘，佛性才很宽广。那因为我们没有研究都不知道，或许之前是会说天地很宽广，我们人很狭小。现在竟然反过来，我们佛性非常宽广，天地很狭隘，很狭小，天地不大，很小，我们佛性很大，所以就是要把佛力修正，修正出来，跟整个宇宙虚空合成一体，这样我们就可以到无量的佛世界可以去那个度化众生。无量的佛世界一样有众生可以度。我们就回到我们身上的耳根圆通的讲义回来。我们这个礼拜讲到没有三心四相各位有找到没有？刚好在一半中间那里那个佛性全体呈现那边不缺分没有三心四相，找到了没？找到了没有分别心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那个趋向真如意识学那个意识就是当下就是真如，当下已经就是了不能在头上安头了当下已经就是所以跟佛都是一样没有这个三心四相，没有分别心与佛无异跟佛都完全都一样。故这个知佛异口同音对阿难说实如轮转生死结根唯汝六根，更非他物。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这个所有知佛跟阿难讲说使我们六道轮回一直在轮转那个会生死为什么一直在凡尘生死？就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六根所以我们以为都以为说对都是六根给咱用六根给我们用，我们都用六根，结果就造了业，造了业就要受苦，受苦就在六道轮回了所以或许都一再讲
所以我们修道以后啊，根尘相对产生的那个念头啊，我们不要用因为它会变化。那既然会变化，就不是那个真理真理是不会变的。那我们呢要找真理找到不会变的来修所以呢我们生活之中根尘相对啊，产生那个六识那心那个心不要用我们呢用万年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一个心来修那个是从佛性呢直接生发的。那么底下又这个知佛呢又异口同音呢对阿难讲说，令如四正安乐解脱安静妙常，亦如六根呢更非他物。所以那个要我们六道轮回是六根那要我们回到我们那个佛的本位，回到我们本来也是六根就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呢看我们怎么运用。我们呢知道六根是佛性的随缘之用，我们呢把它的功能作用完全都了解，不使它当家，这样它就不会造业。那六根不造业就不六道轮回。那我们假如说用六根，它造了业要受苦，就六道轮回。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既然有身体有六根我们就是要用用的时候就是那个主宾宾客主人要分得清主人是佛性本体宾客这个个人是六根，六根是人客，伊不是主人。因为我们没有研究的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都会用我们的六根来当家。六根当家我们有喜欢讨厌，那喜欢讨厌就有取舍，我们落入行为的取舍就造业，造了业就要受苦就这样没完没了。那我们现在了解说原来叫它听话就好不要让它做主人不要使六根呢做主人。各位先贤，现在日常生活谁当家？佛性当家。以前不是很自然就讲佛性当家嘛？现在那些叫九行唔敢讲，想话讲对咧，拢六根的当家呢不是那个佛性的当家。所以我们习惯性都是六根在当家。我们现在就是要了解到六根当家会造业我们不给他当家，启发佛性出来当家，这样就不会造业了就可以解脱。所以很重要的这个转换我们把它转换佛性当家。那么众生呢迷本轮寻生故流转我们众生呢迷昧我们的根本，然后呢我们都会凡尘这个追求是一些生灭的东西因为我们追求这个生灭的所以我们自己本身生灭的东西那个比较鲜明，所以我们追的会比较容易那假如说不生不灭常住常住真心它如如不动，看不见摸不到听不着，都让我们这个没有知觉，不知道，所以就不容易启发它出来当家。可是我们一定呢要认识认识呢佛性本体不要迷昧，因为迷昧造了业受苦的也是我们自己本身在受苦所以不要迷昧我们呢这个不要把稳性这个放到那个生存上面去因为放到生存上面我们就追逐所有生命因为我们寻生不流转追寻生因，所以呢我们才一直在六道轮回。这里面有一段或许是没有写下来，因为在
北部都讲得很熟悉呀。哦，那或许在这边呢，哦，又把它呢这个从头到尾啊再背一次。以前呢也有背过了，我们可能也听哦，也会觉得很熟悉呀。哦，说一切众生啊，从无始来，寻诸色身啊，逐念流转，诚不开悟啊，性净妙常，不寻所常，逐诸生灭，由是呢生生杂染流转。肉气生灭啊，守于真常，常光啊就现前，根尘世心啊，一时消落，想象为尘，事情为过，恶迹远离，则汝华也，定时清明，允和不成，无上知觉。有没有听过？有哦，熟不熟悉？因为这个从凡夫到佛成佛的那个果位啊，就在这一句里面。一切的众生从无始以来，我们太久了啦，落入凡尘已经太久，无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无始以来，然后我们追寻遵循着我们的形象色跟声音，遵循的是声啊，逐念一个念头啊，追逐一个念头。逐念啊流转，我们念头都是这样，一个接一个，没有停止的时候了。逐念啊流转，诚不开悟啊，就是不曾开悟，就是没有去领悟啊。性净，我们的佛性啊，本体啊，很清净，它很奥妙，又常住，性净妙常，我们呢都没有领悟啊。然后不寻所常。我们不按照呢常住真心呐，逐诸生灭，追逐所有的生命，由是啊生生杂染流转，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一直啊杂染，就是不是都当人道，有时候到天道，有时候到三恶道，所以杂染，然后变了，那个杂染流转，我们只要肉气生灭，把生灭都去掉，然后守于真常，我们守住啊，常住真心，常光现前。我们那个常住真心的佛那个佛光，它就会显现出来，常光就会现前。然后这个时候啊，想跟想，我们的念头跟形象啊，想象为尘。都是凡尘，然后事情啊，认识跟凡情都是垢，都是尘垢。然后呢，恶迹远离啊，两个都可以离开了，不用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呢，整个啊那个法眼，见法见真理的眼啊，都已经清明。允和不成无上知觉，这一种状态哪会不成佛？绝对成佛的。所以这一句句里啊，是从凡夫地啊，然后到佛的果地果位啊，所以我们假如说稍微一直啊把它呢反复的去这个诵习背的话，我们会按照这样做，一追到外面生灭啊，我们会马上想到说去生灭，守真常。各位贤姐，我们现在在生活之中啊，是去真常守生灭，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真常都不要它嘛，有袂变啊，它袂变卖惯，然后守住生灭，生灭在里边啊，拢守生灭，所以我们颠倒，我们呢要去生灭，然后守真常，常光啊就现前。常光，所以各位要了解，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啊，那个叫常光。常光啊，它会显现出来。我们要做久一点的时间，让我们的般若妙智慧生花。有般若妙智慧来认识真理啊，更透彻。真理认识透彻了，又来帮助啊，我们进入真正的修持的行列。这样就很理想，所以我们不要呢，寻声啊故流转，不要呢追寻着声音，就是要追寻我们那个常住啊真心，
哦，都时时刻刻啊都在，哦，没有一秒钟离开的。那么路哦即呢这个弦缓稳机啊，哦陆流王手那个路，哦路有没有？有没有看到？那个循声故流转后面不是有一个路嘛？哦，路即呢哦弦缓稳机呀，就是陆流照现。哦，我们记得路啊就是陆流，就是回光返照。哦，陆流然后照现，照见自己的本性。然后出流就是精神外放的叫出流，出流就眼尘跟凡尘攀岩，岩呐、攀岩哦，跟凡尘攀岩哦，入流照性啊，出流眼尘。然后我们出流精神外放啊，我们就当众生；然后入流我们回光返照啊，哦就当圣贤。安尼会样呗。哦，路呢？哦，即弦缓稳机呀，就是我们把它旋转，哦，给它蹬过来。我们本来呢，哦，都是啊，这个稳那个生尘，被生尘一直啊，左右给它控制。哦，像呢，我们这个被人家这个骂了以后，我们都住在那个骂的内容，然后我们心里就很难过。这样懂我意思吗？那个叫做出流眼尘呐，已经跟凡尘攀岩，那我们入流道性所以各位先生，那个永嘉大师说呢，观恶言是功德，那个不是在听别人说是非不是在听别人讲坏话那个是针对人家骂我的时候，让那个我骂。我们去看他那骂的那个那个语言那个叫观恶言，那个才叫是功德。人咧别人咧讲的迄款歹话还无你的代志，你也要去吵，那个可以那个不是功德，那个罪过。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那个观恶言是功德，是别人骂我们很厉害的时候我们不要进入内容。我们就看他骂，骂以后感谢他替我消业，是不是功德？那个才是真正你给我消业，不要感谢，不免该对立对吧？骂的人他假如说看了我们都在感谢他的，他会怎么样？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就可以改变了。那个人际关系就可以改善了。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观恶言就是他跟我们对立的，在骂我，那我们就欢喜心甘愿受。所以观恶言是功德，有没有功德啊？因为进入佛性本体了。进入佛性本体，佛性本体里面敢有咧好骂？有没有？有没有骂人的？没有没有骂人，也没有被人骂的所以不进入那个对立不要我们呢在本体之中没有那个事所以那个时候你观这个恶言就能够累积功德又可以消掉很多业障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旋转旋转呢，我们能稳的稳机不出流眼尘要入流照现所以这边呢，而且就写下来说不出流眼声不攀岩那个声音，但呢入流照现，回光返照照见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收摄我们的心把心收摄回来，会吗？会不会？会不会收摄我们的心回来我们呢放出去的机会多还是收回来的机会多？所以我们修道了就要反过来，要呢收回来的机会要多收摄我们的身心身心呢都把它收摄回来时时刻刻这个人都守摄守住房子
拢修掉掉，这样呢就不会有业，造业就不受苦，就解脱了，所以入流呢，照性，一切时啊，一切次，次光啊，内照，就是要呢，这个不合上也不合下，叫合中了，这个一切时一切次都合中，跟中道合在一起。能够呢智光智慧之光，我们那个心所发的啊，那个叫智光，智慧之光。假如说根尘相对那个心啊，那个是心啊，它是生灭变化，不要用它。我们用呢万年的放下，一念不生的那个心，这叫智慧。我们有智慧，然后呢让这个智慧发出光明，智光呢内照。照进了我们自己本性，这样呢就进入那个真理世界，在真理世界之中啊生活。那么不以所闻啊分别染见，这个呢就是讲，我们听到声音以后啊，不在声音的里面去分别它是好，好就是净啊，不好就是染，染净，染净知道吗？我们染了五颜六色那个叫染，然后保持啊我们很这个清净的，保持很干净的那个叫净，所以我们不分别好跟坏，所以染净啊不是好坏，不分别好坏，了解意思吗？所以在做耳根圆通的时候啊，重点呢就用闻性，不是用闻呐。或者都一直在讲，第一个就是听，听是耳朵的功能；第二个是闻，听到声音加入我们心意识啊，那个叫闻。我们在社会用就是用这个啦，闻，加入我们心意识，产生很多念头，那个不要，那个闻啊不要，用第三个闻性，闻性啊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呢我们啊。不分别它好，不分别它坏，只要你能够听到，那个就是佛性了，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好像感觉又很困难。当听到声就是声啦，就是咱佛性啦，莫知影迄个声的内容就好啦。你知影声的内容迄个行倒转来第二个闻，闻啊，就是变作有好有歹，有咧骂，有咧甲我偷骂啊无，就已经进入那一种互相对待的，那我们那个用那个闻性啊，不管这一些啦，只要你佛性听到了就好，能够听到就是佛性，跟我们讲那个满眼本灰色，文殊常触目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都了了分明，那个就是文殊的般若妙智慧，凡心所在，咱的真心那伫倒位，迄个所在咱就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就是眼根啦。因为眼根容易被形象左右，容易被形象诱惑，我们容易住相，所以我们用耳根，耳根比较圆融。上次我也都感觉很奇怪来这边上课已经8个多月了从来都没下来。上个礼拜不是天气很热吗？我们又把那个窗户全部都关起来都全部关起来开冷气啊，然后外面竟然滂沱大雨，乒乒乓乓，让我们都能够听到。刚好我们在讲耳根圆通不是帮助我们又圆又通了吗？有没有？这个我们要感谢诸天仙佛真的在护持啊！无遐久来遐久拢唔捌落雨嘛唔捌落大声，要关关念落较细拢无听呀。我们这边因为都不容易听到声响，所以要修这个耳根不容易外延呐，这个叫外延不足，要注意听小鸟，小鸟在叫，可是要很静的时候才听得到。可是各位回去一定不是像这个环境的，
一定声响会比较多，借着声响，或者说假如说在基隆的更好修了，为什么？时时刻刻在下雨，所以时时刻刻都圆通。我们这边可以利用那个邻居有装那个冷气他开冷气，我们这边晚上睡觉有没有开冷气机有，开电风扇也可以啦，一样有声音你就听那个电风扇的声音、冷气的声音，只要有声响，你都可以用，就可以用跟连通，把那个活性引到外面来，等到它熟悉了以后，让它更宽广，它更宽广以后整个这个虚空都叫真空了，真空妙有，都是活性的，不是玩空的。那我们一般众生没有启发，这整个空间都是玩空，空中什么都没有。那我们修了以后空中是什么都有，有活性在，有水有风土在。这个空中有水有风土的，各位有看到没有？有没有？真的那么厉害可以看到空中有水有风土。我们用冷气机或是除湿机，可以把那个空中的水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对不对？那火就是热，热热的那个就是火。然后呢，风很简单，我们只要一手不动，一手动就有了。那个土要等到那个太阳从那边照进来，我们可以看到阳光之中有灰尘，灰尘就是土散开了。所以这个空间里面有水有风土，所以佛经又讲色空不二，色就是水有土空就是这个空间色跟空它不二，不二就是一就是合在一起，有没有在一起？所以色空不二合在一起，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理。我们身体也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那外面的所有形象一样也是水有风土啦。所以六祖被那个智彻不是砍3次脖子他没有死掉，那个就是在修我这个水有风土跟外面的水有风土是一样的，所以物不会妨碍。好像我们水要把它倒进去水里面，变成什么？还是水合在一起，它挑得出来吗？火已经在焚烧的时候，我们又把火一投进去变成什么？又是火。火投进火还是火。所以六祖就是在念水有风土，身体的水有风土，外面的水有风土，它是一体的，你的就不会有妨碍所以站过去没登去所以六祖也不会标榜说他有神通，不会因为在真理世界里面这个神通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只要我们都修觉性为海，就是我们的觉性好像海一样那么宽广以觉海周遍法界横无边涯，事无底蕴就是那个觉，我们那个觉非常的宽广，周遍整个法界横无边涯，事无底蕴不管东西南北上下，全部呢都是觉都是我们觉海灰漏水不像我们的水海上有边上有底咱世间的海拢有边拢有迄个陆地嘛有底，虽然讲有的真深有的海我讲安尼3000公尺，佮落去嘛是有底那觉海没有它没有底那么这个性即指那个体大，成缘成指相大，所以有体有相有用圆妙圆明为用大体相用那个文思菩萨呢都把它呢这个解说出来。那么成缘为呢觉海成暂不动，
严含万有。我们那个成圆呐，就是觉海，觉性好像海那么宽广，它呢成湛然都不动，然后呢严含万有，就是所有的不管山河大地，不管所有的凡尘的景象，生花的所有景象，都在我们觉海之中，都圆满的包含在我们性分之中。他们不变之体呀，那个呢，严含万有这一个他讲不变之体，以及呢，我们如来常性，那如来常，所以我们那个如来常非常宽广。然后我们现在用呢，大部分都把它用在含藏善恶种子啦，那个就比较狭隘的意思。它严含万有就很宽广的意思。它所有山河大地都从我们那个性海之中呢呈现的，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真理才会了解整个真理它那个所在它的奥妙它的那个深的那个程度是到哪个地方？他们即本有的真心离有为无为，离开有为无为。能给有为无为作依，有为无为都要依赖，依赖呢，我们那个觉海，即是呢，不变呢常随也，我们不变之体可以随缘之用，常常呢就可以随缘，不变之体常随缘，所谓即而造，即呢就是不变之体，造呢就是随缘之用。即而常造，造而常即那个呢，即造同时就是本来面目。各位有没有听那个如是我闻还是呢张轴悟道记有没有讲到这样？可能又是有听没有懂，有听是有了还没有懂。那个好就是有书面资料。可以听还可以看，有书面资料，所以那个即而造，造而即我们就是要了解讲即就是佛性本体，不变之体；讲造就是随缘之用，造就光明，然后成言跟言成，又呢不同意思为呢这个觉海，虽严含万有，究竟呢成湛不动。它呢如如不动，即是呢随缘常不变。它虽然随着缘，可是体一样不变。我们就差别在随缘以后就不回归到本体所以那个随缘常不变就没有做到。造而即，这个造就是随缘之用，即就是不变之体。然后言妙就是本来之妙。不由呢造作，没有造作的言明呢，就是本来自明，不假功用，没有我们又把它这个用的那一种人为的方式使它这个明亮，没有它本来的这个有光明，然后呢有那个妙用在，所以言妙言明都是很理想。可是我们呢，一般都是没有让它恢复它本来所有的那一些功能作用，我们都呢加入我们的心意识，我们人工呢做得很厉害。还有这个11分钟了这个剩下呢就是要给各位这个发问问题。那在呢这个发问问题之前因为学到的时候这个有千贤这个千叮咛万交代，跟或许说一定要跟大家讲，说我们这个修道，就是要很专一不要这个一回到家以后就坐着看电视就上网，然后呢去网路那或许呢这个之前呢时常都会这个讲说我们在没有启发我们的佛性来当家的时候
还没有启发，不知道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时候啊，我们尽量拼除外缘，外面的因缘啊，我们尽量把它拼除。不要跟人聊天，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不要看电视，不要上网，什么都不要，专注的把佛性本体启发认识。等到你已经可以佛性当家了，这个时候不管你要做什么，你要看电视，你要上网，你要看新闻，你要看杂志都没有关系，因为你有主宰了。你佛性可以主宰了，那一些事啊，你就会处理得很好。那假如说我们都还没有到达佛性主宰的时候，我们就稍微节制一下，先呢一段时间，让它呢空下来，不要感染成事啊，完成的事都把它撇开。那假如说我们工作的时候啊，压力很大，对呢主管啊很不满。那或许导师有一个那个日本人的方法，他跑到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啊，去大骂他最讨厌的那个人，大骂了以后情绪一发泄回去就好睡了，问题就解决了。各位可以我们乡下不是很宽广吗？你到那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尽情的去把你的不满全部都发挥，你全部都吐出怨气了，就解决了，没问题了。那个是日本人在用的或者看到报道，我们也可以用疏解压力的方法。不过各位就是要了解，压力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我们自己的内心产生的。那我们去分析怎么来，一定自己有所求，然后达不到，那个压力才会产生。那我们假如说进入到无所求，无所求的时候那个压力它就会消失了。然后我们对凡尘不管是合理不合理，只要是我遭遇到，我都欢喜心甘愿受。就像永嘉大师说那个观恶也是功德，那个不合理的来，你就想说我往事也是不合理对他，他现在对我是因果定理，那你就不会有那个怨，不甘愿，不会有的。你欢喜心甘愿受那个债都了清了啦，就不会有压力。所以我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个呢，导师。我们呢互相勉励。这个要请负责讲师念，因为我知道他写下来是什么意思。第一个问题是，耳根意识听到声音与感觉俱准，要如何分辨是好与坏？是修持法门之一，或不管它。各位呢，刚才我们有一再的说，我们这个用第三个稳性，稳性它是独一无二，没有对待，所以没有好与坏你已经落入好与坏，落入喜欢与不喜欢，那个都已经是第二个稳。我们不用稳。做那个耳根圆通是要能够听到声音的是谁，是这样就可以，很简单的。会当听到声是像，袂使不可以进入声音的内容。你进入声音的内容那个心已经杂后对了，很乱的，它不能进入的现象因为你进入声音的内容，你就有情绪了。你有情绪那个修不成道修道不可以有情绪的。第三个问题，有问题问自己，因为佛性具足，我也是佛，清净时为何嘴巴可以自己告诉自己，自己对自己讲话，为什么会这样？
是佛性本体作用吗？这个凡尘哦，法无定法。有时候哦，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我们是在无所求，然后也无所事事那一种状态之下，然后平常又努力的在这个启发佛性本体，那这个时候告诉我们的那个呢，好像有人在我们耳边跟我们讲话，是自己的佛性啊，自己的佛性在告诉我们。那假如说我们的那个生活是蛮宽广，然后接触面很多，然后呢思想也是很就是活跃，那这个就不一定是了这个是我们所这个在凡尘这个运用到的聪明。那运用到的聪明呢，有时候我们也是可以自己分辨的，对我们是好呢还是坏？好的话就做，不好的话我们就撇除掉。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在时时刻刻不清净的那个状态之下，我们的佛性会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来想说要右转，可是佛性会跟你讲说不要左转。那个时候可能你要听话了。为什么？因为你右转会有事情发生。那你听佛性的话，左转就没事了。那假如说或许也曾经遇到过了，要出门出大太阳，不可能带伞嘛，对不对？可是佛性告诉我带伞，我说带伞出门笑死，这么好的天气还带伞，真的不听佛性的话，出去就淋雨了。为什么？下雨下大雨。所以有时候就看我们自己在当时的状态之下，是有那个意念的还是没有？有意念产生的时候那不一定是佛性告诉你。那你都没有很清净的状态之下呈现的，那可能就是佛性在告诉你事情。还有吗？还有。李老师，最近有学生在问说，修道不直下，有人归功诵经，很多道心怕被煞到，所以诵经之人都不踊跃，因为诵经有时候也会在晚上。那我们如何躲劫避煞？这个老师蛮，这个又说现实嘛，又说人情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当然我们是这个不住相不用住在形象，可是就是人跟人都会互相比较啦。比较有一些就会讲说那甲恁去求道去信迄拢会恁迄拢好像都很冷冷清清啦，所以才有的佛堂成立那个诵经团。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所有众生都是自己性分之中的众生都是自己，所以就不用害怕，不用怕讲去耍的，没的事了，没那个代志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只是大家这个相聚一场有缘我们能够帮得上忙的，我们就去帮就只是这样而已还不会有什么那个说不好的那一些事情呈现只要你心都很光明，那全部的事都是朝着正面的在进行。还有吗？还有1分钟，好，请说。一念无生生担心。那请问下一句，刚刚李老师有讲下一句是什么？一念无理生担心。还有下一句。下一句叫做境界为眼长六出。境界为眼长六出。境，环境的境界，世界的界，境界为眼，因缘的缘长出6个出
那个三系就是业相、转向跟现象，这个时候都还没有，因为我们产生一念，才有三而大地，有三而大地才有众生啊。众生以后叫做境界为眼，长六出，六出六个名目啦，一个就是智相，智慧的相。可是那个智相是互咱看啥知影啥智相。第二个呢叫做相续相，就是一直相延续下来。第三个叫做直取相，直轴跟直取相。第四个叫做记名字相。这个是什么名字？那个是什么名？第五个就是取业相，我们已经起业造业。然后呢，第六个就是业系，被业绑着，业系苦相。有听过吗？有没有？没有听过。那没关系让他又熟悉呀。智相、相续相、直取相、记名字相、取业相、业系苦相、境界为眼，长六出。一念无明生三系。下课。各位点老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不学到天师德，到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要讲这个耳根圆通，各位有没有听得比较懂的？不像第一次这个有听没有懂。我们有没有把那个第一次的那个复习，就是上个礼拜，各位有没有拿CD回去听？有，那个要这个熟悉才会做的呢才正确，正确呢就有个功效这个出来。那我们上次呢讲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要文殊菩萨将这个25门的修持方法然后来选一种比较适合阿难及我们末世众生呢能够容易修的法门。那底下呢这一段就是文殊菩萨所讲那个成缘，各位找到了没有？觉海呢现成缘，缘成觉圆妙。那个第一句那个觉海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觉。觉它非常宽广就好像海一样那个觉海现成缘觉海现成缘，这完全呢都是一个原始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圆成觉圆妙，这个圆成它就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第一个呢，觉海讲不变之体。第二个呢，圆成觉圆妙，讲随缘之用，圆成觉圆妙。然后呢，它有这个体有相，然后呢有用，那个圆妙圆明，圆明照生手，那个呢是施以用。那么手力照现往，所以这个呢我们就了解到。佛性本体呢，它会发挥光明。那假如说呢，我们要把佛性加明在佛性上面，那个加上去的就叫无明。所以这个我们认识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是要直接去启发它。直接呢，对佛性的认识，各位都这个启发佛性了没有？就是这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在呢，或许早上呢，
有看那个如是我闻啊，哦，各位有看吗？如是我闻那个书面资料有没有看？或许看那个后面哦，那个问答，就是有道亲问哦，那个问答，各位有看那一段吗？没有啊。那个因为在 CD 里面哦 ，CD 的容量哦，大概是80分钟啊，哦，70分到80分，那可能没有把那一段问答哦这个录下来。那在书面资料里面有哦，就是台北的一些哦，他问问题啊，他问得很努力。那假如说各位有拿到那个 MP3 的话，他就会全部有啦。哦，从头到尾啊，会全部都有，那个问答很多。那印的资料哈，只有印一段，就是在讲课之中呢，休息之前的一段哦，他有把它抄录下来。那后面的哦，因为太多了，就没有再写了。那我们大概呢，从那一段哦，也可以了解。或许早上有看一下呢。也都是在讲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哦，那个时候是在96年，3年前的时候呢，在那个台北的佛堂讲的，那一段呢，对我们来讲呢，帮助很大。张卓秀才悟道记啊，也是在同那一个时期讲。他是在基隆基隆贤德佛堂说的。那个呢，对一般假如说还没有研究的人来说，他是比较容易了解。如是我闻有一点深啦。那我们听了这么一段时间呢，大概也都懂了。各位看如是我闻看得懂了吗？看懂不懂？我们到今天呢，刚好9个月了。我们9月26号开课，今天6月26，刚好9个月。看如是我闻那个书面资料，或是听 CD 呢，能不能够了解里面的意思？可不可以了解？不相应哦。因为我们都是没有离开那个性理心法，就是一路走来呢，都是要明心见性的。那所以我们要用一点心，在我们呢这个心的方面。因为跟尘相对啊产生的那个世心我们就是不要有要认识。我们生活之中呢都是跟尘相对，我们6根呢对6尘然后产生6识，我们把6识当成我们的心，那个是无常变化，所以我们修道的时候要对这个无常变化的心了解。然后呢，我们不要用它来修道，因为它一直在变化。那我们要用不生不灭的真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呢才会成就了。各位有没有听进去呀？有相应的。所以我们呢讲这一段呢，这个文殊菩萨呢所讲那个觉海。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很宽广，不像呢我们凡尘的海还有边还有底呀。那我们的佛性呢，它没有边也没有底，非常宽广，所以呢，我们要解说这个性呢就是指那个体呀，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体很大。那么成缘成呢，就是在讲相形象，形象呢也很大。那圆妙圆明呢，是在讲那个用，我们呢从佛性发挥出来的那个妙用，
那个用呢一样很大。那么成圆就是讲我们觉海呢这个成站不动，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如如动，严含万有，它呢含藏的完成所有三河大地，所有一切都含在我们佛性本体之中，所以讲不变之体，那么也就称呼呢这个如来藏性，如来藏。那么即是呢我们本来就有的真心，离开呢这个有为，也离开无为，那么能给这个有为无为依赖，所以我们了解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非常宽广。那因为我们呢很少研究，很少接近所以对它呢都比较生疏。那你这个本体它是不变，它不变我们了解过去时常呢就是用我们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说呢，我们有玩过照相的人都了解说那个按快门的那个一刹那不能镜头摇动，不能晃，一晃动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就可见我们那个佛性它一样也是如如不动。假如说是我们佛性是局限在玄关，那我们整个头时常在动，那我们看到的景象一定都是模糊不清的。可是不管我们头动得怎么快，我们看到的景象都很清晰。这个呢就是跟我们讲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如如不动。因为它如如不动，又没有形象，所以不容易体会，不容易体会，我们都忽略，以为它没有，就是不存在。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这个佛性本体虽然说没有形象，可是我们可以用领悟的，用体会的，知道它存在，而很切实，切实存在。它的那个奥妙程度就是要深入，我们要深入的去研究探讨。那我们只要能够深入研究探讨，它整个就会呈现那个整个佛性的那个整个轮廓，我们都会把它描绘出来。知道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佛性了以后，我们可以用心的深入，深入我们佛性。深入佛性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走入佛性本体。既然能够走入佛性本体，这个是我们在凡尘遇到呢是最真、最实在、最美、最好的。我们这个追求不会后悔的，这个追求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个很有价值。凡尘只要是落入现象，它都有生命。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太阳它是燃烧之体，它既然会燃烧，它会慢慢会烧的就后来就会烧完了，没有了。可是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不会没有，它不生不灭，超出所有的因缘自然。永远都存在，所以我们就是要用心来追求。那我们越追求呢，我们就会自己就会越笃定。那笃定了以后对凡尘的所有现象，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淡，不会那么在意。那只要我们对形象了解，我们的烦恼就会减轻，就会消失。因为呢烦恼都是从我们住相来。住相才会烦恼，那形象都是变化无常，所以就不用住。那不住相的话，烦恼就没有。没有烦恼，我们的心性，它就会走入清净的境地。只要它清净，就容易回到我们佛性本体回来。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被凡尘的造化引诱我们精神外放。精神我们外放了以后，我们就是了解说，
已经呢这个自己愿意啊当众生，只要我们把精神都收回来，回光返照，照见我们的佛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啊跟天地啊是同寿，比天地还长寿。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要自己追求，不要投入凡尘。凡尘啊，这个是从文字啊，就让我们知道啊，就是会污染我们佛性本体。那我们佛性的本体啊，非常清净。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都没有让我们那个佛性啊，有一刻的清净。所以就纷纷扰扰，就尘劳一生啊，就这样过了。那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又造很多业，那个业啊，我们既然有造，就有果报。那就在呢，因果报之中，过生活，就没有这个追求啊，更上一层的，这一个我们那个心性本体。所以我们研究啊，性理心法，就是要呢，我们了解到，我们有非常宝贵的那个真心佛性，它不生不灭，永远都存在。那我们一定要用一点时间使它恢复啊，它本来原有的光明，原有的光明一发挥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啊回归到我们的本位。本来呢，每一个众生都是佛，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佛？就因为我们的那个知见不正确，我们都用根尘相对的那个知见在凡尘生活。那根尘相对的都是变化无常，所以呢，我们要去了解它的那个变化无常。那既然呢，我们知道了它是变化无常，就不用呢投入太多的这个心思啊，在这一些凡尘的现象。那我们呢，只要回归到不生不灭佛性回来，回来以后呢，我们会知道有很深的法性呢，让我们去探讨，让我们去进入，让我们去发挥。只要我们能够证悟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就可以把佛性的那个大用，随缘之用功能作用全部发挥。那发挥出来那非常理想。我们可以说呢都没有，没有把佛性的那个功能作用把它发挥出来，没有。那假如说我们肯用心在明心见性方面，只要我们心明了，心透彻了解了，什么是私心，什么是真心，透彻了解，我们呢就会弃假，然后归真，把那个假的变化的我们都去掉了，然后归到真。那归到我们真心呢，即心即佛了，那个心就是佛，已经就是了。所以我们呢，这个在人用都是妄心。我们把妄心都当成真心。所以这样就修了很久都没有功效。那我们一了解了以后，抓到那个根源，抓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的根源，这样来修呢，就会修得很快乐。时时刻刻呢，生活都在天堂一样。那我们凡人可以说呢，都呢追求那个形象物质。那形象物质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都是不实在的。只有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呢，才可以称为实相。那实相呢，没有形象。没有形象的实相，我们一定要用心来追求体会。只要我们肯用心追求体会，它一定会呈现。那呈现了以后，各位浅显，开始呢都一直鼓励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在这种状态之下，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呢，已经呢就会呈现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出来。那已经呈现了以后，这个是刚刚一个入手，一个入门的方法。
那我们要使我们那个觉，就是呢都没有一点念头那个觉呀，那个觉性佛性的本体啊，要使它久一点，时间呢长久一点。只要时间一久了以后，我们那个很灵敏、很奥妙的那个觉呀，它会产生般若妙智慧。就是从佛性本体生发般若，就是呢从佛性本体生发那个知觉性。那从佛性生发的知觉性呢，在我们生活的实际体验里面叫做第六感。那我们的第六感特别灵敏，所以在那个如是我闻后面有一个前贤在问。说如何增加我们的那个敏感度那个里面就有详细说我们把那个日常生活之中万念都放下，然后一念不生，时间久了以后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慢慢延伸一直到整个空间，然后所有空间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所以这个空间就叫真空，然后佛性有没有形象，就叫妙有。所以真空妙有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它就呈现，就已经呈现。可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从这个方向来努力，所以功效都没有，第六感也没有，那个灵敏度也没有。那我们只要呢，从我们佛性本体去发挥，我们的那个敏感度越来就越增加，越增加了以后，只要我们肯用心，一段长时间以后真的还没来的事情你会事先有征兆，还没到的事情你会事先知道，那个就是敏感度增加了。那我们到达时间又长一点，可以证悟到理性的话，那会对天地所有的事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什么都知道。因为整个天地就在我性分之中，我性分中就在我知觉之中，所以就无所不知了。这个是呢，我们性分之中具备的那个大用，那个功能大用，它本来就具备。我们为什么现在都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努力去追求，没有努力去认识不认识不知道，甚至在用的时候都是用我们的视心，认识的心认识的心是生灭的，它一直在变化，我们都是用变化的心在生活。那么这个样子怎么能够进入佛性呢？就进不去了。心不明然后心不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浑浑噩噩一生很快就过去，很over，就是浪费我们一生了，很快一生就过了。我们能够呢，在凡尘出力能够改变自己那个时间都不长，都短短几十年而已。那我们要在这个短短的几十年之间呢，一定要好好把握。努力的方向一定要确定，就是追求明心见性，要追求我们成仙咒，一定要有这个决心一定可以做到。各位有没有信心我们研究了以后呢，就知道说不是很困难，是我们要不要做。要做的话是很容易。只要呢，我们呢把这个凡尘的万念放下了，我们一念不生，也不是说呢整天都这样做，有空闲的时候再做就可以。做的时候一定是要有心一定要专心专一专一的做才会有功效。专一的做，然后让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那个时间要呈现久一点，久一点了以后呢，灵敏度就增加了。灵敏度增加以后自然般若妙智慧就产生。那我们有般若妙智慧我们要了解到它是佛性本体所生发的，
不是我们有身体以后再凡尘所学的。我们凡尘所学的是聪明，不是般若妙智慧。那聪明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用聪明都是害我们呐。所以聪明反被聪明误，被聪明耽误。因为聪明的人啊，就是不肯吃亏，都是要占便宜啊。那会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具备的浩然正气啊，都消耗掉、用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占人家便宜啊，绝不是好事，是坏事，让我们浩然正气消失。那我们之所以顶天立地为人，就是有浩然正气，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很高尚的人格，自己要培养，所以不要占人家便宜，不要耗气我们那个浩然正气。那我们假如说在日常生活都是按照真理来行持，吃亏也没关系，吃亏就是占便宜。我们只要能吃亏啊，一定浩然正气在。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人烟稠密的地方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浩然正气啊还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人烟稀少啊那个没有浩然正气啊，那个真的是很危险啊。这个前不久报纸啊就有登一个这个去采那个竹笋一般的笋怎样吧？我们这个乡下比较知道了他的就时常在走的道路，他去采竹笋那个4天的时间走不出来，走不出他那个采竹笋的那一个区域啊，那个是很窄的地方，一走不出来了，走4天的时间走不出来。各位知道那什么原因吗？知不知道？我们年纪大了都会知道了，那个叫魔形啊，魔猴啊，魔形啊，魔猴啊，有没有听过？就是魑魅魍魉，魑魅魍魉它跟我们众生没有仇，没有冤仇，可是它很喜欢捉弄我们众生，所以或许那个时候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啊，那个魑魅魍魉是很多的。现在因为人很多了，人口很多了所以魑魅魍魉就变得很少。要到那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它才会呈现的。之前或许时常讲，在那个埔里呀天眼佛院那个后山有一个观音瀑布那个彰化那个一毛屋啊那个日本人开的百货公司，那招待职员去那边去看那个观音瀑布，那有2个那个职员都要找那个水源往上一直找，结果2个人就失踪了他们要回去的时候就减少2个人那个时候他们出来找不到，那也请那个南投那个山难救难总队帮忙找。他们山难救难总队都用那个乡堂主联络了，所以他们平常都各有工作，只要有山上有事情的，他们用那个乡堂主联络，马上积聚100-200个人帮忙来找人找2个，结果这2个小姐到第3天才找到。找到的时候因为有报案所以那个记者就跟着，那个小姐就跟那个找到她的人讲，那一天晚上傍晚的时候，他们有大概有200-300个人在找他们2个。那个时候他们2个就一直在喊说我们在这里了，我们2个在这里。可是他们喊破了喉咙没人听到，没有人听到这个那么多的人没有人听到他们2个人喊的声音。各位知道什么原因吗？就是魑魅魍魉把他们整个都局限在那个小地方里面，不使他们形象呈现，不使他们的声音出来，拢改缩在那个因的那个立身的地方安尼俩
他说只有相差10公尺啦。各位同学，10公尺有多远？我们迈开大步啊，1步1公尺，10公尺就是10步啊，10步尔，草底下去个遐，这样就10步10公尺。那个记者说：“啊，你别样行过来了。”他说：“我就走不过去呀，不然怎么会迷失在这里？要走过去我就走到山下去，就可以坐游览车了，就是走不过去了。啊，所以我们假如说没有自己本身去经历这些事情那个记者就说：啊，你讲这样我是要怎么写？这个读者看到会相信吗？一定是不相信的。那个小姐说，事实就是这样，事实就这样。所以这个前不久大概半个月还是1个月之前那个采竹笋的那个报纸又把它登出来，他就是走不出来，4天不是4个小时是4天行不出来，敢若伊迄个安尼咱滴顺的所在外看，安尼行不出来了，就是走不出来。我看到那个我就想到以前在埔里那个事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为什么魑魅魍魉要找你麻烦，就是你的本身都不累积善，你没有善，然后佛性就是你的佛性也没有光明，就是你本身心地也不是说很好，那个魑魅魍魉就要捉弄你。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就是什么，就是没有浩然正气。那假如说有我们有浩然正气魑魅魍魉不会捉弄你，他甚至要保护你，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浩然正气的重要，以及我们日常那个累积那个善，累积善的重要。我们累积善它不记在脑海，只要我们不记在脑海的善，那个叫做殊胜的因缘，它会进入功德。所以我们说生子得本，我们种足我们得的根本，就是能够做在工作上。那假如说我们都记得善，那个会变成福报。福报我们接受就是接受很好的那个果报。那接受了以后福报会用完，用完就没了那还要再去做再去累积所以我们修道就是帮助人行善不要记在脑海，把它抛入虚空，这样就叫生子得本，这样就进入我们现分之中，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在现分之中累积那个得本，道德的根本，我们把它累积，这个不但浩然正气有，那个善也有，得本也有，然后佛性也光明，都能够发出光明。所以说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可以做的是很多，只是我们都不朝这个方向来努力，都不做，所以我们就浑浑噩噩一生就过去了，很可惜。那我们现在有这个机缘，上天大开普度，我们又求到了，上帝已经这个认定了我们有成佛的资格，有成佛的资格，要看我们愿不愿意。自己愿意的话，我们自己努力立定志向，然后去做。就是那个不好的不但不做，连想都不想。所有想出来都是利益众生，都是帮助别人，而且又不落入迹象，没有没有那个人家可以这个恶的所在，就是拢跟他老祖在讲见德如偷，我们建立道德好像小偷，都不给人知道。这样的话我们这一生就很有价值，那整个人生就不同，最起码自己的内心都是在天堂一样，那个生活
就是跟活菩萨没有两样，都是一样的。所以或许都一直鼓励啊，我们一定呢要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要认识啊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本来都是佛，之所以没有成佛，是我们做的行为不对了，我们见解不对了，不正确，然后呢才变成众生，才呢在凡尘受苦。那我们只要改变我们的心念，心念一改变了，我们整个行为改变，整个周遭亲朋好友，他也会呢受我们感化，他也会改变，所以就很理想。这整个呢就呈现了在凡尘，不是呢这个空话，而是实际啊可以做的，可以到达的，不是很困难。看我们有没有心去做，有心做都很容易啦，只怕我们无心，那无心呢就没有办法成就。所以有一些说修道很困难的，有时候修道很容易的。那困难跟容易呢，跟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六道人为之中啊，所作所为有关系啊。这都讲说，假如说我们已经抽烟有烟瘾，喝酒也有酒瘾，那要他戒烟戒酒，他就会感觉很困难。那假如说我们原来都没抽烟，也都没喝酒，你要他戒烟戒酒，他会说这个容易，这个我可以做到。这样了解问题吗？很困难的，就是已经自己沾得太厉害，尘垢沾得的太厉害，就会觉得修道很困难。那假如说我们沾得凡尘都不深，对凡尘事都不投入，那我们来修心理心法就会很容易，然后一下子全部都进入，这样懂意思吗？那我们不管是这个来源啊，是三个道也好，是呢这个已经修正的这个前贤来也好，都没关系呀。只要在这一生之中呢，我们努力一世修呢，就可以一世成，绝对可以成啊。只要看我们有没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的，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我们就一定可以成就，绝对可以的。没有做不到的事就怕我们不想做，不想做那就没办法。所以先了解真理，真理透彻了解了，知道我们佛性状态了，知道怎么做怎么修了，那我们就按照那个正确的方向去做，努力的做，不管他修的成不成，都不要去在意，幸福之中一定会有，绝对呢修了以后就在我们佛性之中，所以这一段这个文殊菩萨讲的，我老师要用一点心，所以这个我们已经讲2个礼拜的耳根也通，然后呢那个 CD 都有送到这边来，1个礼拜有2篇2个礼拜4篇，一定呢要你拿回去一直听，反复的熟悉的听，那个稳心稳修。我们一直在闻，在闻的时候就已经在修了。在闻在了解真理我们就已经在恢复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呢，只要我们一直进入，一直进入，自然呢，我们的佛性那个佛因就已经重了。那佛因既重，佛的果报一定会呈现。所以一定要自己种佛因佛因都不种的话我们当然的果位那个果报就不会呈现。所以要自己努力的这个都是要自己努力的。讲呢只是给我们帮助一个参考所以做才是这样了解真理才去做。所以有一些前贤都会讲免听了做得好各位前贤那不同你真理不了解，做得好愈做业愈多，越做了我们业障越多，这样好不好？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要做都要符合真理，做出来拢跟真理相应都符合，这样做呢才真正的
这个功不唐捐啊，不会做了都没用，所以我们呢就是了解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它是不变，不变之体，它不会变化，可是呢，它可以随缘之用，可以随缘，就是有功能作用的，功能作用我们凡尘最喜欢的就是神通，那神通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佛性本身就有这个神通了，只要我们肯用心呢，大概在12年至15年就会呈现了，就可以游戏神通，全部呢用神通在凡尘，都可以用，把整个那个随缘之用都用出来。可是我们追求的时候不要追求神通，我们追求本体，追求不变之体，不变之体重要了。那个随缘之用等到我们不变之体都透彻了，它自然会有随缘之用，那个功能作用的神通，它全部都会呈现。那我们在修的过程也会有功效出来，因为在北部也都有浅显他们修到都有功效，就是呢，比如说今天有某某朋友会来，还没到他会事先都知道，那就是灵敏度很增加，那个第六感灵敏度就是佛性本体啊，今天外都有啥人，今天有什么代志，都会事先知道。可是或许不推广这个，推广都是我们按照真理。那真理呢，它是非常的平凡、平淡、平实、平常，都是一般我们看到的最简单的事情就有最高的佛理。那我们说奇奇怪怪好像穿那个奇装异服那个都不是道，那个都是暂时显现的无去那个不会长久。那我们这个是常住真心，它是永远在的。我们追求就是要追求这个，它永远在，不会变化的。这个呢才是我们要追求。所以呢，佛性它是不变之体，它可以随缘之用。我们呢先把不变之体修正了以后随缘之用就会呈现。那么从呢这个极而照，那个极就是不变之体，照呢就是随缘之用。所以我们了解说呢，佛性本体它就可以有不变之体，可以有随缘之用。然后呢，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极照同时，极跟照它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严惩就是讲觉海呢，虽严寒万有，究竟呢这个沉淡不动，即是呢随缘常不变。它随缘，可是呢本体还是呢常不变，不像我们凡人不认识本体，然后把那个随缘之用当成本体，所以就没有办法又回到佛性本体那个不变回来。这个照而极，前面呢是极而照，照而极，极而照，这个都是在佛性本体、佛性功能作用之中没有离开的。那么言妙就是本来之妙，不由造作，本来就很妙，不是我们有为，不是我们去做的。那么言明就是本来之明，本来就很光明，不假功用，不借着我们呢这个有为的那一些做法都不用，不用借着，它本来呢就很光明。那么积耶呢，言妙言明，则一念不生呢，这个呢华尔这个记住，所以我们了解只要我们一念不生他那个言妙言明全部都记住，那华尔记止就是讲言妙言明，华尔就是本身就是这样，本来就记住。那么此中言妙两个字即含有言明之意，言妙里面就有言明，很光明的。那么对上面呢那个成言，成言呢就是讲言妙，那么言成就是讲言明，所以那个成言讲不变之体，言成讲随缘之用。
安尼听有无？有较深一下啦吼，啊，接听就好，接听就惯势啦，哦，所以接听惯势以后呢，哦，再讲到呢，哦，那个呢，成言也成啦，会知道说不变之体呀，哦，随缘之用。那么言明呢，造生手，手艺呀，造性网，哦，这个就很重要了。那么这两句呢，哦，即是啊，我们的最初啊，根本不觉，就是不觉啦，那唔知样，那个不觉呀，就是无明，那觉就是佛性本体，不觉啊，就是无明。安尼听有无？不觉，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时时刻刻都不觉，所以起心动念。各位有没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的时候有没有觉呀？就是不觉才起心动念。我们觉就不会有起心动念。所以我们这边不是发明那个要合中嘛？既不合上也不合下，要合中嘛，对不对？那个合中啊，就是要觉，不能不觉啦，你不觉就没有中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呢，就是道之本体，道之本体就是觉，你时时刻刻都觉，叫做合中，所以260中很重要，我们都在觉之中，没有不觉。它不觉是无明，无明啊，我们才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念头就是业，就已经造业了。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说起心动念就造业，以为说行为才叫造业，不知道说起心动念就已经是了。我们就是因为啊一念无明生三息啊，有业相，有转向，有现象，才落入凡尘受苦。本来是只有一点点不觉啦，可是我们进入凡尘以后啊，那个觉越来就越少，不觉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整天之中呢，大概只有剩下24秒觉，整天不是24个小时吗？我们的觉啊，大概剩下24秒，这样多不多？不多我们慢慢把它推广，进入24分觉，然后进入到最后，最少也要4个小时觉，到最后一半，一半半天睡觉不觉，半天不睡觉要觉，这样知道吗？就是不要起心动念，没有念头啊。就在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状态之下，那个叫觉，没有不觉呀。所以这个不是做不到，而是我们不愿意做，我们不愿意去保持那个觉，就是要使它这个头脑都生出来了，爱回用，爱修两套。这个有缺贤这样讲啊，既然有我们有头脑了爱好用，用都爱起心动念，这样好不好？我们造了业自己受苦啊，在受苦的时候啊，谁要来救我们？谁要救我们？我们自己要自己救，自己怎么救？不要起念头，我们不受苦啊，就不要起念头。不起念头就不受苦了，我们起念头就是要受苦，所以我们了解说根本不觉，就是因为啊言明造生手，言明啊本来呢我们要了解说佛性本来光明，咱起码要把佛性咱要改加明啊，就是讲佛性已经拢无光明了咱要把迄个光明加进去啊。只有这一个念头就让我们一直六道轮回。所以佛性啊，加不得东西啊，袂使加物件里。所以我们说我今嘛佛性拢无根，我要给它加回真根。那个一加进去啊，就叫无明。
这个观念啊，我们有时候会想不出来。那高功明比今后，会不会这样想？不行哦，为什么？我们一加名进去了，你记得家的时候，它是不是很光明？你若故来疲倦啦吼，袂记你加，伊是不是个黑暗？是不是变得有时候光明，有时候黑暗？本来它是不生不灭的，被我们这一加，它就变成生灭。这样了解意思了吗？所以佛性本体啊，加不得东西啊，只要你认识它就可以。你敢把的好，你把，所以那个染污即不得啊，那个让不是这样说嘛？修正即不无啊，染污即不得。爱了解这个意思因为那个怀让禅师见六祖的时候啊，六祖就用禅机来问他，说什么物啊，怎么来？你的佛性是什么东西呀？你的佛性怎么到这里来？那个是讲禅机啊。然后怀让听到这一句话以后，不是像我们六祖坛经记载他是回去呀，8年的时间把凡尘所有的东西都拿来跟佛性比对了。说我佛性是这个东西，比对，对，然后不对了再拿别的东西，把凡尘所有东西都拿来比对。经过8年，8年不是8天不是8分钟是8年。8年了以后，已经所有东西都被他比对了，然后才来见六祖。六祖在问他说：“你这个领悟出来了没有？”说已经领悟说是一物即不中。这一句话是经过8年的时间去实际的体悟不像我们看到六祖坛经，那几个都过去啊。那这个典故记载也五灯会演，不是或许发明的啦，是五灯会演里面有记载。他或许看到，是这样子的原来不是一下子他就能够直接对答，不是然后六祖一听到说是一物即不中，已经把佛性的那个状态、那个轮廓描绘，一共有一点味道了，所以他才问第2句嘛，说还可修正佛，讲说是一物即不中这个佛性讲伊修什么都唔对，会使修的。他才讲说修正即不无。为什么要修正？因为我们落入6道轮回太久那个习性都不是佛性本体的，所以那个修正即不无，要修正。可是佛性本体染污即不得，你要把佛性本体染污要改任何的垃圾，你染不得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形象你要在虚空彩绘你彩绘不来的。为什么？袂调啦，虚空不染颜色，你袂调，所以染污即不得。那六祖一听以后，他说：“即此不染污是知佛之守护念，如亦如是呢，无亦如是。”他就讲说，这一个不染污就是所有的佛他要护持的东西就是这个佛性本体染污不得的这个。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那个叫认可就是说你的领悟完全正确，就是那个意思。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言明一照你都该加入咱的佛性本体可以光明本来伊的本来就它会发挥光明的，因为你这一加生手啦，生出有能有手。你能加的时候它光明能加手加的时候它有不一样你哪记咧？你哪做到真仙咧？那它就变生灭了，本来不生不灭已经被你一加入有为就变成生灭，这样你要的意思吗？
是很细腻的啦，我们研究呢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很微细的地方啊，要全部都了解，了解以后我们做了就正确，然后做法正确，我们就可以回归真的到自己的本位，每一个众生都是佛，都是佛。因为认知错误了，才没有成佛。所以我们要把不正确的这一些认知去掉，这样了解吗？那我们的最让我们迷惑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六根对六尘我们都把它当成实实在在，六根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把它当成实在。它最大的毛病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叫邪见。讲得好听叫我见，我所看见的。我眼睛对了色相产生的念头，我们都把它当成真的。我实在看到呀，实在看到拢是那个，是不是真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咱实在看到了。咱一个人咱若伫咧近近看到是不是真大汉？这个人若徛去较远的时阵，咱看到迄个人是不是真细汉？看到是真啊假？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它的奥妙，就是这个样子。一样是一个人啊，一样是一个形象啊。为什么在你的眼前形象就很大，在你很远的地方形象就变得很小？为什么？我们会说自然啊，自然就是道。所以我要了解说凡尘啊，有很多我们都没有细心的真心的去探讨去追求，所以真正的答案没有出来，所以这个叫做假象。凡尘只要落入我们看得到的，都叫假象。叫虚相，叫幻象，所以我们追求是实相。实相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个实相。实相呢，甚深很深，很难进入。可是呢，我们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你就可以进入实相。实相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有实相，可是我们都不认识它，也不追求它，我们都追求幻象，凡尘的假象，我们很努力追求了，很在意，对自己的实相呢都不管它，不追求，所以这个叫颠倒，佛都讲我们众生颠倒，应该追求的都不追求，不要追求的我们都很努力在追求。所以我也都时常讲，尤其有坤道，这个买那个化妆品是很贵的，然后白天就一直擦，一直化妆，或者坐车这个可以说一定时常可以看到，那个小镜子一拿出来就在脸上一直化妆，晚上睡觉要不要洗掉？现在钱是不是拢了呀？买遐贵的物件，买会搁甲洗衣裳。那不要洗，明天就不用擦嘛，可不可以？我说这个年岁一大的拢变赶快，面拢赶快面来，尤其我们坤道若食到老你要看大家拢面拢赶快对吧？有没有一样？看起来都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唔免化妆早时起来面巾洗要清洗就好啊，上水，最漂亮的素颜最好看的，以真面目跟人相对，最好的。微真的可是我这个 LKK 啦，看的话都看成那拢一挂妖怪，好好的人都不做做妖怪，像不像山妖水怪？那个睫毛都把它又装得很长，
然后那个指甲哦，这个倒叶竹啊，真的 LKK 的，看不习惯，哎，然后现在的那个穿着啊，安尼古拉杂，安尼安尼，咱顶头穿迄敢若迄个布地喜洋安尼穿的安尼短短啊，然后底下过来佫一领较长的，佫一领佫较长的，佫一领佫较长的安尼，都安尼4、5层安尼咯，看一看哦，不知道是好看在哪里，我都看不出来。哎，真的，你这个一装的让人看了都舒服。那个不是很贵的衣服啦，就是很让人看得很舒服，穿得很好看，很端庄，这样就好了啊。当人嘛，你为什么要当山妖水怪？当人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就是在凡尘呢，要正式的追求呢明心见性，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怜悯呢一照就生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本来呢是很光明，只要呢我们加明到我们佛性本体进去呀，那个就叫无明那个不觉最初的根本不觉以及呢这个独头生相无明独头生相无明，我们最难弃掉就是这个啦，这个独头生相无明一切的妄法呢皆依它而生，就是我们把那个佛性本体要加进去光明，这个叫做一念无明那个独头生相无明。那么言明不妄生呢造用，则是呢本明原来言就是本来它很光明，我们呢不要呢再加这个有为的那个做法进去呢照见我们的佛性不要妄用妄生的造用不要它呢就是本明，毫无一物啊，全部呢都没有那么因以言明这个性上妄生造用，那么此造就是妄造就是错误的做法。那么生熟就是生出能熟，熟一粒了能熟一粒了，照现就没有了，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光明那个照现就消失了照现呢即是本体所发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会发出光明，而且嘛去有了加明以迄个本体的照现光明都无去以手照是妄境寂力真照之现最晚那个真性里面那个本来发出光明它就消失就无去所以你看咱人有假熬本来就不用的啦咱拢要改破，这爱好光明这来使，结果这一家就六道轮回了即所谓的有相当前，无相即语有相有形有相伊要做主无形无相的伊就退隐啦。所以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修养很好，只要我们跟他争我们六根呢跟佛性本体来争佛性本体一定退位，他都呢不会跟我们六根来争所以我们不要让六根当家。各位先生，在生活中呢这个是佛性当家呢，还是六根当家？我们现在还六根在当家，这么不听话，慢慢转移要把它转移呢，让佛性来当家。佛性当家呢，不会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能呢让那个我们的感官六根来当家，它是呢卑女跟奴才，早跟他奴才咱会使甲用袂使互伊做主人如迷云起必障必慧日那个慧日智慧的太阳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然后有
有那个迷云呐，那个云呢一起来的话，就把这个慧日已经呢障蔽就是不让它呈现，已经呢看不见了。那么将本有的如来藏转成无明常识，已经就转了，就变无明了。然后呢，文殊菩萨又讲说迷妄呢有虚空，因为我们迷了进入妄，不是在真不是在呢那个真理世界，不在呢佛性本体，所以迷妄呢才有虚空才有我们呢所看到的这个虚空，然后依这个虚空然后才立世界这个虚空呢才立世界，然后我们的念头想然后都变成那个想久了以后想成呢就变成国土，所以我们的国土是从我们的念头生发的。国土那国土大的国土就是我们念头生发。那么知觉乃众生，所以有世界，有国土，有众生，那个知觉呢就是众生。那么这一段呢文殊菩萨是讲从真呢起妄，本来是真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可是呢我们现在因为有念头有呢要想把佛性呢加明加光明，所以妄成呢世界，然后众生业果三种这个相续之相然后呢文殊菩萨讲说呢空生大觉中，说这个空就呢在我们大觉之中产生所以各位贤贤，这个虚空世界其为咱的佛性本体生发的那个空我们世界的空在我们佛性之中，就好像那个海一欧花那个欧呢就是海浪引起来的泡泡所以一个海浪引起来的泡泡就是呢这个空。所以空很小，我们看空很大，可是呢在文殊菩萨讲出来呢，我们的大觉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才叫大这个佛性本体可以产生呢这个虚空，从虚空呢产生世界，从世界产生众生，从众生呢产生业果造了业要受苦业果所以这个世界是从我们的觉性之中生发出来。那么有漏为成果就是有漏有烦恼的一个果，就好像一粒为尘那么皆依空所生，这么多的为尘果，这么多的果依为尘一个国家都是按照这个空所产生的。那么阿昧空本无那个海浪引起来的泡泡一消灭了以后这个空本来就况复呢知三有这个一消灭了空都没有。然后呢我们要了解呢，就是因为有这个空，然后才有三有。三有呢就是三界啦，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咱这个世界咱这个世界是为空来空是为咱佛性本体来。这样各位了解了吗？我们佛性本体大不大？非常大可是我们都没有去研究不知道说佛性本体这么大这么广泛连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在佛性之中是很小的一个单位精髓。所以虚空呢生于大觉的心中，仅如海之一欧花现而已以决心呢比喻如海。那么虚空呢比喻好像那个窝泡泡，海浪引起来的泡泡。那么阿昧空本无那个阿昧空就没有。那么虚空呢本无所有况复呢空中呢知三有世间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叫做三有这个世过去现在未来皆呢东西南北空间时间。然后呢文殊菩萨又讲说
归元啊，现无二。我们归到本来啊，那个佛性啊，都一样，没有两个。可是呢，方便啊有多门。我们修持的方便，修持的方法有非常多的法门可以修持。圣性啊无不通。一回到呢，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啊，不管用什么法来修，都可以通达，可以到达，只是呢时间方法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文殊菩萨呢就讲说圣逆皆方便，不管是圣修还是逆修啊，都是方便法门。那么在讲说初心呢入三昧处事不同伦。文殊菩萨呢说我们这个末世的众生初心要进入三昧，三昧就是正殿。我们要进入正殿那个快跟慢不同不同呢那个里面那个修持方法，用对的方法但修一天可以当视觉一劫就足久咱若修掉一天就几啦修几啦劫的迄款时间来比论。那么用不对方法这个虽修呢视觉不足一日，虽然修足久的，修几啦先几啦世几啦先几啦世拢咧修，但是拢无功夫出来，迄就是这个修的内容无共。那文殊菩萨呢就讲我今呢白世尊就是向释迦牟尼佛表白佛诸呢娑婆界此方真教体，说这个佛呢出现呢在娑婆世界要来教导呢那个娑婆世界的众生。那么此方呢真教体真正呢能够进入让众生得到利益清净呢在因闻就是能够从因闻进入因闻就是很容易修持。欲取三摩体我们要正殿这个走路正殿，三摩体三摩地就是正殿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奢摩他、三摩体以及禅那三个都叫正殿，可是三个它的内容都不一样那个奢摩他着重在领真理，然后三摩地着重在实际关照，然后呢那个禅那着重在功效，就是已经有功效呈现所以三个翻译成中文都叫正殿可是内容都不一样用三摩体的话呢，就是实际的关照，就实践实际的在做叫做三摩地。那么实以稳中路我们要进入三摩地，进入正殿从稳境之中进入离苦得解脱，我们就可以离苦得到解脱。从稳性一进入以后就可以离苦得解脱良哉呢观世音就是观世音的修持方法很殊胜很好那么以恒沙觉中入微尘佛国得大自在力这个在讲观世音菩萨呢就是呢恒沙觉中进入微尘佛国，然后呢得到呢大自在力，无畏施众生他没有这个畏惧的心来布施给众生就是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得到这个快乐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这个妙音呢就是这个说法不滞这个讲出来妙音那个法都不会阻塞。那么观世音呢就是寻声救苦。那么梵音呢就是晕性这个我们了解说它的那个音的线无着，就是不会着影的那个音线。那么海潮音就是应不失时，就是刚好我们缺水的时候下大雨应刚好不失时。那么救世须安宁能够救这个我们凡尘都能够得到安宁
出世呢后常住，能够离开苦海，得到呢常住真心呈现。那么我今呢起如来这个文殊菩萨呢说启禀如来，如观音呢所说，好像呢观世音所说的修持法门耳根圆通譬如人静居就好像我们人在家里面居住，静静的居住十方呢既击鼓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呢全部呢都在打鼓，10次一时闻这个十方打鼓的那个声音我们同时听到，实则呢缘真实缘像我们第一次的时候，这边不是滂沱大雨吗？我们都听到，有没有？整个都在下雨，缘所以那个缘缘真实。然后目呢非观障外，就是眼睛有一点障我们眼睛被那个一张纸遮住了，我们就看不到遮住的外面所以目会观障外。口鼻亦复然就是这个嘴巴鼻子也是这样，一点点障碍就跟咱的线就隔离了，没有像那个吻线那么通达。那么身与合方知我们身根要合才会知道所以那个知觉性没有像那个吻性那么圆。心念呢分无序就是我们念头一念接一念它没有头绪这个是在讲说这一些修持法门都不容易用目用口鼻用身用心都不容易，但是用耳根就很殊胜。那么隔远听音响，遐迩呢俱可闻我们隔着墙壁来听这个音响遐迩眼近全部都可以听到。五根呢守不起就是剩下把耳朵吃掉以后眼口鼻身那个意守不起没有办法跟吻性这个相同。四则通真实，所以前面一个圆，前面一个通，圆通圆通真实。因性呢因生呢性动见稳中为有无这个它因生的性动呢就是有声，静呢就是没有声音因的性里面自然有动静。然后稳中我们那个稳性之中有声音动的时候叫有没有声音叫无。无声呢好无稳，没有声音呢我们讲没有稳，就是没听到。非实稳无性，不是呢我们稳性没有声无即无昧，声有亦非声那个声音没有的时候我们稳性没有昧，声音有的时候我们稳性没有声，所以稳性没有生昧就是要我们体会我们的稳性没有生昧，可是声尘它有生昧所以我们做耳根圆通的时候就是要用稳性稳性没有生昧，我们就是要体会没有生命的稳性。那声音有生有昧就让它生让它昧不要去在意。那么生昧二远离生也远离，昧也远离，就是有声音我们也远离，没有声音也远离就是不管它了有声没声都不在意。四则常真实，所以我们追求的是3个字，一个圆，一个通，一个常。圆通常这3个在稳性之中都可以呈现它是圆，整个呢整个圆圈东西南北我们都可以这个听到。又通我们呢隔了墙壁一样可以听到又常住有声也听到，没有声也听到，所以圆通常文殊菩萨呢把这个整个殊胜的地方呢都把它点明。众令呢在梦想不为不失误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在梦想做梦的时候
不为不是无，不是呢，我们那个伪性啊没有，一样呢，就有，所以啊，觉观呢，出思维，这个觉就是稳性本体，观呢就是稳性的作用，所以觉观呢，出思维，超出呢思维之外，身心啊不能及，我们的身心到达不了佛性本体啦。所以我们呢这个可以这个在生活中呢体会，就是呢我们晚上啊睡觉，我们已经睡着觉了，睡着觉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时候有朋友来找，他家人这个到我们寝室来叫，说某某人起来，有人要来找你，他不要碰到我们的身体呀，就是身没有碰到，然后我们已经睡着觉，心也没有在想念了。然后我们听到家人叫的时候，我们就醒过来，就起床，有没有啊？假如说年纪轻的话都叫袂醒啦。年纪轻咱讲较少年的啊，迄个伊咧困啊甲更衣添咧水也搁咧困，那个就他的那个佛性啊，就比较因为啊，出生了以后那个阴啊比较浓，阳比较少，所以那个睡觉的时候啊，都昏昏沉沉的。那我们到青年以后青年壮年以后啊，那个阴跟阳大概一半，一半一半。所以那个睡的时候啊，我们身体在睡觉，心也没有在想念了，所以身心都没有到达佛性本体。这个时候家人叫我们没有碰到我们的身体，然后我们的心在睡觉也没有想，是不是身心都没有？可是，一叫我们就起来，各位了解吗？那个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那个稳性稳性就是佛性本体。人甲咱叫咱就起来，就起来，应对。有没有那个经验？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说那个觉观出思维，觉佛性本体，观佛性的作用，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它的本体，它的功能作用都超出我们的身，超出我们的心。在如是我闻还是那个张轴那个悟道记啊，或许有讲到说那个盲者有见，有没有？那个跟阿难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盲者就是眼睛瞎的人他有见。阿难说盲者都就那么看，然后佛就讲说，那个盲者盲人，他见到的黑暗，跟我们明眼的人处在暗室所见到的黑暗一不一样？是一样的，拢黑暗暗都拢无看你暗室内底，伸手也无看五载，黑暗暗，暗拢同款。所以盲人有见，跟我们明眼人的见，我们都以为是眼睛看见所以我就讲说，这个盲人医生给他眼角膜，他可以看见，这个叫眼睛看见。然后那个明眼的人在暗室，然后我们开灯以后他一样看见。我就讲那个是灯见，因为开灯以后看见，不是眼睛看见，是开灯以后看见，叫做灯见。所以我们一般都不会这样去想。然后佛讲出来说我们要了解到说呢，眼它能够显色，眼睛就显现形象，然后那个灯一样是显现形象。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佛性它是脱根，就是不要有眼睛，你一样有见。脱根脱离我们的六根，然后脱尘，就是你不要看纯净，你一样有见。就是盲人看到的黑暗盲人看到的黑暗，他不用六尘，他一样有见，就是看到黑暗。
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啊，在的时候啊，是我们佛性在看，不是眼睛在看。可是我们都错觉，认为是眼睛在看，没有用佛性。那我们呢，进入那个真理里面，全部啊都是佛性的作用。所以那个阿耨利啊，我们知道吗？天眼第一的那个阿耨利啊。阿耨利就是每一次啊，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他就开始度孤了。然后释迦牟尼佛讲完了他就请退了。他每一次都这样，所以佛就骂说你是那个那个蚌壳哈姆类，就是那个海底里面的生物啦，一岁1000年，不闻佛的名字啊。那个阿耨利啊，那伤心要跳昏迷一直哭然后7天不睡觉。我们眼睛以睡为食啦，咱目睭都是咧困的时阵，伊咧食饭。咱若7天都卖困，目睭就青霉啊。眼睛啊，7天你都全部不睡的话，他就瞎了。然后佛就教他说我们看不用眼睛。用佛性，所以他就能够呢看所有完成的景象，就好像看空拿的水果，那个阿耨利啊，他不用眼睛，用佛性看。这个又是超越我们凡尘的认知啦，所以我们又会觉得说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平常呢就是少研究，在那个大概是如是我们嘛，就讲说我们是佛性是脱根，它都脱尘，离身，然后离境，有没有？有看的话就会看到了，你没有看的话，唔知你在讲啥，我都唔知。所以要有心追求，有心追求呢，很细腻的东西呀，你可以把它延伸，延伸了以后，原来佛性呢，它是脱根，脱离我们6根，然后脱尘，脱离6尘，然后离身，离开身体，又离境，离开凡尘的景象，离开所有的眼，独立，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么殊胜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么殊胜的要认识要把它启发出来。所以这边文殊菩萨就讲说，觉观呢出思维，超出我们的思维，身心呢不能及，身心呢都达不到呢那个佛性本体。那么今此娑婆国呢，声论呢得鲜明，就是用声论能够鲜明这个佛法。众生呢迷本，我们众生迷昧了我们的根本，迷了我们的稳性。我们都把它用错地方了，我们不用稳性了，我们都用稳，或者不是讲第2个嘛，那个稳就是我们听到声音，加入我们心意识，就是加入我们自己的情绪啦，自己喜欢讨厌都把它全部加入，所以叫迷本稳，众生呢迷本，寻声呢故流转。我们追寻的声音所以才流转6道就是追着声音，这个声音呢好，我们就很喜欢，不好我们就很讨厌，喜欢呢就取，讨厌就舍，就取舍就造业，所以呢这个文殊菩萨呢就讲，恶难呢从强记不免漏邪思，恶难的稳性呢，假如他听过一次他就会记得，所以稳性很好，他很那个记性很强，这个十方之佛讲的法他都知道，所以我们看的佛经呢，都是集结的时候阿难讲的，所以我们也是要感谢阿难有那一种功能。那么起飞呢随所轮就是随着我们这个追寻凡尘的生命。然后呢，又落入生灭，又到轮回，旋流呢后无望。假如说我们能够呢旋转，我们不出流去眼尘，而入流照现，我们出流精神放出去了，
就跟凡尘攀缘。然后呢，我们这个入流了，把精神回光返照收回来，就照见了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么二难呢，汝谛听我成佛威力就是呢把佛的威力用呢把它发挥。先收呢金刚网那个金刚网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我们佛性本体呢都是金刚网啦。我们都有，每一个众生呢都有金刚网。如幻呢不思议它呢如幻。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非常奥妙。怎么样去想去讲，都没有办法呢把它呢描绘得出来。如幻呢不可思议。那么佛母真三昧，佛的母亲，真正的正定就是呢从我们那个闻性进入。如闻为成佛，一路呢秘密门，为成佛一力为成一位佛，所有佛成佛的法门一切的秘密门，欲漏呢不先持须闻成钩。假如说我们那个凡尘的这个欲望那个想要的心那个漏呢就是烦恼。我们呢不把欲漏先除掉的话，须闻成钩，就是听得太多，去的太多了，就会变成呢过错，耽误我们自己。那么将闻呢持佛佛，何不呢是闻闻？这个将闻呢，就是将我们的闻性来受持佛所说的佛法。将闻持佛佛，就是讲将我们的闻性来受持佛所说的佛法。那何不呢是闻闻？我们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闻性来闻自己？就用我们的闻根来闻自己的闻性，自闻闻自己呢还闻自性。闻非呢自然生。这个闻不是自然产生的，音声有名字，因为声音才有名字，就是因缘妄，因为有声音因那个声音的产生呢，就是因缘际会，因缘际会才有声音，有声音里面呢有这个名字，然后行闻以生脱，我们旋转我们的闻性。跟声音脱离，就是呢不要进入那个生灭的那个生尘里面。那么水能脱呢亦水明，这个能脱离的那个这个名称要怎么样来说？就说不出来了。就是我们修正了真的已经回到了闻性了，就没有名称，无名没有名称。那么一根呢即还原，我们只要耳根呢还原，六根呢成解脱，修一根呢就可以，不用呢六根呢全部这个修持。那么见闻如幻意三界若空法，我们在凡尘所见到的、所听到的，都好像幻意就是假的幻象，不真。那个意就是眼睛有毛病了，眼睛生病了，看的都不正确。然后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若空华，好像空中的花，都不实在的。三界呢若空华。那么闻护一根足，我们的闻性恢复了，然后呢，眼睛的毛病那个一根除掉了，尘消觉圆见。凡尘都已经呢被我们修持，我们修到已经呢尘都没有了，叫尘消，凡尘都消除了，觉我们佛性本体就圆满清净，净极光通达，我们清净呢到极点，佛性本体发出光明，光明呢就通达，整个这个宇宙都被我们佛性呢照亮。极照含虚空，虚不变之体，照呢随缘之用，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呢跟佛性的随缘之用，它含虚空，包含整个虚空，却来观世间。这个时候我们来观呢这个凡尘，犹如梦中事，
就是呢，好像我们睡觉的时候啊，做梦，梦中里面的事啊，我们一醒过来就知道那个都是假的，不真，凡尘一切都是假。那么摩登伽啊，在梦，那个呢引诱阿难呢，要跟阿难做爱那个摩登伽啊，就在梦中的人，谁能留汝形啊？你的形象啊，什么人能够呢把你留得住？如是呢巧幻师啊，好像我们这个凡尘呐，有那个巧幻师，幻作呢施男女，就是变换很多的男女出来，虽见呢知根动，要以一击抽，虽呢见到知根，我们六根都在动，然后要呢用我们佛性本体一击呀来抽，把这个所有的那个知根呢都把它抽，就是能够让它那个动习机呢归即来。假如说我们呢已经不抽了，不动它了，就习机，然后归即来，就归到呢不变之体，跟呢随缘之用了，就呢本然。知幻呢成无形，所有的凡尘的现象啊，都是假的，成无性啊。那么六根呢，也一样，六根没有本性啊，我们六根没有佛性本体的话，六根没有作用，所以有作用也都是佛性本体。言一精明，就是呢依照一精明，一精明呢就是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了。因为篇幅不够，所以最后就把那个旋如导文机啊，还文文字性，就是呢旋转我们那个稳性之中的那个关键那个稳机，来还文回光返照啊，还如我们的自性，就是入流照现。所以文殊菩萨有讲说，我亦从中证，归为观世音呐。文殊菩萨说，我也是从耳根圆通修正的，不只有是观世音菩萨这样修的，所以很多这个修正的那个知佛呢，也都是从耳根圆通修持。所以呢，我们特地的把那个耳根圆通一再的先讲，之前讲一次啊，大家讲听无，所以还是不死心啊，还是在说再说以后就比较有一点印象。虽然不是还很透彻的了解，不过已经有一点点这概念，有没有啊？有没有一点点概念？因为我们有这个录下来各位可以拿那个 CD 反复听，只要熟了，听熟了一定就会做了，会做了一定就有功夫。所以最重要还是在这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先启发你佛性本体，认识了以后才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让它延伸到整个虚空，整个虚空呢都是佛性本体，所以就不叫完空，叫真空。然后佛性本体是有有没有形象叫妙有，真空妙有就在我们虚空之间。整个我们的生活就不同了。这个虚空呢都是真空妙有，这样了解吗？因为或许说这个讲到，因为剩下只有一点啦，不会说把我们那个时间这个到下课的时间，所以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手上还有一张呢那个黄檗那个虚云禅师的传心法要。我们是借着那个六祖那个生活的背景来讲那个六祖那一个朝代那个修持的方法所以重点还是我们要以六祖那精神那个修持的精神，就是唯求做不求有，不是说呢我们说为什么不把这个六祖坛经先讲完了以后再来讲这些？因为我们讲完了以后那个背景不同了。背景不同，心思心态也不同。那心思心态不同，我们要还要再立一个名称来说，那就会不那么圆满。然后我们借着那个六祖的背景来讲六祖那个朝代那个朝代所以我们讲这个虚云禅师他是那个怀让
怀让不是那个六祖的徒弟吗？然后怀让度那个马道一七祖，然后马道一度那个淮海禅师，然后淮海禅师呢就度这个虚云禅师啦，是不是又联系下来？他们就是一脉相传，也是始于六祖的那个嫡孙，就是也都孙所以我们讲那个虚云禅师的那个传心法要，因为它是一篇呢，就是讲得很殊胜，也要我们有程度了以后再说。那我们现在又听了这么久了，大概各位的那个领悟也都稍微都提升了，所以讲也都会了解。所以我们就借着那个虚云禅师，虚云禅师也叫断际，断那个国际的际断际禅师他有另外一个名称。然后这个王波呢，这个虚云禅师那个传心法要，我们就这个了解说他是那个淮海禅师。那淮海禅师他同时还有一个智障禅师，还有一个普愿禅师，他们三个同时去拜那个马道一马祖七祖啦。可是这个虚云禅师是淮海的徒弟那么曹溪六子这嫡孙百丈呢西堂南泉这个冯州呢百丈山淮海禅师那个虚云呢就是淮海禅师的徒弟那还有一个那个师叔师伯师叔一个呢就是西堂智障禅师，一个呢南泉普愿禅师这三个呢同时呢拜呢那个七祖。那么同号呢陆氏马祖就是七祖马道一。那么独配最上圣离文子之意，就是虚云禅师呢他呢这个领悟得很深所以就是最上圣的离开文字那一种这个修持方法。那么唯传一心它就是传心更无别法，不讲别的方法，就只有传一心那么心体亦空，万缘呢寂寂，如大陆人，好像那个太阳在空中生以这个虚空，照耀见无歇哀，一点点那个凡尘尘都没有。那么正知者无心救，我们能够证悟没有心没有救这个无浅深，没有浅深。然后收之者不立意解就是不建立从那个义理去了解不立呢中举，不开呢户有就是呢自己不那个开立门户直下便是动念则乖，只要起心动念就离开本体了，就不是真心了。然后呢为本佛就已经是佛了故其言简，言语很简单其理直道理就很直接其道呢具那个道很高峻就是呢不跟呢凡俗通俗一样其行孤就是你若听我就来中道而立能则从之，不会说你听无我讲较假，讲较浅的给你听不会那样就是你自己要自己努力拉自己上来。那么四方邪徒望山而趋就是听到他那么殊胜的教法都呢赶到那边去。那么睹相呢而悟只要你见到他那个样子你就领悟了，不用再讲话往来海众常呢全于人就是非常多的人想去追求，就是因为那个朝代要修道的人很多
所以或许呢，特别啊，又把这一段啊，又把它抄录下来，这个是在那个五灯会演以及那个景德传灯录里面呢有记载，就是呢他们修持的过程。那么这个写戏文的就是唐玄宗的那个相国就是呢裴修那个裴修啊他写的这个戏文，迎呢到智州是一个地方那个气息啊在龙兴寺这个虚印禅师呢都在那个龙兴寺。那么入戏啊问道受法，就是这个有这个时间啊比较长的时间来问道，来接受呢这个佛法，然后退而继之啊这一个裴修啊这个宰相他退下来就把他所听到的就记录下来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很有心呐，很有心。可是那个时候他还不敢传，那么识得一二很谦虚啦，说10分之中呢，他只有得到1、2分而已。那么配为心印，说这样以后很重视他，不敢来发扬，不敢把它发扬出来。那后来呢，惊恐入神经意啊，不闻一味啦。就是全无去啊！咱中国人拢暗道看到拢无了了，伊惊讲我若拢无甲伊传出来，都全无去啊！遂呢出之，所以才把它传出来。请长老法众就是听的人啊，有蛮多的人，请一些长老法众呢问于网路啊，这个长手这个亲闻啊，同意何如？说我写出来，甲咱大家听到的有共啊无然后呢记述啊其每段的接法都是一段一段的，那我们把那个比较好的把它记载下来所以有这个圈一个圆圈的地方就是一段要圈一段。知佛以一切众生呢为是一心，更无别法这个呢就是一段此心呢无始以来不曾生不曾灭不清不黄无形无相不实于有也不实于无不计新旧非长非短非大呢非小，超过一切的限量名言终极对待超过一切的限量，超过一切的名言，超过一切的踪迹，超过一切的对待。当体呢便是当下当体便是动念即乖就是动念就错了犹如虚空呢无有边际不可测度虚空没有边际，也不可测度。维持一心即是佛这一心就已经是佛。佛与众生呢更无差异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众生着相这个外求转失我们着了形象，向外面去追求，所以失掉了失掉我们心，所以就失掉佛了。那么佛使佛密佛将心周心我们本来就是佛使佛密佛，咱本来就是佛不过来找佛这个就是头上安头了。然后将心，我们这个已经就是真心了，然后我们还在周心求觉进行终不能得。不管再怎么久再怎么努力都得不到。不知呢徐念呢方虑佛自现前。只要我们习念，把所有念头都熄灭所有的虑考虑都忘掉，那佛他就显现在眼前所以是不是不一样的？各位前有没有感觉？我们看了这一段有没有不一样的？所以在讲这个真心之前我们又要强调，他在所讲的心不是我们根尘相对的那个四心是
我们佛性发挥出来了那个真心，那个心呢就是佛，所以在讲一心呢，也就是在讲这个。那么底下又有一个圆圈，那么此心呢即是佛，佛呢即是众生，众生呢即是佛，佛即是心。为众生时啊，此心不减；为知佛时，此心呢不颠，没有增加，乃至呢六度万行，河沙功德本就记住。这个六度万行河沙功德，我们本来都记住，不假修添，不用借着外面我们修持，然后添加。遇缘则施啊，遇到因缘我们就布施，许缘呢则己，习掉所有因缘，然后我们就进入那个己，如如不动。若不决定信持啊，而意着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全部呢都已经不对，以道相乖。此心呢即是佛。更无别佛，亦无别心。此心呢净明，这个很清净，很光明，犹如虚空，无一点相貌，没有一点相貌。起心动念呢，即乖法体。起心动念呢，就跟我们的法体，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即为着相，就已经呢着相。无始来啊，没有着相佛，就是无始以来，没有着相的佛，所以着相不会成佛。我们要成佛啊，一定呢不能着相。修六度万行呢，欲求成佛，即是次第啊，就是一步一步按部就那个次第。无始来呢，无次第佛，没有次第的佛，但悟啊一心。更无少法可得，就是领悟啊，我们一心，就是即心即佛，此则真佛，就是真正佛，佛与众生呢，一心无异，犹如虚空，无杂，这个无坏，没有掺杂也不会坏，如大陆人照四天下，照呢我们整个呢这个四天下。这个四天下呢，我们就是了解四大部洲。入照之时呢，明遍天下，虚空呢不成明；入没之后啊，暗遍天下，虚空呢不成暗。所以这个呢明暗有变化，可是呢我们呢那个佛性没有，没有变化。明暗之间自相邻夺。虚空性呢，豁然变，如不动的。佛以众生呢，心亦如此，心也是这个样子。若观佛，昼呢清净光明，解脱之相；观众生呢，昼过夺暗昧生死之相。此人呢，作持劫，立河沙劫呢，终不得菩提，即是呢着相之故。所以着相呢，就呢不得菩提。那么维持一心呢，更无微尘许，一点点微尘都没有，这个少法可得，微尘许的少法可得，一点点少法都没有，即是佛。今学道人不悟此心体，不领悟这个心体，便以心上生心。向外求佛，我们在心上又生心，要向外求佛，着相修行，那么皆是恶法，这个法不对，非菩提道，不是觉悟之道，这个呢又是这个一段。各位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是不是很高超？就讲佛性本体的，那因为还剩下13分钟了，这个要留给各位先生问问题，还是要再讲？我们讲到剩下5分钟再问好吗？要不要问啊？要好，请说。
好，请说。第一位在外望先生问的问题，说老师办道时有五通先人求道，为求漏尽通，求道后为何五通会全部消失？哦，好，请说。好，一个一个来好了。这个过去心不可以哦。或许不是讲过嘛，过去心有，未来心有，现在心有，我们被三世摄受，三世摄受，我们要六道轮回。那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没有现在心，三心没有，没有四相，三心四相没有呈现的跟佛都一样，没有差别的，全部啊，佛性啊都呈现。所以那个张守悟道记，这个一念不生啊，全体现，全体的佛性啊都呈现。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这个外道修持啊，它能够修到五通了。第六那个漏尽通那个漏尽通一定呢要了解到真理，就是呢山河大地啊都是我们这个佛性的呈现。那个才能够进入漏尽通所以外道会把我们的这个心啊就在身上，身外呢都是讲另外的完成的景象，完成的景象，他不把它归内心内所以那个六通的漏尽啊就永远不通了。我们要知道说，所有山河大地啊，都是虚幻显现，都是假的，是我们的真心性分里面含藏也如来藏来背，咱的性分来背呈现的所以这个都是心内，不是心外。假如说我们已经领悟啊，所有的万象都是心内，才有办法漏尽通漏尽通才成佛了。所以你要漏尽通就是要从真理入手了解说所有凡尘的万象万事啊，都是我们性分，都是真心佛性所以我们刚才有讲那个文殊菩萨讲说空生大觉中啊，如海一窝花这个空啊，在我们大觉性之中，就好像那个海浪泡泡海浪引起一个泡泡海涡那个海涡啊就很小，我们觉性很大你看从海涡这个一空立世界啊，有这个空的海涡这么小的空，才有世界，有世界才有众生，有众生才有业果所以世界众生业果是全部都是幻假的，不真。那我们了解这个都不真都没有，就回到了大觉你回到大觉以后，才有办法漏尽通漏尽通就是成佛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老师一来点到以后把你所有的那个五通全部你都不见了，是好事啦。为什么？因为你着重在这个神通上面，你不着重在本体。你着重在神通不着重本体，你就没有办法进入漏尽通，没有办法成就成佛。那没有办法成佛的时候你想追求的你的理想就达不到所以一定要把你所有的一些全部都去掉，去掉以后，你融入整个佛性本体了，漏尽就可以通了，漏尽通了以后就可以成佛了所以那个是好的，是好事啦我们不要说有神通就很了不起那个是佛性的功能作用而已。好请再说第二个。第二个问题是，佛菩萨及六祖应世时，既有时展现之神通，那五通仙人求道后，能够万缘放下并启发无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后，五通会再回来。好，请坐。我们要知道说那个整个那个游戏神通不只有五通那我们要知道说那个六通全部具备那个时候已经到达我们佛性的那个大用那个功能作用发挥到淋漓尽致
可以千百发针，可以变化所有一切的。所以佛学也在那个如是我闻或是那个三走悟道记啊里面也有讲，说我们在一个很炎热的地方走长途的道路，然后看到有一棵很大的树。然后我们可以到树下去乘凉，就是养精蓄锐。那个大树的呈现就是佛菩萨他变化的，他示现，他用神通把它呈现出来，甚至说我们在很炎热的那个天气之中，突然吹来很清凉的微风，那个也是佛菩萨他这个神通示现，让你清凉。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佛菩萨他这个示现，他呈现的那一些神通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你修正得到那个本体了以后那个发挥出来，不只有我们凡尘认为的那么小小范围是很宽广的。那我们在追的时候就不要去追那一些神通，不要着重在神通，着重在神通，我们对本体不会注意。你本体不注意那个神通很快会消失。那你本体已经修正了，那个神通你可以永远都用，而且用不完，用之不绝，不会绝迹，不会的。还有吗？这个问题我以前讲说，或许做万年放下时，马上会有呼吸变慢且变长，进一种很静且一切又清清楚楚，好像有一份绵绵密密的力量在身上，且与身体是无关系的感觉，但又好似他在手的看着身体一样，且做完万年放下后，精神感觉很好，不像以前一做就睡着，不知这样是不对。好，请坐。我们这个做万年放下各位要了解到，万年放下以后不是万年都放下了吗？然后我们再去注意说心上产生什么，然后什么念头，什么这个现象，请问这个是不是眼？是不是眼？是。这样有没有万年放下？没有。所以就是要了解到一个前提，万年放下。就是你不要去着重会遇到什么现象，有什么果效那个功效呈现，你也不要去攀岩，不要去管它。你只要做万年放下，全部都放下，放下再放下，这样它自然而然呈现的那一个叫了了不明的知觉性这个是我们勉强把它收了，因为收了又是攀岩，又是有眼。可是我们会说无迄句是安那，是稍微提示一下，说我们真的万年放下到一念不生的时候是有一种状态，那一种状态我们要深深的去体会，深深的体会以后它一定又有程度上的不同，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宽广。甚至在我们做万年放下种得很精致的时候你就不用再特地来做耳根圆通了，那个时候就可以直接从那个佛性本体一直延伸到整个虚空，整个虚空都变真空妙有，都已经都呈现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是一个很殊胜的方法不要去注重我安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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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够演那就没有万年放下，这样了解吗？还有没有？还有3分钟，好，请说。讲师慈悲那个给我们的经可以用打字的，你这样密密麻麻的看不行。
这个台北的前贤哦，也曾经哦把那个讲义都用打字的啦。可是我们一看打字的出来以后啊，这个精神都消失，精神啊！各位前贤，或许国民小学没有毕业证书啦，写的这个是不是要用精神去写？现在我们看的是要那个精神啊，你打字的全部都没有了，精神都不见了，不知道它可贵在哪里啊？那你讲是会不会写大字？我写这一张给你，有没有大的？我们下次呢，我们用大的字，有没有？像。头吃补的，小姐已经67岁了，老花眼了，她想戴眼镜起来不好看，所以用那个放大的来看。我们下个礼拜才全部都放大，因为那个写的都很密密麻麻，那个就是要看那个精神的，那个或许没有国民小学毕业证书的写那个下来那个都是很用心、很专注在写，而且都是把最好的，不是全部抄了，把最好的把它抄录，好的才要，不怎么出声的我就不抄，就是要那个精神，不然我们假如说要追一些资料，我们可能上网就可以找到，上网都会有，上网它会比这个还多。有一些就是或许是感觉不必要的，无需要，伊嘛拢得写下来。我是把迄个咱较需要，给抄落来。觉得说不必要，我就不抄了。因为那个都很长，那个文章一写下来都很长。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德老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或学机会学讲。我们呢就接着讲传心法要。各位手上这个传心法要的字有没有大一点的？又比上一次那个比较看得清楚了，这一次呢，又把它更放大。我们讲到呢，那个供养十方之佛不如呢供养一个无心道人。找到了没？2、4、6、8、10、12、14。第16行，有冇睇到啊？有哈。这个供养十方之佛呢，的前贤，这个时常呢，在经典上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写到这个供养十方之佛。然后我们要了解到说，以我们对文字的认识认为说呢，这个供养十方之佛，就是说买花买水果，然后到呢这个寺庙里面去拜拜，这样呢就是供养之佛。可是呢，它实际上我们要了解那个供养十方之佛，已经呢无量无边的十方之佛我们都需要供养。那呢我们在生活之中只要我们对所有众生，我们都尊敬，我们呢都平等心来看待，那个都在供养之佛。所有的众生都是佛，只要我们没有那个分别心，只要我们的心都是平等，我们对所有众生不管他行为是好是坏，我们都尊重他的佛性，这个就叫供养之佛。所以这个供养之佛我们要在
日常的生活中呢，就去这个实现。那假如说我们对众生有埋怨，那个叫毁谤之佛。各位对众生有没有埋怨呢？有啊，那已经在毁谤之佛了这个是维摩诘他所讲的。我们呢，假如说稍微有看一下经典有一部叫《维摩诘经》，那么这个观点是从维摩诘讲出来，所以我们对所有众生都尊重，所有众生呢，我们都就是平等心来看待，那个就已经是供养之佛。然后我们呢有埋怨，有不满，那个就已经在毁谤。所以这边呢说供养之佛不如来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各位浅显，无心道人是谁？是谁啊？是谁？不错，就是自己不太我们都不太敢承认因为也还没有了解到他实际的意思所以那个无心道人就是佛学一直在讲，我们凡尘我们的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那个心那个都是生灭变化，叫识心我们认识的心。然后无心就是把这些心全部去掉，那这些心全部去掉叫做妄尽，妄已经尽了，真就显。所以那个无心道人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样认识了没？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来发出来的真心，那个叫无心无心道人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供养我们自己那个无心道人。因为我们在凡尘生活的时候都没有把它启发，我们都是有心在生活了因为有心生活的心都是生灭变化所以那个呢我们不供养这个有心变化的人要供养无心道人所以当这个观念这个是怀让这个怀让禅师然后传到马道一，马道一又传给那个淮海然后又传给虚云。那虚云禅师一讲这个话，说供养十方之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那传到那个行思行思禅师就是六祖坛经里面有一个六祖很欣赏的行思，就是青莲山那个行思禅师那么他的那个徒弟已经到达那个叫延安原来的一块两块的块安平安全的安，延安禅师。然后延安禅师在主持的时候他的那个里面修持的一个徒弟就问他说：为神百千之佛有何过？那无心道人有何等？为什么要这个供养这个十方之佛、百千之佛，还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然后这个延安禅师呢，他就讲那个一句非常好的这个句语，他说：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一片白云，天上的白云横直的横的，横在那个山谷的嘴巴谷口。几多就是非常多的归鸟。这个傍晚鸟要回来休息因为有白云把那个山口遮住了，所以几多归鸟尽那个尽心那个尽迷巢迷昧他的家里的那个鸟巢知道意思吗？一片白云横谷口，
几多归鸟，尽迷巢。所以这一句讲出来以后啊，那或许就就是很深入其中很感叹。我们很多众生呢，都是想回到无极里天。那我们有一些前人引导的方向不是很正确，就变成一片白云，把所有要回到鸟巢、要回到家的这一些阎佛子啊，都使他不知道怎么回家。这样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要度化众生，然后要成全众生，可是我们都变成一片白云啊。各位浅显，有没有体会说我们变成一片白云，把所有要回家的阎佛子啊，都挡在家外？有没有？我们引导的所有众生都可以回到里天吗？可不可以？我们不要说引导所有众生啦，我们自己啊，可不可以回到里天？可不可以？有信心了吗？所以我们自己有信心，然后我们引导众生啦，度化众生，成全众生，才有办法把他们带到无极里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变成一片白云啊，把那个山谷谷口已经都朦胧给遮起来了。所以几多归鸟啊，尽迷巢，拢唔知要安怎等。然后我们又认为啊，功大德大，造了罪都还不知道。所以一定要明心见性。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就啊，就是对心性啊很透彻了解知道，我们才可以回到我们的故家乡。那我们可以回去啊，当然我们所度的这一些这个亲朋好友，他也才可以回去啊，不然我们都变成一片白云。所以或许一看到那个这个延安禅师讲这个话，有嘞，那种隐茫啊，家己都唔知行去倒我人生拢去咧带人，要是专人，像不像这个剧？很像我们变成一片白云，去横在谷口了，要回家主要道路我们已经把它堵住了。所以那个归鸟一回来以后啊，直直飞，拢唔知要飞倒，已经没有回家的那个清晰的方向。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一定要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这个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让那个不生不灭佛性都呈现。我们那个佛性一呈现以后，或者都讲，只要你肯做一段长时间以后啊，你就是不用肉耳跟眼通，都可以把佛性延伸到整个虚空。整个虚空啊，就变充在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了。这个虚空不是完空，是真空。然后佛性其实存在，就是有，没有形象，妙有。真空妙有，已经就在我们生活之中，所以一定要努力啊，朝这个方向。心明了以后啊，我们不会做错，因果就不迷昧。然后呢，见性了以后啊，成佛无疑，一定成佛。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佛性啊，那个性就在我们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呈现，就是那个在做佛了。佛就是那个。不很困难的，各位姐姐，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万年放不下。挂碍的事太多了，完成的事呢都是挂碍。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凡尘啊，都是污染我们的佛性，被那个凡尘污染，都不清净了。
啊，所以我们一定在日常生活中呢，一直要放，我们就当成已经自己一口气不来了，一口气不来，什么不想放的、不甘愿放的都要放了，我们就把自己当成已经那个样子，总有一天会那个样子嘛，对不对？要不要放啊？那个时候是强迫要放，那我们现在就先放啊，先放了，我们就可以先这个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目的地啊，就是回到无极里面的，那个万年都放下了以后啊，佛性才会出现。所以我们不放啊，那个妄都在，妄不尽啊，真就不显。说妄尽，真才显。真一显现了以后啊，我们就是这个真。这个真在成仙走活的，这个真整个都充塞宇宙虚空，所以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们真心佛性。要研究了。不过我们这边程度很好，才9个月都进入状况了，进入了没？要敢承担我们要承担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来就是佛。本来就已经就是了，所以在生活之中就尽量的万年都放下，完成事我们只要呢有的吃有的穿，可以遮风避雨就好了，剩下不用用心去追了，一口气不来，什么都带不走，什么都是别人的，所以留给主身不要留给他财产，留给他德性就好。有德呢，所有的人都会尊敬。你有钱不一定人家尊敬，而且有钱主身又会争财产，争得很难看，都打官司那个很难看，所以我们不要留给主身财产，把所有财产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好好运用，度化众生，用来布施。各位会不会布施啊？这个布施就是舍，舍就是万年放下。我们能够舍，我们真心才会呈现。真心一呈现的生活都是真，一真就一切真了，全部都是真。那我们不肯放下呢，我们就是守着妄，那个妄一守住了，整个生活都是妄，都是假的啦，没有一项是真。所以我们就是真心重要，所以那个供养无心道人，这样会供养的吗？会不会？就是所有跟尘相对的心全部去掉，那个都是妄，都是生灭的。那我们全部把这一些妄都放掉了，真就呈现。那个真呢，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生花，是从佛性出来。我们都不要它，它也在了。可是妄心就是无体，随着环境变化就变化。那我们不要去追那个生灭的变化，我们追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各位就把它记得，一片白云横谷口，然后呢几多飞鸟尽迷草，都迷昧了，不知道家在哪里。我们不要当白云我们要当什么？我们当清明空清明空会不会？清明就是很清晰、很明朗，整个空间都很清晰明朗，是不是知道归家的道路会不会？会不会？还是眼里当白云所以供养十方之佛呢，不如供养一个无心的道人，就是我们自己要启发自己，全部都进入真心没有那个凡尘用的那个私心。无心则无一切心也，那个无心就是我们凡尘生活在一个心那个心全部都是没有。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这个地丑地小，人很多地小人稠，那这样呢，我们就心也都变得很狭隘了。假如说我们都是
在这个地很广，人很少，所以只要我们到那个中部那个合欢山各位有去过吗？或许曾经在合欢山走一天呐，走一天的道路，那个时候是有心想去那边闭关的，想说我一个人来修，所以到合欢山去找那个环境，结果走一天的时间竟然没有遇到一个人。各位先生，我们在社会上这样人这个顶弄这些人假如说有一天一个人都看不到的话，会怎么样？那个时候已经到傍晚的时候，那后姐就在想，说这个时候假如说有一个平常认为的大仇人出现，我一定会很高兴的哭了。为什么？看到人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多的时候会讨厌没有人的时候会想念。虽然不认识可是看到就好，看到就很安慰了。所以没有真正的去实际体验不知道那一种意境行到真是一天拢无拄到一个，然后那地方很有意思那个路边有那个杂货店，路边有在卖物件，那个杂货店它那个建筑就是安尼用迄个安尼稻草掠的安尼砍的，所以等于是说没有房子啦，就跟他安尼看的那鸟然后他卖的东西都在里面，你要拿就可以拿到了，他没有人在看顾，就是那个样子很开放可是因为我们就是也不会想那个新手去拿，不会了。一样还是看了知道有这个事就好了，然后就走过了，走过去，然后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说，我们在凡尘角度要多方面，多角度要多，宽广，我们视野也会更宽广，所以在那一种这个现象之下就容不得我们给他等价多了，就是会很宽广。心会很宽广，自然而然被环境影响，所以在那一种这个环境之下，我们的心态就变化，跟在都会区不一样。在都会区呢，我们坐车，人家这个等所以一下子来一定要坐不上车了，我们就心里面会埋怨说，上好拢卖有人在等，干那我就好。然后车子来车顶卖客满，我会当过去，安尼上好，对不对？结果来的时候客满，这个所有等的人都在等，又上不去，然后20分钟一班，又在等20分来，又一样，要40分了，再来要1个小时了，心会怎么样？会急呀，对不对？心会急，然后会不会有埋怨？会不会？那个不会埋怨太奇怪。所以我们就会说，人了的嘴，所以就会讨厌人多了。所以或者就用那一种一天都遇不到一个人的那一种经验来这个跟这个对比。人这么多你讨厌，那个都没有人呢，你会更讨厌。为什么？是那都没人。为什么会那个样子？所以整个我们那个视野见解都不同了，不一样。所以就会有一种成人之美，成人之心，就是看人家呢都能够达到他的愿望，就高兴。各位有没有那种经验？看到人家达成愿望很高兴。
有没有？虽然跟我们自己没关系呀，可是自然就很高兴。好像我们在凡尘呢，这个遇到人家做善事啊，我们也是无缘无故很高兴，对不对？看到人家做坏事会很生气的，也是无缘无故会很生气。跟自己虽然没有关系可是自然而然就会呈现，呈现那一种自然的那个前态出来。所以我们就说要知道说我们在凡尘对这个人性对真理假如说我们都不研究不探讨，然后呢我们会随顺这个凡尘，会随波逐流，会跟着时代的潮流，然后我们去走。跟着时代的潮流去走，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定又会迷失最后都一定走入自私自利，对自己有利的去追求，对自己没有利的就不愿意去参与。那假如说我们对真理有认识说显现在凡尘是我们以往所造的业所呈现的果报，是好的话是福报，是坏的话呢，那就表示以往做的不好，所以有坎坷的那个遭遇，那我们都要去面对要了解那个都是凡尘的尘事，凡尘事不重要的。所以以往我们儒家呢就一直要我们坚定自己的意念，所以那一种富贵不移，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然后呢这个泰山崩于前刀继家以后不动声色，那个就是从佛性发挥出来的大定，不受外境影响，外境的富有，外境的贫穷外境的那个恐吓外境的所有一切的为难我们都不动心，是不是不容易？容不容易？所以呢对真理认识了透彻了，就有办法达到不被外境影响，你自己心里面如如不动可以有很大的定力从佛性本体呢发挥产生。那我就是要这样才真正的不枉费我们到凡尘来一趟但一生一转眼就过去了很快就老了，就没有力道了。那我们想再修都来不及，所以现在在还可以主宰的时候，就要努力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是不是自己可以努力了？那我们在可以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我们去看8点档，我们去坐着一直跟电视机面对面，去跟那个电脑面对面去上网，是不是在浪费我们生命？自己不做功夫，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可不可以等我们不能呢所以要做，你做一天有一天的功夫啦，做1个小时有1小时的功夫就是要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只要你肯做，你会发现原来念头是自己可以掌控的。所以可以掌控念头了没？可以了真的那么理想？虽然说我们妄念是自己用力去生发，可是我们就是因为习惯性太强要他全部念头都不要出来不要起心动念偏偏就是要他要冒出来那个很强的那一种自然而然，是我们生活习惯6道轮回太久了，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把它改变。改变呢不要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叫无明，无明呢我们要了解就造业，造业就要受苦。所以要我们我们这边发明或许都讲，我们不是要不要和尚，也不要和下，要和中嘛可是我们这边发明的要把它贯彻和中就是中道。中道呢，时时刻刻都在觉，没有不觉啦
所以或者说我们大概是24秒可以啦，一天呢24个小时里面24秒可以结，然后剩下都不结。然后我们现在要努力24分，然后真正的2个小时又40分，然后再接下来，已经可以半天12小时了。再接下来，可以，我连睡觉也都可以手中，连睡觉都是在觉之中那24小时就呈现了，就真的是合中了。要努力可以喝多久了？24秒还真的24秒，还有的都24秒都没有连那个24秒都呈现不来，24秒都在不知不觉之中，都在无明之中。所以我们众生都是这样迷昧不了解说，要自己的那个佛性出来当家，一定要启发不然怎么当家？主人咱都拢也唔捌。各位认识自己的职能了没有？认识了对了，这么久了9个月一定要认识的啦。爱捌伊伊捌咱无？捌。有互伊咧做主未？有没有当家的？有这个很亏心的说有，不敢很理直气壮有，不一样，还是感官六根在当家。我们要知道6根当家造业，就是要受苦啦。我们受苦的时候就不要埋怨。我们说一般都会怨天尤人那会我咧受苦，那不是别人，苦拢有别人，那要想不会拢有我，有没有？不错这个不回应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日常生活就是实际的来修来做，多做你这个万念放下的，然后一念不生。当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本来面目就会呈现。本来面目呈现的时候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要认识你要把它培养，让它茁壮长大。久了以后呢，那个般若妙智慧就会生发，就有。有了以后我们就会自然而然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就会呈现。所以在讲说这个5通6通这个上个礼拜不是有这样问嘛？有前贤说那个求道以后5通都消失了，那或者说5通消失才是好事追求神通是生灭的。那我们以后证悟佛性本体以后，那个呈现的神通是功能作用那个大用无限那个神通不只有无眼有通那个通的不得了。我们可以把空间的所有宏图让它要集合成什么形象，我们可以自由自在。那个通有没有超过6通？那个叫游戏神通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你5通没有放掉，也就是把山河大地外相都当成外物外面的东西身体是我的身心，外面都是外面，跟我身心没有关系。那个叫外道，已经在道之外叫心外启发，那个都外道。所以外道没有6通了，没有漏尽通。漏就是烦恼，所以他的烦恼都在。那我们要进入到没有这个所有凡尘没有分别，都是一体，全部呢都是真心佛性那个时候漏尽就通，漏尽通就成佛。成佛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凡尘的所有宏图可以集合成你喜欢什么样的形象，就呈现什么样的形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定也要追求最上圣的，而且一定要有心有心追求，天下无难事嘛，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有心去做就可以达到这一个程度，这个状态
所以刚好我们就讲，说这个无心啊，就是没有生灭的心。无心啊，就是把那个生灭的心全部去掉，生灭的心都是妄，不真，不生不灭才是真啊。所以那个妄一尽啊，真就会显。当真显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认真了。所以我们从小时候啊就被告知啊，你要认真哦，要认真哦。我们有没有认真啊？我们都认假呢。都不认真啊，真都不认识，不认真，都认假。所以从小这个一直啊，长辈啊、师长都一直告诉我们要认真，要认真。那个已经在告诉我们真的要认识自己呀，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要认真，真的才会长存。假的很快就不见了。所以我们那个把那个生灭的心去掉，就无心了。没有那个生灭的心，无一切心，就是没有凡尘用的这一些生灭的，如之体呀，内外啊如木石，那个如不动。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它是如不动，真如啊，如不动。所以我们有看那个如是我闻啊，那个如就是真如，真如呢佛性本体，如不动。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它本来就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如不动。而且都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说，说我们有玩过照相机的人啊，他一定知道，在按下快门的一刹那，绝对不可以晃动。镜头一晃动，洗出来的相片一定模糊不清。全部不动，七恰很清晰呀，整个呈现。所以我们佛性在身上，假如说是他动的话，那我们看到的景象啊，都模糊不清。可是我们看到景象都这么清晰呀，我们头动得很快，一样很清晰呀，所以动的是身体，不动的是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个如不动，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如不动，因为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我们讲那个耳根圆通最后面那个文殊菩萨说我们这个世界啊，是如海一欧花，就是依空立世界。空从哪里来？从我们的佛性本体来。因为有空了才有世界，有世界才有众生，有众生才有业果。所以世界、众生、业果，我们就三个一直连续啊，没有断绝。这个都虚幻不实在，世界不实在，众生不实在，业果不实在，都是假的。真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如动的佛性本体。所以这边呢就讲，如之体呀，内外啊如木石。佛性本体呀，那个内外没有内外，没有内也没有外啊，因为太宽广了。没有内，小到已经没有内，大到没有外，全部呢都好像我们凡尘的木石一样，如不动。那个我们佛性本体啊，就是如不动。不动不转，内外啊如虚空。我们那个如佛性本体啊，如虚空，内外如虚空。不塞不碍，不会阻塞，也不会这个妨碍。无能无守，没有能守，所以这个没有能守这个就是没有事相，有能守就是有事相。各位都还有印象吗？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那个能守都呈现比方说我能看，一定有我所看，有没有能守？那个能看的就是我相，所看就是人相。那所看差别重生呢，就是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就事相啊不呈现。然后没有能守，就没有事相。那我们要进入没有事相，就是不要有三心。三心知道吗？什么心？
哦，对，就是过去心、现在心跟未来心。然后呢，过去呀，我们对过去的事情，过去所发生的，我们遭遇的，我们都去想念，都去回忆呀。所以年岁越大那个过去心就越浓厚。然后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有过去心被过去过去事摄受，去互伊吸去被它摄受。然后我们有未来心，就是策划未来，被未来又摄受。有现在心，又被现在事摄受。那三世都把我们摄受，就表示我们六道轮回。然后我们过去就让它过去就不要再去回忆了，不管怎么回忆它都不会回来。然后策划未来我们那个身体要用佛性不用，所以不用策划未来。身体要策划未来，佛性不用，佛性是在当下的所以不用去策划未来。然后我们现在不住，我们说现在它又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你躲不掉了，没现在，这样知道吗？不回想过去，不策划未来没有现在，三心都没有。三心没有所呈现的跟佛就一样，因为没有三心，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所有都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众生跟佛都一样，没有差别。那所以之前或者就讲时事古今不离当面，都还记得吗？我们三世各有三世。过去世有一样有三世，现在世也有三世，未来世也有三世，合起来就9世了。那加我们现前一念一世就10世。那10世古今就是亿万年前、亿万年后不离开我们当下的这个念头，所以我们当下这一个念头就具备亿万年。亿万年就在我们当下这一个念头，这样了解吗？我们亿万年前就是现在这一个念头，亿万年以后一样现在这一个念头，所以我们了了分明的当下，就是我们要追求的，这样会不会很容易容不容易？不相应。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潮流之中，它会跟着外面的流行而流行所以这个真理很深色就装不进去那我要了解到那个凡尘的那个世界流行，那个是没有一个固定，它是变化无常，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现在有新的事物那往后还有现在的新事物就变旧了，它都会这样子一直推移，这个是属于现象界。那现象界呢，我们要了解千差万别，现象界千差万别，真理只有一个。那我们呢守住真理我们守住不变的真理就可以应万变的现象界真理不会变，会变就不是真理所以我们要对真理透彻认识，认识了以后我们守住在我们身上最亲切的真理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体，那个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要把它守住要把它修正，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一生呢，我们把它呢列为首要的目标，要去达成。我们达成这个目标就可以一劳永逸了。现在比较这个劳苦一点，然后往后逍遥自在。虽然说劳苦那个也都是这个外面的人说的，自己修持的本身不会觉得。所以那个苦跟乐都是主观的认定，没有客观的标准
客观人家说苦呢，可是我们主观呢，只要你是心甘情愿，都很快乐，对不对？我们愿意做的事啊，再怎么困苦，都是很快乐的。可是别人看起来很苦那个是别人看的角度不同。那我们要培养自己呀，就是要投入在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上面用心，然后呢从那个本体发挥出来。那从本体发挥出来，没有两边，没有我们凡尘所谓的苦乐。就真正的已经到达那个佛成就以后的常乐我净，有4个德整个都实现。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就是努力要把那个四相三心四相去掉，所以就没有能，就没有守，没有能守。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是心甘情愿。各位有没有培养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都是心甘情愿？是有啦，很少拢唔甘愿的较济各位会不会感觉我们生活很无奈？逐天拢爱食3顿暗来拢爱去困，就不能不这样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都可以超越的超越这个凡尘的所有这一些现象。那我们呢，只要进入我们真心的这个追求它呢所有的这个现象都不会牵累到我们的心，心里都可以真的在如如不动的状态之下，那个才是我们要追求我们可以把它呈现。那因为呢，我们六道轮回太久，习性都太强我们要努力的把这一些习性能够转化都让它能够进入佛性本体。这样呢，修道就是成就了。我们最怕自己被那个外面左右影响，自己都没有主张这样的话，一生一过下来到最后了，各位前行，我们一口气不来要去哪里没路通行。努力的把那个三心四相去掉，就无能无守没有能守呢，就进入一个绝对体无方守，就是没有地方所在因为没有地方所在，所以非常宽广有地方所在呢，那个角度就很狭隘了。那么无相貌无得失去者呢不敢入此法那个去就是往修持者，我们修道的人呢不敢进入这么殊胜的方法恐落空非常害怕进入那个顽固所以我们了解我们修持到这个最高法门的时候那个百尺竿头要更进一步了。那个南极老先生不是说吗？这个我们呢，这个坐在那个百尺竿头已经修到最高的程度了，可是都不敢更进一步，因为更进一步拢无坑无吸百尺竿头要够一个竿头通好吸，通好依赖再更进一步哇都拢无对不对？南极老先生告诉我们说，你更进一步的时候那个我们那个法身的前身呈现了就是全部都没有依赖那个是最难的那一个地方所在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修持那个去者不敢呢进入这么殊胜的这个法门，恐落空无七驳斥
没有呢这个安生命的地方，不知道说整个虚空都是我们法身，整个虚空呢都是我们安身的地方所在，故望崖而退所以才会望着呢已经到最殊胜目的地都快到了，然后退转了。就很可惜呀，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要呢这个认知就是要透彻，透彻以后我们行为呢就会贯彻，贯彻以后成效就呈现，就能够呢让我们成就。那么底下讲的这个闻思当离，普贤呢当行。这个闻思就是妙智慧第一他智慧很高。那么闻思呢就在我们身上，之前我们不是讲吗？满眼本灰色闻思常触目，满耳本灰身观音在耳根，还记得吗？就是呢告诉我们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所有万象，我们都是闻思菩萨本身看到的，我们都有智慧去辨别。不会被形象迷惑了。那我们假如说被形象迷惑，产生呢我们那个不正确、不合理的行为那就是那个闻思没有当家。那闻思当家的时候我们都有智慧去判断什么相我们知道该怎么处理不要再形象那个就是已经呢闻思在当家。所以闻思常触目，我们眼睛所看的闻思都有来这个出来当家，所以闻思当离。然后普贤呢当行这个普贤它就是实际的知道道理的要去做，要实践，不能说光知然后不行，知道不行那个道不是我的所以我们呢在那个华严经呢就有讲说这个闻思那个这个普贤他的那个法身呢这个跟虚空是一样一体的然后依真而住为国土，不是呢住在有形有相的国土上面，而是依真而住。依照呢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住在这个佛性上面然后行此持来都是复合真理。所以呢这个普贤呢当行。然后离则真空呢无碍之理，那个真空无碍之理就是闻思。然后行者离相无尽之行，已经呢离开形象。所以度尽所有众生成佛，没有一个众生是我度的他已经度所有众生，很努力那个离相的很努力在度众生，可是他呢没有那个住相的心所以那个行者呢离相呢无尽之行很努力去做。那么观音呢当大慈世智当大智。那个观音就是观世间的音声，行深救苦。我们了解说每一个呢都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呢寻声救苦所以呢这个观音呢当大慈这个慈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就叫慈。那我们呢都可以当观世音菩萨就给众生快乐。那么世智当大智。那个世智就是我们知道真理要用大的力道去实行你有实际的去实行你就是有智慧咱若拢知唔做，知影唔做就是无智慧，智无够所以呢大世智世智当大智。那么维摩净明也那个维摩诘维摩诘居士它是属于净明那个这个净明也是呢维摩的另一个称号。那么净者性也清净就是我们的佛性
那么明者啊，相也，哦，那个明啊，就是形象，所以清净的佛性啊，哦，它有形象呈现，哦，性相啊不异，哦，这个性跟相，哦，它不是不一样，因为有性才会现象，哦，所以现象啊也有性在，哦，所以呢，明者就是相，性跟相，哦，没有不同，号为净明，就叫做净明，哦，维摩诘的，哦，那个名称，哦，但会呢净明啊，哦，两次啊变得，只要我们知道呢这个净明，哦，就会这个进入清净的佛性，然后呢形象也一样的清净，所以净明两个字呢，我们体会了就可以进入那个大道的本体了，净者本体，明者机用，我们有本体的，有清净的佛性本体，然后从本体发挥出来的功能作用，就有那一些迹象，痕迹形象。那么从本体呢，起机用，从体起用，从我们佛性本体起来的那一些功能作用，从机用归本体。我们又呢从我们的所有那个功能作用又回归到佛性本体，然后体跟用不二，体用不二。所以我们了解说呢，虽然文字讲出来比较不容易了解，可是假如说我们用比喻说我们拿着钱去买东西，那个钱就是体然后买东西就是用我们都有买过东西吗？有没有体会那个体用？我们要有钱体买东西用你假如说没有钱就是没有体啦，对不对？你没有体，说不去讲买人要买你吧，就不给你东西了。所以我们有钱就是有体，然后去买东西就是有用。体跟用是不是同时？就是同时，体用同时。我们用这样呢，就容易了解说，我们有佛性本体，所以才有功能作用。体跟用他说同时的，同时存在。本机归殊，就是呢佛性的本体跟它的那个作用那个迹象，归殊不是不同，是相同的。知大菩萨呢，所表者人皆有之。这个知大菩萨呢，他所表现出来，他所行持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不离一心。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知大菩萨所表现出来，我们全部都有，不离开呢我们那个真心。悟知即是，我们领悟了就是了。我们领悟以后我们就是大菩萨，就是佛。那么今学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以心外求。这个虚云禅师呢就讲说，现在的学道人不向自己的心中领悟，佛呢在我们心中我们都是佛，我们呢向心外去求，着相取境，我们都住在形象，然后呢外面的景象，我们都取，都住在景象，那么以道相违背。以道就已经相违背了，那么这是一段。那么恒河沙者呢，佛说是沙，那个恒河的沙，这个呢，这个佛呢曾经就有这样问过，说恒河的沙，佛呢怎么说？也一样的跟众是说是沙，就表示无异说。没有说不同的啦，是一样，那么此沙，知佛菩萨呢，示范知天这个知佛菩萨，那个是就是那个四体观音就是忉利天，就是呢33天那个第四，
皇帝的帝，解释的释，哦，那个帝释呢，那个四体梵音，哦，就叫释。那梵呢，就是色界的哦，那个第三天大梵天，哦，知天示范知天，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示范呢，就是代表欲界的哈那个6欲天以及色界的18天，哦，用呢示范2个字啊，把它哦代表出来，哦，说呢知佛菩萨示范知天呢，哦，这个呢不履而果，哦，杀意啊不喜。哦，不是杀哈，很高兴啊，被这一些哦有成就的这一些哈修持者走过了，哦，然后牛羊虫蚁呀，哦，这个呢踏剑而行啊，杀意不怒，哦，那个杀呢他都不会哈喜欢讨厌啦，这个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要学哈，那个八风吹不动。各位浅显八风知道吗？说说看，对，嗔机毁意呀，苦衰乐利，哦，八风。然后我们吹动的吹不动，吹我们的时候动不动？我们都动，所以我们就要学哈那个八风吹不动。为什么能够八风吹不动？就是哦，我们对自己呀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非常有把握。那么这一些呢，嗔机毁意啊，苦衰乐利，都不关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事啦。所以不管是人家称赞的，不管是人家讽刺的、嘲骂的，都无关。是不是可以不动的？还可以呀。可见我们对自己信心都不够，要培养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信心要够。那要够呢，就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只要有空闲的时间呢，尽量利用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无必要做的代志就卖做把那时间都给空下来做什么？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这个可以自己主宰的，只要你做到有心得了以后都快成就了绝对不会后悔的不做才会后悔的做了就不会后悔。所以表示那个沙不管是好的坏的，把它踩过踏过它都不喜不怒珍宝馨香杀意不贪这个混腻秽臭杀意不恶，不管是真香的、真臭的伊拢无分别心所以这个呢是告诉我们修道就是要进入真正的修道的轨道一进入了以后我们在凡尘所有遭遇都是小事了。那么此心即无心之心就是我们要了解讲到这个心就是凡尘的跟尘相对的心全部都没有了那个呢就是真心了。真心就是无心所以那个即心即佛就是在讲这个这个心就已经是佛了，离一切相，所有相呢都离因为它没有形象所以也不住相，真心呢不会住所以呢离一切相。众生之佛呢更无差殊，众生跟之佛没有差别没有这个殊异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但能无心便是究竟。我们只要呢跟尘相对的心全部都去掉了，就已经到达究竟了。这样容不容易？怎么又不相应了？很容易的啦只要是6根眼耳鼻舌身意对6尘色声香味触法产生的6识都不要，那个就叫无心的啦一无心了以后真心就呈现这个真心呢就是无心之心就是即心即佛的心就是佛了。所以这个已经呢就是究竟但能无心呢便是究竟。我们学道人若不
若不肯直下无心这个累劫修行终不成道。累劫呢，就是非常长的时间累生累世就一直在修都不会成道。为什么不成道？因为我们不肯把世心、生灭心忘掉，所以不会成道。一定呢要成佛成道要把世心、生灭心呢全部都放下。那么被三圣的功行继续三圣这个下圣敲打念场，然后中圣速流动静，然后上圣就是我们追求的这个心理心法这个三圣继续去互拔掉的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修持呢，都是一个过程过程有一些我们是需要，可是过去了以后，只要我们已经到达目的了，那把那一些过程的那工具全部都去掉不用背在身上所以我们不要被三圣的那个功行继续不得解脱。所以我们要解脱要自己力，难证此心有求己，要证悟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有慢有快有稳华一念变得无心者一稳华，然后呢就到达一念万念就变成一念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那个呢真心了已经无心，有智呢实住实行实信实回向然后呢乃得无心就是我们一般那个正规的修持方法，从呢那个信心实信开始信心有10个，然后呢进入实住实住以后进入实行，实行以后进入实回向这个40个位阶啦，然后再进入释迦行，然后再进入实地，然后等觉妙觉55位成佛所以我们从凡夫到佛总共有55个位阶各位先贤走到第几阶了？45了没有？还是已经走到55了？长短得无心即住更无可修不管我们是长我们是短，只要呢到达无心，无心就正确了到达无心的时候那再往前更无可修已经进入真心了，就没有法再可以让我们修，那么更无可证实无所得到达最后面为什么没有所得？因为恢复到佛性的本来我们本来已经都呈现的啦，所以最后就是无所得，无所得才是真正的已经成道成佛了。那有所得就有所失啦，有得失还正在努力修的过程之中到达无所得了就成就了真实不虚这个呢没有骗人的，实实在在一念而得，以实地呢那个实地就是菩萨而得者功用恰齐一念就得到了，跟你修到那第54位54位佛有那个菩萨有实地啦从呢那个45开始到54那个都是菩萨的位阶所以呢一念而得，以实地而得功用恰齐，刚好都一样所以不管是早得是晚得，只要得了都对了各位都得了没？是有啦得了，这个得了可能还对他蛮有怀疑的不很确定，不肯那个当下承担所以我们了解
要自己对自己有信心，不生不灭的佛性呢，就在我们身上，更无深浅，只是呢力觉往受呢，那个心情，长时间呢要受苦所以我们了解说，在修持的过程里面佛是不鼓励修那个苦恨苦行修苦行拢无鼓励。他说对众生没有帮助对自己也没有帮助。可是有一些修持者以利用那个苦行来磨练咱的心性。我们身体都是好逸恶劳，咱用那个受苦来这个好逸恶劳的那个习性把它除掉了。这样了解意思吗？不是讲苦行会成道啦。释迦牟尼佛讲伊讲若修苦行会成道迄精神遐野兽已经拢成道啊。这样听懂意思吗？所以佛那样讲，或者听准到咧那个精神跟遐野兽是不是拢咧受苦？他们假如说真的是苦会成道，因拢成道啊。所以我们就是不用朝着那个方向，只是我们假如说自己真的太好逸恶劳，拢没有身躯享受，拢无爱受苦，手拢不懂三宝，那就不行了。各位在家里手有懂三宝无？就是要做我们要知道人能做就是幸福啦。你若规工拢卖工过做，你叫点做真的是在受刑罚，在甲刑罚，对不对？所以咱就要了解讲，有事情做才是幸福，有工会得爱真欢喜，欢喜无？不错，这个叫有相应造恶这个造善皆是着相。我们在凡尘不管是造恶造善，全部都是着在形象。那么着相造恶往受人毁。我们着相造了很多坏事一定要接受人毁那个果报。那么着相造善往受劳苦。所以我们这个行善有福报。各位浅浅，我们到凡尘来享受福报，好不好？不好都不想吗？接受福报，有钱有社会地位，哪会不好？不好好不好？这个还蛮坚定的，不好。为什么不好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一接受那个福报，心里面内心的深处难免都会骄傲，难免都会自觉的高人一等。这个就是最大的毛病所在，而且是不知不觉自然呈现。因为有自大高傲，所以造下来的业是蛮大蛮多。所以只要福报一享完了，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福报种的都不很多了，不像那个以往修持者他可以用生命来布施，那个福报才真的较大。可是我们都没有只有身外物布施而已所以那个福报都有限的。那有限的福报，我们又培养那个骄傲自大，往后福报一享尽了我们就落入三恶道，很可怜所以佛鼓励我们修持者就是不要进入三界，不要享受福报，要深植德本，让所有的善都变成我们的德跟本。我们有德本才可以利益众生，才可以降伏众生。众生所看的就是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德，不在我们身份地位只要你有德，德重就鬼神亲
鬼神都很钦佩的这个有德者，所以我们了解培养德是重要。它是从道直发，从佛性本体直接生发。所以我们所种的就是要殊胜因缘。众生的善因缘都不足所以遇到上乘佛法机会就不多了。那善因缘足我们才可以听到上乘佛法。上乘佛法一听到以后，又要我们的善能够有根，善根成熟，我们才可以去实行实践，实行实践才能够成就。成就了以后可以无量无边利益众生。这个才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所以我们了解说，既然我们有缘能够知道最上乘佛法能够明心见性，能够研究净理心法，那个就是很不容易的可以回归到我们原来有一些说我已经回归本位了，可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本位我们所讲的本位是我们还没有落入完成之前的本位，不是说已经在六道轮回之中的位了六道轮回之中的位太多了我们也曾经做过什么，曾经做过什么，你去归还那个都是不究竟。那我们真的回到本位以后那个就是已经可以游戏神通那个才叫真正的我们追求。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心，我们就是不要空口说白话，说了就做，做了就会呈现功效，功效呈现了，我们自己能够受到利益，又可以利益众生，这个才是实际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各位就可以想象9个月之前跟9个月以后的现在一不一样？心是不是都不一样了？我们心力变的话，心态变的话，形象变的话，环境变的话，整个都变的话，有没有没有的话就要努力就表示你做的不够这个大家都在看着你呢伊在研究心理学法看安那你假如说做的都让人不欣赏，人家会学吗？不学那个价值就不呈现了。那你能够学了以后实际做，那你做了以后整个都不同处事待人整个不一样，人家会很欣赏很欣赏的时候，你度他容不容易？就很容易了你就可以跟他讲，我带你来成仙做佛，不要再凡尘受苦，会不会哇，会的，这么叫你要试一下。不能谦令圣华自己好就自己这样点点做不赛。我们中国人的毛病都是这样胖斗坑波啦，惊人也比人较高。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定自己先这个超脱这个所有的生灭现象，然后也引导所有我们亲朋好友他也都一样跟我们一样可以进入佛菩萨的领域。所以着相造善一样往受劳苦在凡尘或许都讲，有些是很无奈的啦。人吃三顿要对人吃，人来困要对人困，人来起来要对人起来，对不对？要不要？要不要我们可以都跟人都不一样嘛。人家讲话对不对？会说那个怪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落入凡尘既然有形象就是劳苦凡尘劳劳碌碌都是劳苦总不如言下自认取本法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生灭的心全部都去掉就进入不生不灭的真心此法即心，心外无法就是我们真心，真心以外都没有法。我们心外去起法就叫外道，道之外就不行了
那么此心即法，法内无心啊，心自无心，亦无心者。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先得了解那个状态，真心是我们要有一个方向目标，我们到达以后啊，就连这个也要去掉，也不能住相，全部都不住了，连这个心真心呢，我们也不住在心上了，那就进入绝对的真理世界，那个就是正确的。所以法内无心呐，心自无心呐，他没有那个自己啊说我是心，我是真心，没有，也没有说我是无心者，也没有，所有两边的都去掉了。将心啊无心，心即啊成有。我们把那个心这个就是了，那这样又住相，住相又不对了。所以呢，这个将心啊无心，心就变成有了。皆诸思虑呀，默契而已。我们把所有的思虑，思想考量、思量，全部呢都去掉。然后默契啊，点点啊，然后契入，契入真理，故曰呢，言语道断啊，心行处昧，就是言语，我们讲出来呢，那个都已经有一点偏离的啦。可是没有讲又不了解，所以我们勉强借着语言来说，言语道断，已经都不能说了，那就进入妙，进入妙的状态，语言就不能说了。然后心行处昧啊，我们心呢，在一念接一念，那个叫心行。各位有没有在心行啊？心里面一个念接一个念，心在行啦，一念接一念接一念，那个叫心行。那么心行的地方所在叫心行除昧，这个让我们那个一念接一念全部都消失。那么此心呢是本源清净佛，所以我们这个真心呢就是本源清净佛，人皆有之啊，每一个人都有，蠢动呢畜生与知佛菩萨一体啊无异，只要那个蠢动啊，那个畜生啊，他也一样有，有呢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因为他呢所做的不好，在凡尘做坏事，所以他呈现那个畜生的身体，那个身体啊外表的形象也就被畜生出来，是那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在凡尘要了解因果很厉害的，我们呢这个最好都不要去假那个众生的那个肉，因为我们吃它的这个吃它8两要还半斤啦，绝对走不去的，无迄个讲甘愿给你吃，都不甘愿，所以我们就不要跟他结怨，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只为妄想分别，造种种业，我们都妄想，我们在凡尘跟尘相对产生的都是妄想，所以我们不要用那个妄想的心，也不要有分别，我们分别心都很浓厚，从形象产生从形象产生分别，各位有没有分别心？不但有的还很强烈，对不对？看到这个有钱有社会地位我们都想攀岩，想得到好处假如说看到那个浑身都脏兮兮的街民流浪汉，我们就避之唯恐不及有没有分别心？都有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他的那个遭遇全身脏兮兮街民流浪汉，就是他呢都不行善，所以那个遭遇就很坎坷。佛性是一样的啦，可是它的呈现的现象就是让人瞧不起。那个呢，有钱人有身份地位就是他在理事之中呢，都有在行善，然后做的都很正规正矩，所以呈现的呢，让人也会仰慕，就会喜欢，那个是他的果报。
所以不管是精明，不管是他身份地位高，都是果报。那我们要了解，佛性都是一样，果报不同。那只要他果报一接受完了一回到原来佛跟众生都一样，没有不同都一样。所以我们要有那个内心深处的平等心当然我们表现出来会有不一样的那个不是从内心分别的，而是自然呈现的。那自然呈现呢，就让它去自然不用强去呢把它呢这个讲说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样会束缚啊，我们会束缚自己。所以呢我们在凡尘重点呢就是不要那个妄想，不要那个跟尘相对的心强烈会强烈了以后会造种种业那么果本佛上实无一物我们成就了有佛的果位那个在本佛佛本那个果本佛位的上面实在呢是无一物什么东西都没有是全部呢都是真空虚通呢极静我们要了解我们呢是虚通极静一到呢佛性本体以后就是这个状态，虚通极静明妙安乐光明又很这个奥妙安乐就是常乐我净明妙安乐而已。那么深自悟认，我们要自己深深的自己来领悟，然后呢认知呢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直下便是就是当下我们呢都要活在当下，当下就已经是了不用再找时间，不用再找空间，当下全部都是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圆满具足，我们都呢跟佛一样圆满具足，那么更无所欠我们都没有这个缺欠。众呢三称起劫精进修行立之地立之地位就是55个位阶我们都经过那么即一念呢证实指证呢原来是佛证悟的时候就是证悟我们本来是佛所以构成不同结果是一样所以我们一念证悟跟经历55个位阶证悟是一样的那我们两方面都修持要自己能够领悟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个叫一念证悟，一念已经悟了。然后我们就想又经历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释迦行、实地等觉到佛，那也可以都没有违背的就是要经过一些我们自找的苦来吃吃好苦才磨掉咱些六道轮回的习性这个磨掉磨的习性深根蒂固坚强那么向上呢更不添得一物我们证悟了自己是佛以后，再往上呢更不添得一物无物件搁改增加起去，那么却观历劫功用总是呢梦中妄为我们来观察这所修持的过程总会觉得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在梦之中那一些行为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原来都是假的。所以我们各位浅显，我们晚上是躺着睡觉做梦，白天是站着做梦。我们这个站着做梦比较久，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等到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这个站着做梦就结束了，然后就醒过来了原来都是假的。一口气不来才会知道说原来都是假的。可是我们站着的时候很会计较，计不计较
没在讲亏的不？对不对？像不像做梦？哦，所以人生如梦，像不像梦？都是假的，不真。我们都把它当成真了，这样算是很聪明的，还是很笨？我们承认吗？我们承认自己很笨吗？大概都不承认了我们都会认为自己很聪明，所以要知道，聪明啊才会被聪明误了。我们假如说自己会这个努力的追求自己的归宿，我就是唯求做佛，不求一物，那个才叫真的是人生的方向，很确定的，很真正的在努力生活的，生活之中呢，全部啊，都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呈现，最理想的一生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在凡尘呢，一切啊都是虚幻的，不实在。故呢，如来云呐，我以这个阿耨菩提呀，实无所得。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讲过，在呢阿耨菩提啊，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实无所得啊，实在是没有所得，因为有所得啊，那个佛就不以我受尽了。你有所得心啊，就是还在生灭，那无所得啊，就已经没有了，没有生灭了，所以没有生灭啊，那个仙佛就给佛受记，说你可以做佛，然后呢，这个来的时候啊，是一个什么名号，名号都是假的啦，所以体悟到呢，无所得的时候才是成就。若妄有所得啊，燃灯佛即不以我受记。假如说呢，这个有所得，因为释迦牟尼佛自己本身有讲，说他修正到啊，已经到达那个佛的状态，可是心里面啊，就是一直想，他就是利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来修。所以就把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记得，一直记得说是这个法让我成就了，因为这个观念在，那个佛都不给他受记，所以他经过很久的菩萨道，那个在大藏经啊有记载，他经过很久，什么那我已经都修到好了，那都没人要搞我认可，没人搞我受记。就是因为它存在，我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修这个法，然后我成就了，这样懂意思吗？就是那个百尺竿头啊，那个更进一步它放不掉，后来到达燃灯佛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放掉，把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放掉，一放掉以后。燃灯佛即以我受记，如一来世当得做佛，号释迦牟尼。所以在《金刚经》有记载，他之前呢，那个有所得心的时候啊，《金刚经》是没有说了。可是在假如说我们有看《大藏经》那里面会有记载，释迦牟尼佛本身有讲，说他修菩萨道修了很久，都没有受记，没有认可。那个时候他也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已经都修到这个程度，为什么没有一位佛帮我受记，帮我认可？原来就是他心中有所得心了。所以这个无所得归无所得很重要。因为有所得心就是有法执。我们修啊，就是要去掉我执，还有去掉法执，要去掉。那有法执有我执啊，就不成就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妄有所得啊，燃灯佛就不以有受记，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不管有什么心啊，只要带来求道都点到了，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很幸运啊？所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来得很巧，刚好大开普度。
那知道了我们知道这个殊胜啊，这么不容易啊，那就是要努力把握，赶快修，把脾气毛病啊都去掉，恢复到佛性的光明。佛性里面啊有没有脾气毛病？我们现在有没有？为什么跑脾气毛病出来？我们都没有研究它为什么会跑出来的就是我们住相，我们住相以后啊，那个毛病脾气啊才呈现。那假如都知道形象都是假的，就很容易去掉，去掉脾气毛病。然后我们在生活之中就把这一些脾气毛病、佛性没有的东西都去掉，不要它。那佛性有的东西让它回来，它有慈悲喜舍，它有常乐见，我们都让它回来，都很光明，这样会不会啊？有较沉重至于这个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四法平等无有高下记载在《金刚经》里面就是呢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个法平等，它没有高下这个法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没有高下不管它遭遇是好是坏身份是高是低全部呢都是平等没有高下，是名菩提一个假名是菩提。那么即持本源清净心以众生知佛世界三河有相无相遍十方界一切平等。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那个本源清净心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跟众生、跟知佛、跟世界、跟山河大地跟有相无相跟遍十方界一切都平等，全部呢都是平等无比无我无比我相，就是没有你有他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都蛮重要的持本源清净心呢，常自严明遍照那个我们那个本源清净心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常自严明，他自己本来呢就严明又遍照遍照整个所有山河大地所以我们从那个张轴秀才悟道记就讲到这方面的事。各位有没有拿回去看那个书面资料？那个 CD 有没有拿回去听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呢？对佛性本体认识的比较深的有没有？有不相应。世人不悟只认见闻觉知为心我们凡人都不领悟只认为我们见闻觉知就是日常生活里面的那个六根所用的见闻觉知把它当成是我们的心被见闻觉知守护，已经被它覆盖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只要妄心在当家在当权，一直在做主那我们的真心都已经不见了它不会出来真心修养很好它都不会增所以只要我们的六根跟我们的真心在相争的时候真心都不见了它都退位让我们的六根去当家只要我们六根当家我们就产生喜欢讨厌喜欢讨厌就取舍，有取舍就造业，造了业就要受苦你想他跳真戆可是我们会认为说六根它会增前病所以它只要一点点委屈它就抗议。我们现在社会现象不是这样吗？这个红布
下下鸡哥啊也来抗，有没有？所以那个对我们修道来讲是负面的示范。主观意识越强，修道就越困难。所以我们不要被我们那个主观意识陷害，他害我们了，害得很惨。六道轮回这么久了，他还不忘够。那我们要认识，认识说你这个主观意识啊，就是从根尘相对来。我把根尘相对的这个认知透彻的告示我们这个六根，让六根呢自己降伏。一降服了以后我们佛性就呈现了。佛性呈现了，不会造业，不造了业就不用受苦，解脱了。所以我们受苦是我们自己做的，自己造来的。所以不要被那个见闻觉知覆盖，所护。所以不睹精明本体，那个睹就是看见了。因为被见闻觉知覆盖了，所以就没有看见了我们那个精明本体。精明本体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就是精明本体。但呢，实相无心，就是把那个根尘相对的生灭的心认识的心都让它呢没有了这个本体自现。所以只要我们生灭的心都降服，我们的本体自然呢就呈现如大如人，好像呢太阳在天空一照一样。生于虚空呢，遍照十方呢，更无障隔太阳一照，整个大地都光明，都不会有那个障碍，那个隔离。故学道人唯认呢见闻觉知这个为动作，空却呢这个见闻觉知即心入觉。所以一些呢那个修道学道的人他只有认为那个见闻觉知为动作，就是讲见闻觉知他把它当成真心所以最大的毛病所在就是在家不知道呢那个见闻觉知是生灭的不知道见闻觉知是变化无常所以他认为是正确的他所要去抓住的，要把握的假如说把见闻经空去，就是把它去掉的话，按那外心的抓了，无心嘛啦就截入了无入处就是没有进入的地方所在。但你呢见闻觉知处认这个本心，这个就是错认改那个私心妄心当成真心所以这个是最可怜。可是我们凡尘呢10之8九都这样，都认为生活上的心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也可以去体会那个男女那个恋爱那个结婚年龄一到了不是有这个恋爱的年龄嘛？有没有？我们大概都有经过了吗？当那个时候呈现那个相亲还是用家里车自己有没有那个起心动念？这个大概不好意思说了都会有一直家里讲这个我介意，这个我不介意都会有那个时候的心各位用什么心？一定是见闻觉知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是不是把见闻觉知当成我们真心？所以一谈恋爱以后那个是孩子也打9号人对不对？很厉害的呢为他生为他死都甘愿是真的还是假的？在那一种状态之下，你说他是假的心拢假
他绝对不承认的，哦，绝对是真的。可是哦，时过境迁呐，这个时间一经过，环境改变，哦，那个背景改变了，爱情会不会改变？它为什么会改变？就表示这个无常变化，对不对？哎，是始以生灭的，哦，很爱的时候生出来的，不爱的时候灭，是不是生灭？哎，可是我们当下那个时候啊，把它认为真，很真，所以是被他害的呢，还是被他看行？啊，各位先生，我们回顾啊，我们一路走过来到现在的时候，我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是被他看行还是被他害的？啊，弄害了哦！啊，安尼表示婚姻生活都不圆满，不行哦，要我们老先祖强调我们要修天道人道要齐全。所以啊，在凡尘的我们凡尘的事啊，要处理的圆满，这样才没有亏欠。人道要圆满，天道才可以达。所以心里面啊，或许听各位都很不甘愿。这个不容易哦，人家都讲那个累世烧好香这世才会结做夫妻所以要互相疼惜，互相照顾，年岁大了越来就越需要互相的依赖。会不会做啊？那家唔敢完做。这么平常的事，这么应该做的事都不甘愿去做了，你还会度众生啊？那个众生跟你没关系，你都还会想去度。亲人跟你那么亲切，在生活一起，你怎么都不用一点心呢？你要使家人都很感心感念，不要说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去买鞭炮回来放。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说，家庭一定要和乐，要互相帮助，互相照顾，那个才是正确的。我们学不是要学这样吗？还是要学时常在家里吵骂？那个吵架，这个对骂都不对的，可是好像我们做得很习惯。有缘呢才能相处，要结个善缘，最起码就不要结恶缘，所以我们就是自己的心呐，要改变，所以不要把我们日常的那个妄心呐，把它认为是我们的本性，这样你拿那个心来修道，修不成道。谈本心呐，不属于见闻觉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呢，它不属于见闻觉知，可是呢亦不离见闻觉知，因为它是属于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也不离开见闻觉知，但莫以见闻觉知上取见解。我们就是不要在见闻觉知上面要升级我们的见解。那个才是错误的地方所在。莫以见闻觉知上动念。所以呢，或许就把那一个小刮胡说最关键的地方呢，就是见闻觉知上动念。就是妄上又加妄。见闻觉知已经是妄，然后我们在妄的上面动念，又加妄。那个真的掏袂开那感拢怕他掏袂开。一莫呢离见闻觉知密心，就是不要离开呢我们见闻觉知，
不要离开佛性的功能作用啊，来找真心。所以有一个小刮胡说：“由不变之体所发。”那个见闻觉知啊，就是我们的不变之体所生发的。还能怎样吧？因为有不变之体啊，才有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是功能作用，不要把功能作用当成本体。我们众生都会把功能作用当成本体，所以或许就会讲说我们拿钱去买东西呀，那个用是不是只有一次？你即马摕去买钱就叫人收去啊，对不？你即马空的时阵，你去迄店讲来，我甲你买，你要用啥去共买？是不是没了？如果甲抢来，钱佫甲抢来，佫甲你买，哪有那样的？所以用只有一次的，体呀，它是永远在。虽然不在你身上，可是在别人身上，体还在。它怎么流转？有没有流转？体都在。有这个体呀，它就有用。那我们要了解说，在体在我们身上，我们去用的时候，用只有一次啊，不能把那个用当成体。我们众生都会误认，都是那个用，把那个用当成体，凑在这里呀。那我们知道说，原来那个要收摄啊，又把那个收用的那个功能作用，又收摄回来，在佛性本体，要这样才可以摄用归体。我们缺的就是这个功夫了，就是没有摄用归体。然后我们就想在用的那个上面做功夫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啊，有很多事都是有一些都是已经呢，大家很习惯，把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当成本体啊，已经当得很习惯。大家安尼，我嘛这样安尼。所以我们要知道大家若要为地路去咱唔敢去，要不要跟？不要对，所以自己要主张。讲我不爱去，我已经去了伤久啊迄去爱受苦，我不去了。第一我不去了，去不去啊？我们不要造业去我们要去的时候发愿要度化那个地狱的那一些鬼人度他们成佛啊。不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个是不一样的是发愿去。那我们在凡尘造罪，然后被业推到地狱，那个是去受苦的是本身要去受苦的。然后我们发愿去的时候啊，虽然去的地方是地狱，可是我们不受苦，因为没有造业，没有造业就不会有苦让我们去接受。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是要度化他们。因为地狱的众生正在受苦，所以容易牵绊。那个受苦你来啃好啦，我出去卖做卖啦。不然你看现在那个诈骗集团那么盛行啊，他都想到地狱去了。这个时候你跟他讲说不要去了，他会听吗？他会说我拢唔免去劳力拢有钱人用。那一个体拢几啊万、几啊百万，不是很好吗？不知道说那个要到地狱去等到他已经去地狱的时候我们才去跟他讲，跟你讲那都唔能给人骗，你就跟他买你起码都要受苦啊。那个时候就容易牵，不容易。他在受苦的时候，容不容易去这样牵他，改变他？我们都还没有发心要去所以都不知道。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因果是定绝对的道理呀不要说我没看见就不相信那个都很厉害的因果是绝对的。不相信因果因为有一些比较那个先进他说研究因果已经落伍了，不合潮流，不合时尚
说啊，是真的这样吗？那你都可以连呼吸都不用。哦，因为什么要呼吸？要生活啊，生命能够活下来，所以要呼吸啊。哦，你不相信因果，那也不要吃饭。为什么？因为吃饭就是要维系生命啊，是不是因果？哦，所以你也不爱相信因果，你出来拢去讲人啦，知道意思吗？就是你的那个乌人拢走去插，用白人来看啦，安尼样啊？会去用对咧，会不会？绝对会哦，哦，迄人若无过去互你认哦，绝对甲你对。哦，有的甚至用那个刀子给你插回巴肚里。所以我们了解因果是绝对的道理，一定要相信的。那相信因果了以后，我们就绝对不会做坏事。所以孔老夫子就讲了，我们那个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孔老夫子在讲因果，我们很谨慎它的结果，每一件事情都有结果。我们很谨慎追到结果，哪一个人敢做坏事？都不敢的。明德啊，人民的那个行为啊，自然就很仁厚、很淳朴。结果孔老夫子一讲，我们再拿来用一天，要我们365天都用我们只用一天了，清明。我们慎终追远，是不是到坟墓去拜拜？是不是只有用一天？孔老夫子很感叹，我是讲365天的，你哪敢那要用天的呀？很无奈。好，剩下8分钟。要给各位问问题，有没有要问的啊？剩下8分钟而已好，请说。或者想问一下，就是说，刚刚在课堂中呢，有讲是有说用生命布施的福报很大。那请问一下，怎么样用生命布施？那是什么状况？你再讲一次。就是说，刚刚课堂不是说有讲是有说用生命布施的福报很大。那这样用生命布施的福报有多大？你是在分别心吗？因为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般的布施啊，都是讲外财、身外的那个财物啊。身外的财物来布施都很容易。那个用生命来布施啊，就叫内财。内财，因为众生呢很重视身跟命。我们把身跟命都可以布施，那表示说，那个布施已经到顶点，已经是最高了。可以把生命布施，那个身外财那个更容易所以那个生命施的布施啊，它是已经那个已经无量无边的福报，非常大。可是真正用生命在布施的人，他不会去计较说福报大不大，他已经全部那个生命都豁出去了，不会在意福报。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心态，他那个心态就是可以利益众生，用生命来利益众生都可以。那个已经要利益众生到极点了，已经顶点，可以利益众生，用生命给你都可以。不像说我们是用有限的那个身边的身外的钱财，所以那个要接受，论福报来接受的话，那个是用财是没办法比较的。所以佛用的3000大千世界7宝布施，讲到最后呢，就用生命来布施。所以那个已经是布施的最高了。那个已经接受福报无量无边了。可是佛不那样来说接受福报，
因为它的重点不在接受五报，它的重点是要度化众生，它的心意所在就是要度化众生，使众生都能够成佛，他的命没有都没关系，是这样的。还有吗？还有5分钟。啊？跟顶节就是有没有？顶节就是哦，顶节就是哦，那个是比较在完成的那个愿力啊很大，就是把那个灾难顶下来，然后来救完成的人。因为或许呢，跟老前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呢，私底下呢，我就这个请示老前人说：“您老众生造了业，不是众生自己要去担吗？您老为什么要立那个顶节救世的愿？”他老前人就跟或许说：“你不知道啊，你现在的众生这么迷昧，他造了很多罪业都不知道有罪业有罪过，不知道过错了。那你现在就让他去接受果报的话，他等于说他要还险要行善都没有机会，所以先把这个灾难顶下来，让他有时间去反省，有时间去改过。”老前是这样回答。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顶节救世那个愿力是很不容易去达成。所以一立了那个顶节救世的那个愿一定会自己本身德要够，然后会就是在身上会有一些这个病痛产生的，那个都是顶节就是后来的那个直接呈现的那个效果出来，就是可以把那个灾难顶下来。所以有大德在，有立顶节救世，完成了一些大灾难会化小，小灾难会化无，就会消失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发这个愿很不容易就是要自己要有那个担当，你就是要承担那个不是空口说的啦。你做了就是要去你发了愿就是要去做，去做的时候你就是要去忍受那个痛苦，那个苦就马上呈现，呈现你要能够忍得下来，这样才算顶节救世。那个跟我们那个就是布施又有一点不同，因为布施就是当下我能够多少我就做多少，那个顶节就是后边没完没了的嘞。你也想立吗？还有2分钟，还有没有？有疑必问所以我们有疑在心中成不了佛。一定呢要使心中全部都坦荡荡，都没有感，不怕感，没有疑问疑问就是解。所以或者都鼓励问。不问剩9分了，60秒很快就过了有没有要问其实各位要了解到，我们人这么多了，问题可以说是非常的广泛或许跟各位讲说有不对去问其实我比大家较惊咧。但你问出来，我也没人回答别人啦，对不对？所以一定要问因为之前间的那个摸索30年呢，一直拢有问题无人通问就跑到那个一个山都是寺庙，那个什么山新竹一个山全部里面都是寺庙，我跑到那边去问我说那个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起时不超过7家？他说得佛归固定，佛归注定。我说意思是这样吗？他说是各位点老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人，大家好。我写占道天师德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后学机会学讲。我们接着讲传心法要。
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哪地方呢？下面的对不对？莫离见与觉知这边嘛，不即不离，纵横主宰，无非道场，是吗？是不是讲到这边？好，不即不离，好，这个。就是呢，我们在这个修道的时候不要这个离开这个见闻觉知。虽然呢我们不要用，可是呢也不要离开。要认我们本心。本心呢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生花。所以我们要认原来的我们本心。然后呢，本心它不属于见闻觉知。它不属于的，也不离开，所以我们了解说，日常用那个见闻觉知是我们佛性的那个功能作用，所以不要在那个见闻觉知上面呢来动念头，或许有把它刮胡说呢，最关键的那个地方所在，也不要离开，由不变之体呢所发挥出来的功能作用。所以莫舍见闻觉知其法，不即就是不住了，不离也不离开，不即不离。所以我们有听那个张轴秀悟道记我们可能就会有接收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脱根脱尘，有没有？离身离境。有没有印象？我们的佛性它脱根，脱离我们六根，就是呢不在六根里面，然后呢这个离境也不在六尘里面，它离言而独立，离开所有的言然后独立的，这个很不容易体会啦。所以在那个楞严经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对答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他有提出来，说呢这个盲人有见，阿难说盲人没有眼睛怎么有见？有没有看到这一段？有没有去体会？没有那个比较细，比较细的一些真理所在，因为佛就讲说盲人有见，阿难呢就回答说盲人没有眼睛怎么会有见？然后佛就问说，盲人没有眼睛所看到的黑暗，跟我们明眼的人，我们有眼睛的人处在暗室所看到的黑暗一不一样？那个阿难说一样。然后佛就讲说，这个盲人我们给他眼角膜，他可以看见那个叫眼见。那我们明眼有眼睛的人，明眼的人处在那个暗室，然后我们开灯让那个明眼人也看见，因为是开灯，那个灯呢叫灯见。不是眼睛看见，是开灯以后那个灯让那个明眼的人看见。所以那个佛就讲说盲人给他眼角膜，他是眼见，然后我们明眼的人开灯那个是灯见。那么灯能够有见就跟我们的眼睛没有关系所以佛就讲眼睛能够显色。显痴显相，
然后灯也是一样，可以显现形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它不用借着我们的六根，它自然就有那个见，看见的见性，它能够有见。然后呢，这个离开我们六尘就是盲人他所看到的黑暗，主暗成见就是看到黑暗以后它一样即性一样发挥作用。因为凡尘呢我们一般的接受都是明来见明暗来见暗，都是外境给我们什么我们接受，然后呢就去讲出来。然后佛就讲因为我们见性所面对的那个凡尘的景象它有变化，可是我们的见性本体它没有变化。明来见明，暗来见暗，它自然什么都能够看到。那凡尘的景象一直在变，所以我就不要去注重凡尘的景象。所以呢，我就讲说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是脱根脱尘，脱离六根，脱离六尘，离缘，离开所有的因缘，它独立存在的。所以我们了解说很殊胜的这个佛性可是现在呢它呢这个寄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最大的这个不觉的地方呢就是说认为身体是我，然后呢那个佛性没有形象我们忽略它，不知道它是我。那佛就讲真理说呢，身体的我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呢众缘际会借我用的，那个呢不是我所能够掌握，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身体它本身是假的，我们呢借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来用，终究要还给天地都要还给天地，不能我们自己所拥有。假如说是我们可以主宰的话，我们在最年轻最有活力的时候我们就要命令他身体不能再变化。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了。他一天一天过，一年一年过，自然呢就会衰老，然后呢走路这个死亡道路，每一个人都免不了，都是要走这个道路。那我们在生的时候就是身体众缘际会可以让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借假修真，把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把它修正出来，让我们呢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来主宰我们是身体的视听联动都是由佛性主宰。那假如说我们可以启发佛性主宰我们视听联动我们不会造业不会造业就不会受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或者是开始讲就一直在强调不能用我们日常用的生灭心来修道用生灭心修不成道，一定呢要启发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也告诉各位怎么样启发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只要有空闲我们就可以坐下来，然后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因为都万念放下了因为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是离开因缘，离开所有因缘，所以当我们万念都放下的时候它会呈现。呈现的时候就是让我们了了分明让我们有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